部分，所以他待会在跟我们做介绍，应该会有非常充分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试试一样，大众执行。主讲40杯，请倒一锅，温倒一锅。好。老师好。大家请举手。各位志愿服务班班的同学们，大家午安。老师午安。我今天头衔很长，是今天在参与志愿服务。那大家有谁被强迫而来的吗？没有，大家都是自愿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家里自愿看电影，对不对？也可以自愿去踏踏青，也可以自愿去跟朋友约看到做什么，是不是有很多的活动我们都自己可以选择？今天、明天、后天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是吗？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做这个？各位是体力旺盛吗？不是哦。那是时间很多，是。那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志愿服务我们自愿之外，没有人被逼出来，那都是自愿。那我今天自愿来这边，从早上从一路介绍到今天到现在140多。刚刚陶子介绍后觉得一个最实际的一句话一直口才没有很好，但是就是亲切有没有？还有吧亲切，像我们家隔壁的阿静啊、阿姆啊那一种型的，这个真的很像那样就是那种婆婆妈妈型的。可是呢，身为一个志愿服务队第一个要务就是要有婆婆妈妈的这一种热情，有没有？要有这种热情。那你来参与的人生其实亚里士多德他有说过，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为什么要以服务为目的啊？我们不是自己活得很好就好，为什么要服务？来，即使服务在我们志工这个专题里面学校写，终身的志工其实重点就是要终身的学习。一生这一个身体它的真不一样这个身体呢，就是叫你在活的生命还活着有呼吸的一天，你就是要做一天的学习。因为学习你可以找回你心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缺点各位觉得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缺点？好像有那么一点什么？生命当中你会觉得说，我要钱好像也有钱，要时间好像也有时间，可是有时候你静下来的时候，会觉得这是我生命中全部嘛？我生命中所追求，那就是只有钱跟时间。人家说有钱有闲，我真的是追求这样或者是大家觉得说，我希望我可以过得幸福美满，我也希望别人的幸福美满。可是幸福美满是什么定义？每个人的幸福美满定义就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有些人说吃一顿饭就很美满了，有没有？有些人在饭桌上打打杀杀，有没有？有些人是这样子他虽然说，我明明就好想吃一顿饭，为什么在饭桌上就打打杀杀？你让饭桌上就唇枪舌剑一边吃饭一边写文，有没有看过？所以人生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块，即使缺土讲白话一点，就是有那么一块不满的地方。那不满的地方你必须把它补起来。怎么样才能满足？你就是要把你的心去的那一块，你要去面对它，要认识它。那我们平常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平常。请问一下，平常觉得你的时间会用在工作上赚钱上的？来，我们举个手比例让大家看一下，你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工作赚钱上。好，过去举手，谢谢，请放下。你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家里上照顾小孩子身上的举手。好，请放下。
你的时间大部分啊都是花在你要追逐人际关系，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我可能要选立法委员，或者是我想要做什么啊，我在培养这个人际关系，不断的在培养追求权力的过程，就是要靠人际来去。我觉得你都也不一定哦，就是事业上，有些在道场上，有些我们是要去培养一些人际关系嘛，要有人有情才会有基础嘛，那你觉得你都在培养人际关系的较多的这种？好，谢谢。也有，只是数量会从工作赚钱到家庭事业，到最后你会在人际关系。可是候选要来问你哦，刚刚是说你比较多投入的时间那候选要来问你说，你放假的时间听好了放假的时间都在看电视的举手。他都没有举手这么优秀真的假的？自己举手我好像有时间的时候都在看电视。来，那你有时间就是休息了，就是你停下来不断的，不是说一直在经营的时候，你一休息下来，你都在睡觉，就是休息睡觉的时候。好，谢谢。那你休息的时候，你都是去吃喝哪里电视报道哪里有好吃好喝的，我就是要去追求那好吃好喝的，有没有？就是追求那些高雄现在有好吃好喝的好吃，高雄什么好吃的？我也讲不出来我是高雄，我也说不出来高雄有什么好吃的。好，那这样讲好了，你要去休闲，你的高雄现在有什么？好，大家都知道好，大家都知道。黄色小鸭，你觉得你休息的时候，你会想要去外面走一走，去看看这些热闹的景点，或者是其他你想要这些报道流行的事，你会想要去的举手。休息的时候，谢谢。那刚刚候选这样问的一个，大概有1/3的人举手，那其他2/3的人，请问你们休息的时候都会做什么？看书好，看网站。有人说看书哇，你都在看书的举手。上网。1个2个，好，谢谢，也不错，看书。可是这么多个100多个里面1个2个算是好富那除了这1个2个看书，那刚刚我们吃吃喝喝也没有，看电视也没有，睡觉也没有。那候选又很好奇的你休息的时间不是说安排你过来我补偿不是，就是你纯粹真的有休息的时间。那候选这样问你都无所事事，花开的举手。有好，谢谢陈冠希。哇，都没有。真的你愿意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再去到问题。你会看到问题点在哪里？你不愿意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会说，我也不知道呢，不知道就是发呆的，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成天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好像一天就这样，有没有？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餐、吃一吃，看个报纸，看个新闻，电视关掉，我也没有看整天然后就在那边不知道做什么，看小孩子玩一玩，做家事，做完了坐在那边做什么？煮午餐的午餐煮一煮，然后呢吃午餐吃饱了要做什么？大家都会讲睡觉，好来开始睡觉，睡觉起来了呢，要做晚餐了，晚餐煮一煮呢，吃晚餐，吃完晚餐呢，没有那么厉害。我们一生来我们想想看，我们一天不要讲因为一生很长，对不对？讲一天就好了。有时候真的你要去思考自己一天在做什么，都会觉得很痛苦。今天各位是来坐在这边各位回想你前天、昨天下午还有来前天，除了前天要上班没有上班的你可以思考，带小孩回家，然后做家事或者是在家里做比如说在家里自己经营事业的或公司或店面的，去思考一下，今天就是这样做。然后请问一下，像刚刚那个模式，你的日子跟甲的日子跟乙的日子如果都一样的时候，你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刚刚这样讲有人跟我说有我一天只吃1餐跟吃3餐的日子
有些人说有啊，瑜伽啊，像啊，我知道有些学生哦，他毕业之后找工作不是很顺遂，对不对？他就想说啊，反正就1-2天在家里休息，有没有？然后就成天打线上游戏，有没有？打到后来找工作也不想找了，最后工作都不找了，有没有？整天都迷在哪里？对，真的就是在online上面哦，就安在那边有没有？就在那边依赖哦，就整天都在线上上面打。他打到后来，他的人生就是怎样？每天就是眼睛睁开，第一件事就是什么？还是要看我的线上有没有断线，有没有开机。然后呢，打到饿了要做什么？吃饭哈。憋到肚子憋不住了，才知道要去上厕所。那个很成瘾的人，最后真的是这样哈。然后他身体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然后有一天呢，突然间他急诊，就因为他躺在病床上哈，那也就突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导致搞成这样？他会跟你说一句话，3个字，大家都很会讲哦。各位，刚刚在思考一下，或许问说你们休息的时候在做什么？那大家也是都不敢说出来。其实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高血群就是一个个案，有很多的社会上的边缘的这些边缘人，其实他们感觉他是个案。我们有个工作，我们有份责任家庭，然后我们在从事在做。可是你一生，请问你自己定义的目标跟方向在哪里？你知道培养自己什么样的内涵，自己清楚了吗？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其实人活着，或许都觉得很棒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人跟动物，动物会不会思考？动物不会思考。我刚杀它的时候，它眼睛也会掉眼泪。它会不会思考？动物跟人一样会思考，只是差别怎样？会不会表达？动物会不会表达？动物它了不起，喵。这样有没有发出一些它的讲的声音？可是它不管是喵，不管它讲什么，你听得懂它讲什么吗？可是我们人呢，当你今天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很棒，给我一个眼神，还有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不要吵我，你可以把内心的那一份情绪、那一份想法，你借着言语表达出来，别人懂不懂？当你说不要惹我的时候，人家才知道这个人不一样，会不会？你会不会对别人说你很生气？会不会这样讲？你这样讲之后，人家会不会更来跟你开玩笑？会。所以人聪不聪明？人是很聪明的动物，不管是情绪上的表达，不管是言语上的表达，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所以我们要善用这个独一无二的特质，这是特质哦。你会想，你会讲，你还会动作出来，启动出来。刚刚我们君凡老师有提到一个说，候选之前有一段很长时间，我们都在着手老人院的这样子的一个筹备那个过程呢，我们去参访很多的老人院一些经营的方式，还有这些老人。那候选的时候去到现场，我们都不会去看他们设备，我们第一个都会去靠近这些老人。一个老人就像我们人一样各位，你们现在是想打瞌睡吗？还是精神很好？或许可以看得出来，你相信吗？相信吗？因为打瞌睡很直接嘛，就睡了嘛还有打瞌睡？没有就很直接就睡了所以就是直接的表达出来。那老人家也一样，去那边老人家快不快乐？不能讲出来。你有去过那种老人之家的吗？有去过参访过？谢谢大家。你们发现那里的老人都很 happy， 还是都是是怎样 ？B 开头还是 H 开头？开头。他其实最近有一个广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小孩子头发都白了，我们要剪，他或许动作截来不及没有贴给大家看。有一个广告，他是也是做老人的，他就
就是一开始广告就是一个小孩子，他头发都白掉，小朋友都白掉，大概看起来大概就那种8、9岁的小孩子头发都白掉，他就拿个镜子在那边看，然后呢，他的镜头就会带到那样，他带到有一个成人像爸爸一样，他就去床上啊抱一些鞋子啊，他就把他的鞋子都盖在他的棉被里面藏起来了哈，他收起来，然后就喂他吃饭，然后他问他说不要一直看着我，他说你是谁？好，吃饭他喂他吃饭啊，爸爸喂小孩子吃饭嘛哈，他问他你是谁？我说我是小学，小学是谁？然后他就笑一笑，然后他喂他吃饭，那饭就在他脸上，他就拿起来吃掉了。那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觉得好奇怪，这个爸爸喂他的小孩，小孩头发白了，这小孩得到什么症状有没有？头发都白了哈，然后他就抱那个小孩子，小孩子睡着，就帮他去，他本来躺在椅子上睡着，他就把他放到床上，他抱床上在睡，他把被子啊盖上的时候，那个画面就像他变魔术有没有？那个被子盖过去，那个小孩就变好人。好，看过这个哈。那你看到那个画面呢，或许那个心里一震哦，哇，咱一世人，真正陪安尼黑起来老安尼，有劲无？很劲啊！没有那个，或许是觉得他那个拍摄手法很厉害哦，就那被子这样一翻过来，那个小孩子就变老了，有没有？他其实他就是告诉你，他把他当作是小孩子在照顾他，他那个老人就是得了一种老人失智症，哦，就老人失智症。那其实未来，我们现在都希望小朋友赶快长大，对不对？健康的长大。我们是以前都是爸爸妈妈希望我们健康快乐长大的小孩，每个人都是哈，因为现在都长得很大了，有没有？或许可能还会孕育自己下一代人，但是有一天我们会不会老？不会老哦。那有一天我们是不是也会去需要人家来呵护我们、照顾我们，把我们当成是小孩子这样来照顾，要不要？要，这就是一种。刚刚各位现在觉得要哦，各位点头，这个其实在这个过程你们的内涵就在培养，知道为什么吗？那个叫做恻隐之心。我们人对人，我们讲教小朋友说我们要同理心，要同情心，对不对？可是那是比较白话的。它怎么叫恻隐？当你看到那个画面，你会觉得心里面会觉得有一点心疼。当你看到别人有苦难的时候，你会想到说，哦，好可怜，会不会这样想？这个就是我们服务内涵最基础的。当你会去有同理心，你会知道说别人的痛，你看到别人被刀子割到，你会开始无声，有没有？有没有那种感觉过？有哈，看到人家跌倒就哦，明明又不是你，可是你会在那边哦，小孩子跑，然后觉得高雄古迹班小朋友有一次哈，他平常都很乖，他那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老师就很开心他的那个他家里不知道带什么东西了，因为后来撞的太小，都不知道他拿什么了，就拿跑，他就撞到那个读经班的那个转角，因为那小孩子很小，那一个才3岁半，所以他的高度刚好在那个头，就碰一声他就跌倒，哇，一直哭这样，哇，那时候还知道他拿什么给候选吗？都不知道，我就很紧张哦，然后跑过去啊，怎么，妈妈也很紧张，他拿起来，小孩子好可爱。即使我现在真的记不起来他拿什么，他手上还是拿着他给我的东西，我要给老师，心都快碎了，你知道吗？他还是鼓励要给你。那小孩子就这么天真无邪，有没有？他碰到跌倒，他一刀给你，可是你看了心会不会难过？我比他还痛哎，然后我帮他肿一个包啊，没有流血就肿一个包，我都比他还痛。他小孩子那种3岁半小孩子那种皮肤哦，吹弹可破，有没有？皮肤非常好啊，他撞了破了一下，哦，吓得我后来把读经班的那个桌椅有没有？旁边啊，对啊，那个角角就跟那个前面说不要注意哈，这个角角你要注意一下。其实我们那边已经教了7年多了，都没有这种状况，因为他比较小，他刚好又跑。有一次呢，然后全班小朋友就说好痛哦，全班的小朋友都说看到这样都觉得好痛。或许突然心里面就有想法，对呀，其实撞到的是自己啊。为什么这些小朋友啊，不管大的小都会觉得痛？那个就是菩萨喜
他的心会不会这样？当你有一颗同理心的这个可是我们思考不是想哦，我们会觉得他很痛，对不对？我们只是想，我们可以感受，可是我们常常少了一样叫做行动。所以各位为什么今天这么优秀坐在这边？因为各位除了想以外，各位还有行动，行动走出来，行动要做出来。所以各位坐在这边因为来上这个基础课，但是呢，这个课程其实或者就是说每个人都已经有这一个方向了，这个方向但是要抓住它，就像各位现在坐在这边，请问你们面对的是自己的方向还是讲台的方向？你觉得你现在坐在这边是面对自己的方向还是讲台的方向？自己的方向。然后都说这边在面对自己的方向，说我面对讲台啊，我面对哪些都不是对，你现在做的方向都不是那个方向，是自己的方向。他自己有什么方向？自己的方向后学用一个很简单的因为后学的资料多，但是希望各位能够把这一份方向牢牢的抓住那现在呢，这个方向要各位来配合一下来。现在呢，请大家举起你的双手，举起你的双手，然后给一个你觉得你最用力的掌声，给一个最用力的掌声对，开始。给自己一个最用力的掌声。怪怪的，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啊，你不一定要看别人给自己一个最有力的掌声。你们最有力的掌声就是这样。再思考一下，你好，不要给自己好了，请你给这个傻傻的这只小熊好了，背后有看不出来的小熊，给他一个掌声。掌声是这样。好来，很多时刻我们都在看别人、学别人，大家承不承认？很多时刻那现在后学要大家做自己，你不要看别人，不要学别人，你自创一套自己觉得最有力的掌声，给自己，你觉得属于我自己最有力的掌声，开始。好，后学要问这是一个心理测验你觉得你刚刚做我自己，我都没有学别人，举手。谢谢，请放下。好，老实刚刚你没有举手，请举手。刚刚你没有举手，请举手。好，请放下。为什么？你们回答了没有举手的，刚刚你举手了，回答了。现在换你们回答，为什么你们刚刚没有做自己？拍手。刚刚有谁手？现在不会承认了吗？不做自己了为什么你没有做自己，开自己的手？有没有谁愿意一起来讲一下？有没有？好来，我给他一点勇气。这个需要勇气要站出来要有勇气那愿意面对自己，你会成功。我当下来。不会看别人。面对自己，开玩笑觉得开玩笑，没有开玩笑好一点，看特别要心情好。这就是影响力这影响力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阶段，然后要找出自己是怎么行的来。第二个阶段，请你把手
再生出来。刚后学一直强调说，请给自己一个有益的掌声，一个，大家都把掌声变成一个，那是说给一个有力的掌声，还是给一掌有力的掌声？给一个有力的掌声，跟给一掌不一样。好，听好哦，现在给自己一个有力的掌声。你刚刚还是只拍一下的举手。好，谢谢，请放下。你愿意出来分享为什么的举手。好，来，掌声鼓励一下。因为我大家要主动。真的是这样啊！好，谢谢。他很有那个娱乐大家的精神哈，让大家累了，让大家笑一笑。这个不错哈。还有没有？你只拍一声，你有自己的想法拍一声的。我觉得一个就是一下的，有没有？有没有？举手一下，分享一下。刚刚有拍一声的吗？好，来。还有一点我钱不足，对不起，在这里面。好，来。又高，比较不有力的掌声啊，最有力就是那一下。觉得那个最有力还是后面就慢慢，因为有的人有拍有拍，后面真是少。由此可知，每个人的一下跟每个人的很多下的出发点跟想法不一样哈。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一群想法这样子聚在一起，简不简单？不简单嘞哈。各位来自四面八方，有桃园来的，有台南来的，有高雄来的，还有哪里来的，四面八方彼此不认识，可是聚在一起。现在要做一件相同的事，给一个爱的鼓励，给一个爱的鼓励，简单的爱的鼓励，简单的哦，因为待会会有花招哦，所以你先不要手花招哈，给一个听好，简单的爱的鼓励，来，好，简单的哦，给一个有花招式的爱的鼓励，请来。那样呢？因为你只说花招，没有说怎么耍花招，对不对？你们都在等鼓励。之后选刚刚说做自己，做自己哦，先做自己哦。好，我要先记一次的。刚简单的爱的鼓励有没有记住？像花招式的哦，我没有要你们一致哦，花招，我们一起花招爱的鼓励，一起想好了要想一下吗？想一下哈，跟你们锻炼好。3、2、1，好，有花招式的爱的鼓励，起来。好，你刚刚没有耍花招的举手。还要诚实啊，我不一定会叫你哦。好，请放下。你愿意出来分享你没有耍花招的举手，可以出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刚刚人家耶你就突然一阵错愕，然后东看看西看看，我什么都没有做。还有不是我喊出来的有没有？我这样想吗？有这样想吗？没有哈，好来。刚刚你什么都没有做的，你就拍完就两边懂吗？就安静了。来，有没有谁愿意出来分享一下？好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李正。好。后悔哦，觉得自己不会耍花招，不要觉得。你在说我会耍花招啊？现在你耍的花招来。不会耍花招。很久就是不耍花招。
不是都这样了，很多基本，哇，给他鼓励一下。这个是这样的，叫耍花招啦，他刚刚呢有耍花招，有一个叫后黑还是黑啊？很大声的有没有？熬夜哦，哪一位来？哪一位？好，来，掌声嘛！来，台中啊，现在你要我给你用什么花招？还是现在给要什么花招？来，刚刚什么花招怎么送好？你等一下，你为什么想要出来？就是昨天刚结，昨天有红老师有这样教我，所以就讲是说要耍花招，后面就出来讲到昨天学到的，看好，开始。哇耶！简单的一个拍手的活动，来各位思考一下，刚刚有一个简单的拍手活动，我有没有跟着做？我没有跟着做是为什么？因为我有更好的方法，还是我既没有更好的方法，我也不想学别人做，这就是不知道。好，你们刚刚有没有说我都不知道嘛？自己最清楚嘛？刚刚你们遇见了谁？遇见自己嘛？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棒？为什么现在苦笑？而且还苦笑的挺严重的，就是苦笑觉得自己不棒是不是？没有关系，这叫遇见自己，知道？当你在团体活动在活动不是团体课程，团体课程看不出来你跟你的隔壁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当在团体活动，一群人一起行动，一个行动一个口令下来，你有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慢慢发现，我好像有哪里特质，好像可以特别体现出来。好像我哪些，我就是属于比较，有些是那一种比较矜持型的，怎么样？矜持型的，他老实型的，他老实不老实的，他活泼型的，有些人就是他点稍微是活泼。一个不管是家庭里面、学校里面、职场里面，不管在任何社会上，有人静，有人动，会不会？那你是属于静还是属于动？跟你参加一个活动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一个个性静的人跟一个个性动的人，跟你今天参加这一个活动，会不会有什么关系？思考一下这是我对大家思考。来，我们今天来教一段昨天听说有你们有教拍手哦耶，是不是？他还有教什么？还有什么？赶快，有人全部都讲上来，不要害羞来，我知道一起讲别人好，来，赶快来，好，给他掌声一下，来，这个机会不容易，要分出来是不容易，知道为什么吗？要你愿意，你懂吗？你不愿意都没有机会，好吧？好了，给他掌声一下在一个活动里面，在一个你愿意参加的活动里面，你要第一步就是你要先我什么愿各位认不认同？其实或许从刚刚到现在，不是要教各位飘，是要教大家后夜还是卡课，都在教各位一件事，请各位走出来，有没有发现？刚刚角落都有了走出来，走出来这件事刚刚有
我愿意，各位愿意吗？这个时候就有人讲电哦，因为我讲愿意可能会被叫出来，会不会？会不会？会啊，老师不是都这样问吗？小朋友你懂不懂？啊，懂出来讲。这个时候我好后悔，为什么我要说懂？对不对？废话多说，我不小心跟着讲，为什么会点到你？我们都很害怕，害怕接下来我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害怕接下来这个人要叫我们上来做什么，会不会怕？不怕的举手，这时候大家都怕了吗？好，怕的举手。怕的举手，就有人没有害怕哈，你出来，我看见你没有举手。来，就你的坐下吧，别睡了，看眼睛睁那么大，我还是看得出来你在打瞌睡。来，我有看过周星驰的电影，他的眼睛睁很大还是在睡，有没有？我帮你点指下。哦，眼睛本来就那么大条嘛，来，好来，看起来你不太怕。刚刚问说怕的举手，你没有举手，对不对？为什么？没有为什么？那请问你坐在那边是为什么？呆住。这里有什么让你震慑住吗？有什么？宕机吗？宕机。那要比这个一下。那我帮你比这个一下好不好？可以吗？他说他愿意比这个，他愿意哦。各位有没有听到他愿意？好来。刚刚有跳那个小朋友跳绳子吗？你没有跳，他有没有跳？你们没有跳，不是啊？刚刚小朋友在那边。对啊，我们不是有在动看吗？有吗？刚刚你有看他们跳吗？都没有，没看到，去睡觉。忘记哪里？没有，好来，那我们学小朋友再来啊。第一个他会跳这个，你跳简单的。你哪一首歌你会简单的？年轻人花招都很多哈，发现现在年轻人没花招了。什么？你帮你唱吗？这个帮你唱吗？他说要帮你唱是不是？跳舞而已。好 ，OK 啊，看他跳，好，来，对。开始。没有音乐，来，帮他唱音乐来。你帮他唱音乐来。哪一个趴的那一个跳？你不要邀请他的啦，你在这边他就出来了。他眼睛看着他，就有让他另外一个。好来。原来你是需要2个舞群啊。好，来。好，预备，好了吗？要讨论一下的。这个我们讨论一下，时间可能要下课了哈。要围在一起了，好。仔细看哦，仔细看，等一下轮到你哦。突然有音乐是怎样？好。好。没关系，跳的非常，等一下还没有跳的非常好。那我刚刚有看你们那一组人跳的，帮你们放的很开心，所以请你们那一组人全部出来。全部出来一下嘛。你不要跟我说现在你不属于这一组，现在要都是那个你脚受伤，那你不要好了。你可以放音乐，你脚也受伤是不是？脚受伤了可以不用出来，好来，脚受伤了不用出来，好来。不行啊，脚受伤了不要玩待会受伤就好。好来。安全。其他4位浅，请问你们是哪一组的？那出去活动。那个非我莫属组的是不是？你们要另外跳是不是？不要另外跳，就赶快出来嘛，好来，赶快出来。好来。刚刚他们怎么跳请你们跟着他跳。看他们怎么跳，你们刚说的太少了。
员够多了嘛，可以吗？啊，所以你们可以跳了，好来，还有来问你在做什么？那个伙伴你在做什么？来，不会没关系，跟着后面跟着混对吗？跟着混好，过来，来，看不到你的，好来，好，还好来，各位，请你们不要觉得他们这样很乱哦，待会轮到你们这组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们这乱哦，好来，好不要害怕哈，哎，我没有说什么，好来，好了吗？可以了吗？好。好，表演，我好期待音乐，表演好棒哦！嘿嘿，好，没有了，好，来，开始一下。好来，往下蹲哦，坐好了，快点，刚刚发现到每个变完美了，好来，刚刚我们有那个少年那他搞跳啦，少年那搞跳了，嘿嘿，来，你们动作我叫，你用讲你叫别人出来，有爱的话，你们都一直觉得处于那种不愿意承认他是在教我，每个人都有这种习惯哦，当我在说来请你出来的时候，就会一个动作做得好。奇怪，要听你就已经很直接的说，来，请你出来，好像你不是你有没有？我不是我有没有？你现在大家回入原来，你还是你自己哈？你会觉得你很年轻？来，各位，请讲一下哈，请问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年轻？感觉跟我们在同一组的老师他越来越年轻。哦，跟他在一起就越来越年轻。对，因为平常或者是有时候会有点严肃，他也不喜欢跟人家讲话。或是有时候会很专注的听。这样。会吗？你们觉得他不喜欢跟人家讲话吗？不会哈。你会觉得他很严肃吗？不会耶。只要你愿意，你什么都不是你刚讲的那些，都完全不一样的。你会觉得自己不一样？他不愿意承认，我不愿意承认我不一样。请问你们觉得不一样？有啊。为什么刚刚会觉得不一样因为他们愿意，刚刚有没有？随时强调要我愿意。那你愿意的时候，你有投入那个热情，会不会刚刚好？刚刚是他们没有套好哦，就突然临时出来，然后连那个我们脚痛那个机器人，然后那个音乐还会这样子晃，有没有？他脚痛，可是他手没有痛哦，他的手可以晃，有没有？这个叫热情。当我愿意的时候，我的热情又投入，这件事情就会很好。哇！各位，有没有思考到这一块？没有哦。刚刚有人说，那他比较年轻啊，那我们来找一组，不是年轻组的，那个没有年轻人那一组。贝斯姐说不敢，我们是小组。来，等一下，我再找一个对照组。好来，有没有自认我们这组不是年轻组的？好啦，我就找一组最年轻的给你们看，这个妈妈组是最年轻的，这一组好不好？妈妈组的也有活力的展现。那我来看看，妈妈组愿不愿意？我没有说，没有，现在不要讲那个妈妈组的热情。
哎，你们掌声没有？人家不要出来。好，哎，人人都会有奖哦，只是先到后到后哦，大家不要说错。好来，哇，哪位是黄老师？黄老师好，来，老师在，好来，黄老师在，儿童时代好，来，哪一位？他说我不是他同事。哦，不是。哦，这样子哦，是。他这个时候他不承认，你看他走很远。等一下，会不会有心结？不会啊，好 ，OK， 好来。那我们串一下这个简单的热情，这样就可以了。别人可以跳，你们可以唱，唱跳，大家都是很开心。唱最简单的，应该大家都会最简单的。幸福的脸会吗？要征求一下队友会不会？不会。好，那后选给你们算每个都会的。对，开始。那我都有他突然昏倒了呢。昏倒，好来，试试看，就是那样的哦。我们麦克风关掉，你们一起唱，好，这样比较大声一点，好，来。我要把李静老师这个秀，热情活力。摇了的水摇嘛来，我就帮你唱，来大家帮你唱啦吼，大家都好嘛吼。那如果就你呀那呀嘿，你呀嘿，那如果咱就你呀那呀好嗨，那如果就大就你呀那好嗨。有没有发现？要问他们，麦克风太长了，有没有发现？突然间你觉得热了起来。今天不是冰雕。因为我记得印象中上次是我学员后面过。对，被发现我学员坐在里面，赶快坐上来。但是太没有。任何时候我们的角色都会变换一下。刚刚每个人都已经有心里有个底，接下来要上来了，对不对？有吗？有哈，他们没有底耶，怎么办？好，人在抱怨呢，我妈妈主聊的底啊嘞。接下来让各位再来争取自己。都不愿意出来表演的，对，我们没有泡我们现场就出来表演一下。来，争取自主。来组，几个来哦，谁是瑶？刚刚我说请出来你就有没有？来组，然后每个人又开始了。开始有没有左晃右晃？来组来。来组。现在大家都不敢晃了。好气气，你这么摇晃，那人都是多少我都不摇晃。好来组，来。都这么含蓄。这怎么样？这么含蓄哟。好吗？好吗？老师站起来，好吗？好吗？含蓄哟。要唱唱跳跳，还是要讲故事，还是要做什么？选一个，来，选一个，看要做什么，选一个。好，商量一下，计时开始3秒钟嘛，3、2、1，有3秒钟可以想好，时间
对，一致要一致。再一致一点，再一致一点啊，一致一点啊。好吧。我知道你们刚开始要娱乐大家，接下来要一致一点。我希望大家一起来，因为真的中午之后会。好。你麦克风拿着来，麦克风拿着。来观察那我听我的口令哈，来，大家一起来，爱的口令。我很棒，我很棒，我很棒。现在只是教大家跟你们一起嘛，教一次的嘛，现在正式来一次嘛，正式来一次嘛。好，那好，我跟大家一起来哦，1、2、3。我很棒，我很棒，我很棒。我很棒的，我很棒，我很棒。哦，很棒。真的有，给他有办到，有没有？有办到了吗？有，好棒。刚刚说要下去的时候要停去看得到选。第三组，第三组。来，第三组在哪里？第三组在哪里？哦，就是你们呀！我学过笔的，就是第三组。第三组来，第三组。幸福的事，能被点名是很幸福的事。好来，我这组可能看起来也不是输人是输阵的哦，是台币，不是整流的灯哦，他们马上一起来就是按音乐了哈，好来，好 OK 来，好来，你们先走出来，给你们3秒钟讨论，走出来，好来，走出来之后3秒钟讨论，好，给3秒钟哈，来，1、2、3，好了吗？现在是赶快打卡，说我被叫上来了，是不是？打卡，我被叫上来了！现在天哪，我被叫上来了，不知道怎么办？你的朋友救不了你，我只是这样讲，朋友救不了你，好了吗？现在用音乐是不是？听唱啊，好吗？听唱就好了啦，有了吗？有了，我帮你们放麦克风好了，不然太小声，用吗？好来，好了，有了吗？没有就清唱啊，没有就清唱就好了。好，辛苦的脸要可以吗？好来，好了，没关系，好来，好，预备哦。这好香呀！有备而来耶。棒哦，幸福的哦，哇，真的，原来，美女都喊到了，你这样的，我妈妈主要的都喊到了。还能讲这样哦，他都不知道这么有实力哦，我刚刚这个刚刚辛苦表演嘛哈，辛苦妈妈好，第2组表演完了嘛哈，还没有，第2组表演完了吗？完了的，还没有，好了，第2组要表演什么？第2组说我又没有出声，他在这边也说
没绕跑，哈哈。哈哈笑。看他笑倒下来。看他那个不会走的。好，来，乖一点了，来。要麦克风吗？要不要麦克风？要不要麦克风？还是不要？那现在不是我在讲吗？是那边在拍哦。有吗？有，听，看他在讲什么，赶快，给3秒哦。好，来，辛苦2个小孩，3，赶快哦，2，好，麦克风好，来，等会来，用。国父请你用大刀，孝敬父母百年老，遵守好德下之道，天万千好为先，上好以官老大义，西瓜照混有先知，出入对谈是抓二，各大起价为公人。好人给2两2分，上岸打给2公2，上岸比较大笑人，不好比比3公分，给不起任何数钱，看着有请假同仁，是给2把单子，大汉大单接好人。看他高人叫天气，各人公安做好事，这喊咱两路发财，比咱花花大鬼开，给不起。我愿意当志工啊，我愿意呀，可是怎样，我不想做。有没有这种人？我很愿意哦，尤其是现在学生。现在学生为什么？因为学校都给他们一个叫做学习的指数，为了学习指数，相信不到昨天的课程到这个课程知道，有些是真的很可悲，家长带一些人来上这个去做志工，把那个指数送给小孩子，有没有？有啊。所以现在小孩子为什么一定要有志工学习的课程？其实刚刚啊，各位觉得说。为什么突然有这个不是在上课吗？突然叫我起来在那边，像让大家笑，我觉得我很丢脸哎！你这样让我站起来让他笑，你不觉得你在侮辱我吗？你不觉得我人格被侮辱了吗？你要配合一下，对，你被侮辱了。各位，带给别人开心，带给别人温暖，带给别人信心。带给别人希望，是谁在做的？是志工。他那个志工，如果层级再高一点，过往不管是上帝，不管是孔子，不管是释迦牟尼佛，不管是穆罕默德，不管是释迦牟尼佛，他们都是从基本在人间当志工做起，是不是？他们就是有志去服务人群啊，利益他人啊。然后不断的提升到自己的境界越来越高。各位或许就是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志向去做这些的圣人先锋，可是各位你知道，这些都是圣人先锋以前在踏的脚步，他不怕别人笑，因为他知道给人希望，给人温暖，给人信心，那就是跟神没有两样。各位，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自己说，哇，你家是贪谁啊？当你愿意当志工的时候，或许在图书馆遇到一个志工，他很忙，去借书，那小朋友啊，借书，借，他就问他说：“阿姨，我这本我想要去换别本，不要借了。”就在后面排队，他就说：“好啊，那你去啊，我等一下再帮你过那个卡嘛，他就把卡插上去。然后那小朋友突然就很快的
可是这后面而已啊，小朋友很天真啊，他说就在后面而已啊，就这样，他就叫妈妈帮他过那个卡要过，那个阿姨也很天真，小朋友要有礼貌，也去后面排队，那个面孔板下，小朋友要有礼貌，去后面排队，已经瞪着很大。后学当下没有讲对，后学笑笑说没关系啊，你可以先给他们。他教训后，你知道这样在教小孩子没有礼貌吗？你要教孩子走秩序有礼貌，这样是教孩子没有礼貌，这样子是在，你这样不是对那小孩子好，你是在，他说后学在宠坏那个小孩子，给后学训练，结果后学走出来，他自宫正嘛，然后后学就有一种想法，我们在当自宫啊。我们跟职场就忽略了，没有错，他讲的也没有错，并没有错，可是他讲的感觉让他不舒服，不习惯，就不舒服哎，我现在讲话安尼，人讲诶，欠面啊，有欠面咧，甲你记有无？你安尼吼，就恐怖咧，就安尼，后尾小朋友压力教育好点，他觉得本来想说中央讲的两句话，突然被教训了一下，之后让后学就跑到我们当初中的路。我们愿意出来服务，我们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初衷愿意出来服务？是要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快乐，还是我只是出来当志工，你不要当我在这边当你们这样的长工，你们来践踏我，来侮辱我。我现在志工心态是这样，不准人家去高他的意见。各位，这个也是接下来我们要去思考。当你很诚心，你有一颗付出的心，你要去服务他的时候，你是感动别人。还是触动别人情绪哦，你知道让人家感动还是触动，这是不一样的。在我们职场，后学看的那一个后学没有过多的去批评他，后学是想说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你会犯这一种错？身为一个职工，只是他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有把过往正先锋这些道理，就像我们都知道，我们读经最基本的，在课堂上教小朋友说。要尽天地，要理整理，有没有？那但是我们要说要尽天地，理整理，我们是不是看到垃圾，我们就给它抛过去？而且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哦。然后你看到小朋友有做一些，比如说不是很在佛堂里面啊，在读经班里面，有些小朋友他会在书本啊、读经的经书里面会不会画画？那你看他画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他讲？跟他讲，你跟他讲的过程是不可以画，看后学的时候，不可以画，还是跟他说不可以画经书，因为经书是人先佛留下来给我们自制金玉良言，是未来你生命的方向的方针，所以画他的，你以后讲的话，人家他觉得他公平不礼貌，你会好好跟他讲，还是以死气死？刚刚讲的用那个脸再给你讲，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要注意的。我们有时候不只是在读经班教导小孩子这样，我们甚至在自己的家庭教导自己的小孩子。我们时常觉得你那是我来，我跟他讲，我们来，他是安尼。是哦，我们会有这种哦，小孩子我真的我要怎么教，关你什么事？我在家捏他耳朵，骂他，然后来读经班，小朋友都会说，妈妈在读经班跟家里差很多。就问他为什么？妈妈在教我很凶，在打我，来这边都说他很吵，不会打。妈妈很牛哦，他说，他自己在这里的，没有，他没有这个说，他后学小孩心里面应该就开始那个心就不平衡。可是呢，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这也是我们要反省心思。当我们呢遇到人家在跟我们争的时候，我们的心到底是欣然接受，还是反目成仇说，你怎么说我这样？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去反思，心念要简单。今天你从事志工，不只是你踏出外面，你摊开志工这个部分，你在家里面也要有一份责任。现在我们已经在学习付出奉献这件事，叫做自愿服务嘛，我们简称志工。
希望给他温暖，给他快乐，给他有信心，甚至要学习这个方向，而不是在外面当志工很多样，回到家里头脑不起来，热情不起来，在外面当热情像一把火，在家里面冰冷像冰块，要这样培养我们新的能量之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当志工在这几年下来，后学觉得，后学在努力班带了7年，那包括说有一些外面的一些志工服务我们去参与，后学觉得说，其实当志工真的有一件事，有一个观念，就是在本身就去培养他。这怎么培养他？你要把自己深入其境。什么叫深入其境？我不是在读经班的，是个读经班的老师，不只是哦，我不只是读经班的老师，而是我真的愿意把我自己做到成这样子，愿意服务他人，愿意谦卑，愿意奉献，愿意给人家这么多的希望。当各位你手上一盆花给别人，送给别人的时候，你再闻闻你的手会有什么香味？花香。如果曾经在高速公路停高速公路的时候，旁边有卖花的，他走过来，高速公路的那个什么，要搭到的时候是那种下面高速很多，在那个中正交流道的那个下面，对不是在高速公路上面，但要上搭到不是有红绿灯嘛，他都在给你走，他有时候都会摇下车窗就买一块花棍怎么样？他那双花在你没有给他买，可是他提花的。他一走过去，等下你的车上都是那个玉兰花的味道。这是一种礼物，各位要去思考。当你给人一个微笑，你给别人一个微笑，一个细心的一个小动作，一个贴近温暖的小动作，这些动作不只是在你所谓在外面当志工服务，在家里是员工这样，你回到家里是不是也愿意对你的先生太太说一句：“你好啊，今天好辛苦啊。”帮你按摩，有没有需要我帮你服务的地方？我要这么笑的，我这样讲很奇怪吗？可是你知道吗？去到乡公所当那个区公所、乡公所当志工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好啊，欢迎好上来喝个茶，辛苦要不要面子来给你，有没有？真的呢，非常亲切，真的是像这样。但是我们在那边当志工，就有这一个热忱。回到家还是回来回来就是回来。我很热喝个茶帮你开个饭要不要先洗个澡，或者是先吃饭呢？饭弄好了，那给人家感觉，或许你会觉得不习惯。可是如果有一天回家，你的先生、你太太、你的小孩就是这样，会怎么样？窝心。我来不见了，吃错药了。可见我们都没有把这样子的心、这样子的行为、这样子的态度带到家里面。要把它带到家里面。当你能够把它带到家里面，你的生命就会有改变。你再出来再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完全是表里是一致的不会是在家里是那一种。在家里是这样，一只手在吐冰饭，要那个拼命，再给他快点的话，很冷的，很热那有没有？忽冷忽热这样子，就是这样。必须我们要去培养我们内在生命里面你那种能量出来。当你能把能量培养出来的时候，不管你今天去到哪一个团体，不管你今天在哪一个层级，你什么角色，都能参与到角色的位置。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像建议这样讲我之前就像刚那个好像之前跟他是同一所大学的用过我们第一届第一次的第一届，然后来或者这样也是多少天那一次回去就得说好，信心喊话有没有？刚刚哪一组信心喊话有没有？很有信心，会不会？一直喊很有信心，可是他是一群人的时候，给你没有信心。当你一个人的时候，还有特殊给你们买。都是
可以吗？讲完可以，因为没有一群人，对不对？可是刚刚我们看会议第3组在喊，他们下台之后有没有跟大家可以吗？可以吗？没有，有没有？很自然的整组带下来。就像你自己一个人说，会不会觉得你现在很活跃？你家长都突然那个，不会啊，说明家长。但是会耶，不管你谈得多高，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说你可跟我一样高？不会。我是怀现在的情绪啊哈。现在再来喊一次。不要太薄弱。对。不要太薄弱，不是喊很大声。不要下来的时候，不要这样子，不要那么没有信心，有信心一点。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什么？相信自己，还有相信谁？相信大家，还有相信谁？相信自己，在一直循环，一直recycle，相信自己，相信大家，相信自己，相信大家，相信老师，还有相信谁？一个通关的才会够大。相信什么？他的心里，我今天 OS 有没有？你买个什么？你买个相信谁？哦，你买个狗，一点头我请看这样子的量装，是不是这样？没有。我们现在听他讲，好来。相信每一个人，相信社会上，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家里面的事情，相信你的爸爸，相信你的小孩，相信你的，相信这个道，相信一些道。哇，好快。大家相信你的都已经两个房子书了，一直相信，哇，那就得相信在里面。好，来给自己一个相信的喊话，给自己你相信的喊话，不用喊人家有信心的，然后不下来不要问好不好，就是很有信心，我好吗？就是很有信心的，开始。有没有对你自己的第3组喊完了？加油！好，来给他掌声，加油！但是要选择要讲，除了在这边给自己信心、给自己加油以外，其实你走回去这个位置，走回去到这个，从这边到这边去，远不远？远哦。从这边走到那边应该不远呐，可是从这边走到这边，信心大概会掉2%。再从这边回到家里，信心又会掉2%，再从家里再到你的工厂，在你的公司、你的职场又会掉3%。为什么？因为人事的考验，一些情绪的磨练，有人事就有情绪啊，会不会？有人跟你讲句话，有谁跟你做什么事，你就有情绪啊。这些人啊，这些情绪啊，然后又透过这些的什么一些很多的外在的杂八的因素，有没有很多？所以刚后面说，从你这边走到这边就会掉一些，从这边又走到那边就掉一些，从这边又走到那边掉一些。所以当你到塔你走准备的时候，会不会掉光？会不会？会不会有可能掉光？会。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自己逞强。怎么讲？需要一个团体的力量，所以为什么我们当志工不是那种个体志工？会不会？我们是自愿服务，不是自愿个体服务，因为不能长久，因为那个信心很快会灭掉，所以我们必须要团体的力量。团体一起做的时候，那个信心会不灭。我们时常会说，当你这个信心快要熄灭的时候，你再回来充电加油，不断的充电加油，信心会不会不见？会。信心会不会不见？但是这个也是要你愿意哦，就是要你愿意。你说我只愿今天来当，好啦，就来这里当志工，下次不要叫我。那请问今天来这边是做什么？就不知道啊，反正就来了。千万不要怀疑自己，你坐在这边是为了什么？
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决定，这样做是不是对的？只要你选择的是正向的路，只要你今天选择的是跟过往诸天仙佛菩萨，他们都是愿意去帮助别人、牺牲奉献、帮助别人，这一条路都是叫做坦坦大道。这一条路绝对不会错路，不会错误的，它叫做往天堂的大道路。它不是把你通往狭窄的、黑暗的、恐怖的小路哦，不是大的道路。它只要你愿意哦，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四个的能力团结起来，它变成一个我们说很大的，有看过那个什么？以前有一部卡通叫做那个神力什么？神力，现在想不起来哈。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那个什么普派好的，有看过那个大力水手有没有？他都吃了那个菠菜之后，那边肌肉会不会长出来？就会钻这样子，他就变得很有力量，有没有？有神助啊，连那个船啊，很多可以扛起来，有没有？我们是一样的，如果你愿意把资源团体，这个叫资源嘛团体的资源，你愿意运用，你愿意来参与，然后你愿意参与之后，把这些的资源变成自己的智慧，带回家，带回到你，不管是学校，不管是你的公司，不管是你的家庭，只要你愿意去运用它，这些的资源变成智慧，就会变成你来运用很好的法宝。它是一个很好的法宝，它就不会有那一种像刚刚同学分享，有些一般的志工的认知上，都会比较很表面很粗糙的，都会把它认为说，我只是出来有时间有闲，然后我只是出来就是做一些好像所谓公益的事，可是对我自己这个生命的公益，他不去管，我们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当你真正的把它落实在你生命的时候，这真正的公益，然后变成一股力量，而且是非常大的力量，不是小的，因为这么多人结合起来，它就是把人力变成很强大的神力。那在经典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承受国土啊，是由阳光、水分还有沃土、肥料和栽培者。最重要是后面那三个心，什么心啊？我们一起念一下，以什么心？没错，它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道之宗旨最后一句世界大同最主要的。我们怎么管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我们必须要这三个心，就很简单，只要有爱心、耐心，还要有信心。只要我们有这三个心，我们就可以去完成。但是这件事简不简单？简单哦。有信心就简单哇！我们妈妈很有信心，信心我的一点个来搞，没有错，这也是一个心啊有些人说不简单，不简单，但是不简单要有什么心？第二个要什么心？就像我们在教小朋友读经啊，有些人会觉得小孩子一出生能带出来，都大概4个月都是可以带出去的嘛4个月内是老一辈都是不给你带，4个月可以带出来，或者就带父母亲带。然后他每次去都睡觉，所以到现在已经5岁了，快5岁了，还没5岁。他坐在那边，他还是习惯什么？读到后来说，我要睡觉。但是你就给他开始念《弟子规》，他还是睡觉，他嘴巴还是念有词，他听啊。所以教小孩子，你会觉得说，那么小到底有没有用？其实越小栽培它越简单，越没有污染，就像一块土地一样。当你一块土地你施了很多的药，这块土地是变质的。你施了很多的化合这些药剂啊，你再把它变成说我要去种一些基本简单的，种不出来，因为它已经把里面的铁、钠、钾一些土地该有的元素都已经破坏掉了。所以基本上这些本来就具足，像小孩子一样，本来就具足简单的，这个时候是最有效的。而我们的心也一样现在各位，你的心现在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清净的。各位相信吗？现在你的心是很简单、很清净的，因
因为刚刚哈哈笑过以后，我们的烦恼有自己接着。我就说没有啊，回家看到我的烦恼又来了，去到我的公司看到我的烦恼又来了，会不会？会，不能说没有，会，它还是在。但是只要你能暂时忘却它，你就会有新的方法、新的智慧，再来面对下一段你需要去克服的困难。各位要有爱心，那一颗爱，以爱出发的心，加上你跟他长期抗战，叫做耐心。加上我一定要有信心，回来加油，补充我的智慧，再去战，加油补充智慧去战，不断的一次一次累积，积沙成塔，你就会走到成果。生命总是有终点的时候嘛，等到那个终点站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你也会很清楚，原来你做的这一切都没有白过，你的生命的价值就在这一刻，你要去关照它。好，那我们时间很快就到了要尾声但是要尾声基本上后学的课基本上也后学才是学浅嘛，也没有什么智慧，所以你能给的东西不多，所以最后呢又要来一个机智大考验，机智大考验。刚刚觉得哪一组表演的最好？我们举手举手，你觉得第一组表演的最好的举手。哇，我是不是要自己配练一下？他哪场第一组的有我雅秀啦？我们刚说要什么星啊？3星掉了2星，还是掉了3星？掉了几个星？来，我重问。给人信心是什么？快乐给人信心是坐在那边，你们都不动你们刚真的是这样给表演最好，你就是思考那么在做什么？给人信心还要思考第一组表演最好的举手。不错，好，请放下。第8组表演的最好，请举手。不错，请放下。第3组表演的最好，请举手。不错，请放下。好，来，最后一组第6组表演的最好，请举手。好，请放下。好，来，第6组看起来很多人觉得你表演的很好，第6组再出来一下。他们说写他不习惯，为什么？特色第6组，你们要不要再出来一下？第6组要不要出来一下？第6组这时候都慢回头，回头的第6组第6组，你们可以不用出来，跟那个队呼是在你们那边就好了自己的桌子上队呼，给你们10秒钟想队呼就队呼一下就好了然后其他的组没事做嘛也想一下队呼做什么，把你们这组的特质队呼每个人的脸认一下他可能就是下次你要接触志工活动里面或者是志愿服务里面，团队有可能都会遇到他熟面孔来，开始了，要喊一下你们这一组的队伍面孔都看一下好来，不是第3组，不是第6组而已每一组都要对呼一下好来，我们只能给1分钟1分钟的时间，好。停。
未来，你的方向不知道什么地方。那这一堂内涵的课程呢，志愿不问内涵这部分呢，候选人真的是没有办法把它阐述得很好啦。那如果有错误啦或不足的地方，看请呢我们各位前辈者给候选人指正啦那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感谢详细资源前到理工，我们热烈掌声，感谢老师。请坐，请坐下。那我们呢，好，那我们等下讲师呢，这一堂课的学农场部分来都很刚睡觉了都非常的战战兢兢，也表现得非常好我们给美香讲师及致敬一个掌声好，我们接下来呢是我们一起那个点心时间我们下课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刘主任会再请下一堂课我们下去休息。各位前贤，大家早安。大学有一句话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尽后，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道之终止，降世于人世间。那么，这个是人世间的一种福报。我们人何德何能够修道？何德何能又能够得道？在这么多累劫累世的变化之中，我们做过了太多的这种恶端邪说，甚至呢恶行恶状，以至于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没有办法跳出来，也不晓得怎么跳出来，甚至呢根本否认有六道轮回这种事情。那么如果说中国人对于道的理念它是有悟通的话，那么中国人他所讲的道是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上在每一个时空之下，每一个角落之中，那你不管各家各派有的偏于一见，有的偏于一种修法，但是呢主要的这些思想它都是指出人的根本。所以中国人主要的这三股思想就是儒释道成为中国人生活里面密不可分的一种指导原则。不管是修儒、修道、修这个佛，那么呢都是在中国文化里面，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道。那么在不是主要的这些学术里面呢，那它也是称道。但是呢我们就不得不区分，有所谓的小道，有所谓的大道。论语里面讲，虽小道亦有可观自远恐逆虽然是小道，但是呢它也有它可观的一面可以吸引人的一面，可以信服人的一面。但是呢所谓的自远恐逆就是说你沉浸在那里越久，
你就泥沼在那里，焦灼在那里，越久越没有办法超脱。所以为什么要回小向大？毕竟小道呢，它不是我们人生的究竟，整个宇宙生命的源头，它不能够指出来。那所以只有经过大道，才能够指出这么一条路。今天天恩师的传下道之宗旨，也是要告诉我们，这一条大道，本末终始的大道，人呢，按照这些本末终始来按图索骥啊，那么总会有尽道的一天。那接近道，可见了它还不是道。那接近道已经不简单了。你可以接近道，然后呢，踏上这个登堂入室的一种堂奥，然后呢，你就成为圣贤，成为佛菩萨。所以说这一条路呢，说难不难，说简单又不简单了。我们看看世间苦难的源头是怎么来的。最大的源头莫过于人的迷惑，人迷了。迷了呢，把这里当作是家，把这个肉身当作是我，把这一切看成是真的。结果呢，让自己在这个好像真的假象之中迷昧不堪胡作非为。结果呢，越是做作越是沉沦，永无出期人的起心动念呢，不是业就是罪，因为呢，都是迷惑的一个开端那么所作所为既然都是迷惑，他所受的这些生活、这些境界、这些果报，当然就是苦果。所以祸业苦，祸业苦，这个是一个相循的一个轮回人就在迷惑、造业、受苦之中不断的在轮回。那么我们放弃了古代圣人佛菩萨所留下来的这些原理原则，然后被物欲所蒙蔽，被各种世间的知见所障碍，被这种科技的形象给诱惑了，造成今天苦难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没有办法跳脱出来，更不晓得我们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我们的老家在哪里，完全都不知道。这个就是道之宗旨出现在人世间的原因。那么我们必须要清楚，古大德这些圣贤菩萨，他早就用各种方法来告诉人们，只是呢，道有显有隐，显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可以来接受大道，那么来修持大道，结果呢，就回归大道。这道在隐的时候呢，也只能够默默的进行。道是没有断绝过的，只是显隐的不同。那么我们必须了解到，今天为什么会有大道普降在人世间？那是因为
整个人都已经迷惑了。你说老祖宗的这些规则、这些道理，人们已经把它抛诸脑后，甚至不承认它，要把它丢得远远的。被称为封建思想，被称为了现在思潮的一种障碍。那我们知道，现在还是有一群人，他接受了这种有志之士的指导，知道说呢，我们老祖宗留下了这样一个丰富的财产给我们。那个财产呢，是无限的能量，无限的精神，无限宽广的视野。但是呢，你必须用心，用方法，你必须呢努力修持，去得到它。所以呢，你要得到它，你第一个步骤，你必须呢放下你的知见，放下你对于这些境界，对于眼前的这些生活，认为是真的这种想法。也就是迷的观念，你必须把它放下。迷跟悟总是在一念之间呢，但是呢，迷总是呢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悟了，可是呢不久，这个迷又来了。这个迷又来了，我们又忘记了悟的境界。什么时候呢？我们读到一本书，我们发生一点事件，或者是说受到各种挫败，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有一点启发了，准备呢要开始好好的来力行人生之道，走向圣贤之路。但是呢，因为累劫的习气积得太久了，以至于造成我们随时会忘记我们的那种悟境。那种悟境呢，变成一种向往，变成一种理想，不能够付诸实践。那人呢，终于在这种惰性，在这种习性的因循苟且之下，渐渐的被境界、被物欲所蒙蔽。所以古大德都教人放下。道之宗旨也是要教人放下。但是道之宗旨，它是先佛印着现代的人心所批示下来的内容呢，完全是中国文化的思想，不离儒释道，而且呢，主要呢还是以儒家为思想的诉求。儒家教我们什么？教我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所以呢，它的前提是君子。佛经讲了善男子善女人啊，你要是善男子善女人，你来修学这些东西，你才有可能成就啊。那儒家讲君子啊，你君子要务本，小人务本还不够啊。我们没有听说过小人可以务本的。所以君子给我们的一个警惕就是说，我们人起码要做到君子。儒家告诉我们，你看在我们道上，老前人前人他所期盼的我们的这种修行，起码要达到君子的标准。没有达到君子的标准呢，那么你这个务本功夫是假的。人家说悟后起修，你没有悟怎么会起修呢？
哦，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啊，你根本不是真人啊，你怎么会有真知呢？更不用说真行啦。所以人是那个根本，人的那个源头是心，心是人的根本。所以成为君子，甚至成为圣贤，那是我们主要的基础。那么你会问，那君子要怎么做呢？君子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我们按照古大德的标准，那就是呢，一个君子，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这样才符合一个叫君子的标准。那你说君子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那所以君子还有起心动念哦。对，君子还有起心动念，而且儒家允许这样的起心动念。人来到人世间，他用肉体的方向呈现出生命的状态。当他用这个肉体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有起心动念，这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起心动念是没有错，但是呢，你要把起心动念都回归到自信这一点，那就对了。自信是善的，那么你的起心动念是善的，善的都是为别人，从来不为自己。只要有为自己的那一点点的私心那都是恶的。所以君子务本，务什么？务这个至善之本，自性之本。所以自性是我们的本性，自信不是我们的习性。那我们为什么不说一个人做到善人就好了呢？为什么要达到君子呢？那君子跟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儒家呢，大致把人分成这几个人的这种等级圣人、贤人、君子、善人、那个贫人贫人就是庸人一般的人，再来呢就是恶人，再来就是小人。大概有这些等级的上的分法。那么在我们的道之宗旨里面我们暂且不去分析这些人的等级，我们呢基本的理论就是要站在君子的层次，也只有站在君子的层次，那么你才可以说你准备要修行。各位听清楚了，你是准备要修行，你不是在修行。君子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所以呢，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大众着想。所以君子务本，本是我们自信的良知良人，是至善的。所以善是我们这个自信而发。那你又要问可是这个本性是善的，也有人说本性是恶的，也有人说是善恶相杂的，也有人说可善可恶的，那你到底是遵循哪一个这个是孔子说的大哉问但是呢，孔子并没有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只是我们后来的人会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呢，在孔子眼中根本不是问题。
在孟子眼中不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说止于至善，至善就是那个我们的本来的自信。我们这些道德礼义的发端啊，都是至善的。那你说，那恶的是怎么回事啊？恶的是我们的习性。所以说人之初性本善，这个人，他的源头啊，性是本善的。所以性，当我们落到这个生命的状态、人的状态的时候，它有一个心的造显，他心所做出来的也都是善的。所以这个善的就是君子的本色。但是后来，心会变化。心不是直接依照性的一个驱动，它会受到外界的染着，外界的诱惑。结果呢，这个心啊，有时候变成善的，有时候变成恶的。所以他有时候是好人，有时候是坏人。有时候是可善的，有时候是可恶的，就是这么一回事。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会变恶的，那个不是我们的本性，那个是习性。习性呢，是从我们来到人世间之后学习来的，养成的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习性，这个习性依照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他所接触的人事物不同，所以呢，养成了这些习性。我们说个性这个人很有个性，这个人这个很酷啊，这个呢都是他的习性。那这个习性呢，不是我们的本性。本性不会耍酷，本性是纯然至善，本性不会一下子善一下子恶。所以我们了解到君子的本色，那是那种本善的本色。所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那么君子还有可能会变成善人，有可能会变成恶人，是因为呢，他那个本啊，还没有完全的抓牢，完全的认清楚。我们说还没有完全悟啊，还有一些迷，没有办法完全放下。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或者说求其放心。那放下的心，那就是呢，回归本来面目。就是本立了，本立你才有道生啊。本立呢，你才能够跟那个无形的接上线。我们这个有用的肉身是有限的，它会成住坏空，生灭变异，它会生老病死，所以呢，这个是有限的。但是呢，我们的心性，它可以是无限的。尤其是那个本善的性。如果说我们能够透过心去证到那个本性啊，那么我们可以跟无限的去接洽起来。那我用无限的接洽起来，我们就可以不用死，我们不用老，我们不用病，我们没有这些烦恼。你看现在的苦多不多？现在的病多不多？现在的难多不多？多啊！那这些苦、这些病、这些难，谁能够帮助他们吗？我们知道西医已经走到瓶颈了，因为呢，它动不动呢就是把你切除掉，你就没事了。
对，你把那个现象切除掉了，哦，你把这个疼痛的原因呢，用药呢把它止住掉了。但是呢，它为什么会疼痛？为什么会发炎？为什么会有肿瘤？这个西医呢没有办法去探究。那没有办法探究，他就把现象割除就好了。你这个肿瘤好割掉，你这里发炎好让你消炎，你这里疼痛好让你止痛，没事了，没事了。可是呢，那病灶还在啊，你的脾气毛病，你的生活习惯，你的这些贪嗔痴爱都还在，内在的贪嗔痴爱，外在的五欲六尘，结果呢，两相结合之下，你的病还是一直不断的在折磨你。但是有的人为什么一割掉就没事了呢？割掉没事了，那表示呢，这个人呢有所警惕了，他不可以再贪嗔痴慢了，哦，他不可以再造这些五欲六尘的，他要回归自然啊。哦，他要追求简单啊，这个呢是一个人大病之后有可能的觉悟啊，所以这个人呢，他就不会再发病了，这都是有道理的。所以你看，回归自然，那人的自然生活是什么？人的自然生活就是回归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个就是人的自然生活。哦，所谓的君臣有义，哦，五伦，所谓的这个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然生活。哦，你不是回去住在树林里面，那个叫做自然生活啊，不是啊，这个差太多了。你就在此时此刻，就在你的生活上回归自然。然后你对于父母亲，你要做到孝顺之道。哦，对于兄弟姐妹，你要做到悌道。哦，凡是我的长辈的，你要做到恭顺之道。哦，对于我的这个晚辈的，慈爱之道。哦，在公司行号里面，你的这个团队里面有老板，有上司，有你的主管，有这些员工，那么你对上司要讲忠啊，要尽忠啊。哦，那老板对员工呢，要讲理，要讲人。哦，这样员工呢才能够尽忠尽义。这个是回归自然啊。今天谁能够懂自然之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你看，你跟员工之间那是朋友关系，同才关系，哦，那个同学的关系，这个同啊，同就是所谓的朋友之道了。哦，跟长幼就是兄弟，兄弟在家族里面有兄弟，在外面也有兄弟啊。哦，年纪长的可能就是我的兄弟，年纪比较小的就是我的兄弟，都是兄弟啊，四海之内皆兄弟啊。你能不能用悌道来对待他们呢？你把悌道流露出来了，你就是回归自然之道了。大家身处在这个自然环境之中，这个社会哪有不和谐的呢？社会和谐了，国家自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怎么会有天灾地变呢？所以天灾地变怎么来的？都是人心变化而来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人心的，大自然不会无缘无故造一个灾难给你。你说那个是自然现象啊，这哪有什么跟人什么关系啊？
你看我们古时候的人，那些县长，那些做高官的、做皇帝的，发生天灾地变啊，都把这种责任归属自己。父母呢，这个县长啊是父母官啊，所以呢，他的子民发生事情，这个父母官第一个有责任。如果整个国家发生灾难，很大的范围，那么皇帝呢有责任。皇帝啊下诏罪己，皇帝要闭门思过，而且呢，皇帝呢要向天地忏悔。这样的皇帝呢才是符合人心的。皇帝忏悔了，他的百官哪有不忏悔？百官忏悔了，百姓没有不忏悔的。所以皇帝一个人，他就是代表了一整个国家的代表。他怎么做，这个国家的兴乱治衰，就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县市的这个治理的好坏，就在这个父母官的身上，都很重要啊，环环相扣。整个国家、整个天下的建立，都是这样环环相扣起来的。你看这个环环相扣，它扣起来是整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面这个面我们称为国家，称为天下，称为世界，称为宇宙。那是不是条条道路都通罗马？条条的这个环扣之间的这个丝线啊，是不是就是通向那个最终极的？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道啊，无处不是道，无时不是道。所以我们要找道，在哪里找？在这些环环相扣之中找，这个是道啊。那么国家的基本单位在于家，家的一个组成是夫妻。那么夫妻虽然是家的一个主体啊，但是呢，这个夫妻之上啊，还有一个父子关系。也就是说，整个五伦的关系啊，以父子为主要根本。就是父子有亲啊，亲是亲爱，父子跟父子之间产生亲爱，这种亲的爱啊，是人的本性。所以父对子是慈，子对父是孝，这个就是亲爱。那么我们中国人讲爱，它是有等级的爱。这个等级的爱呢，是很聪明、很智慧的做法。也就是说，人用这种生命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人世间你不是呢把世间人都当成父亲来爱，这个不是儒家的说法，这个是佛家的说法，是基督教的说法。儒家讲有等级的爱，也就是说，你对于你的父母亲是最亲爱的，对于儿女最亲爱的，再来呢，是对于兄弟，对于这个姑嫂堂姊等等这些再扩而充之。那么这个是合理的爱，这个呢才是呢人性的爱。因为人处在这个环境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呢，就像佛菩萨一样，就像上帝一样，把他的心呢调到最高处，然后呢从这个心性的道理看到每一个人的原点，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爱他，
但儒家呢，他没有他的最后境界，虽然也达到这个，可是呢，儒家比较讲求当下的现前的这个部分。他不讲出世间，不讲生死的道理，他的那个是因为呢，人有办法处理你这个家国天下的事情了，那就已经是达到圆满了。人的工作就是这样子而已。人的使命、人的责任就是达到家国世界整个天下的圆满，你就可以回天交趾了，你就可以回归本来面目了。所以儒家讲的这个呢，是非常气理气机的。但是呢，在古时候那个时代，他可以抛家舍业，他可以不顾人伦，跑到山里面去修行，然后自己成佛了，成神了，自己逍遥自在了，再来度化众生，或者是说呢，不要来度化众生，这个是他们的选择。那古时候可以这样，古时候可以这样，是因为古时候的人心良善，自然有一道礼法，有一道典章制度啊，在规范的人世间，所以呢，他们照着这个礼法来走啊，还不会逾矩，还不会超出范围，整个家国世界的运作是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虽然可能有不和谐，但是呢，还算自然。所以古时候的出世间的修行人，他可以这样子。但是现在出世间的修行人已经不可以这样子了。我们要知道时运了，知道时机了。时运是什么？时运是儒家收圆。时运呢是白阳应运。你看白阳应运，就是在讲人世间的道理。人世间的道理你都不讲好了，你讲什么出世间的道理？人世间的道理，就是叫我们回归自然之道啊。回归自然之道是什么？就是五伦八德，就是三纲五常。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清楚、很明白？但是呢，不容易做到。这比你在山里面修行了，那真的是还要难修啊。那其实也看人修啊。我们在道场都常常在讲人事问题，人跟人之间呢磨合的不愉快，所以呢，有的人就离开道场，自己呢苦修苦练。那么有的人呢继续留在道场跟人家磨。那么我们必须清楚了解。所谓的人事问题，就是你在五伦八德里面把这些德目做好。所以你只要是在这个世间，你走到哪里都有人事问题，你绝对不能去逃避它。你逃避它，你逃避不了，因为你这个考试没有过关，没有过关，你不可能在心性上有所成就了。我们会讲到心性的问题，但是呢，眼前的问题要先把它讲清楚。所以道之宗旨在教，都是在教这个。眼前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了，你要解决什么？心性的问题。所以道之宗旨教我们，你就是孝父母重师尊。你就是把这个五伦八德把它做好。那么现在的这个出家的修行和尚，为什么成就的很少？这个呢是他们那些出家人啊，他们自己说出来的。
然后以前修行人有成就的，是出家的和尚，再来是出家的尼姑，再来是在家的男众，再来是在家的女众。以前的人，女人是非常命苦的，那所担的业很重，他们能够修行已经不简单了。那么他们又在家里面修行，那是难上加难，烦恼障碍一大堆啊。所以在家女众啊，修行有成就的很少。但是现在呢，整个颠倒。整个颠倒的原因是因为时代变了，天命不一样了。我们不是说要弃理弃机吗？那时代变了，你这个理也要跟着走。原理原则不变，可是方法手段会变。所以现在整个颠倒过来了，在家的女众修行有成就的第一。你看我们道场，仙佛菩萨都说要转成女生。女的身体好修行啊，她造业少啊，她烦恼少，没有像古时候的女性这么样的苦难呢。那么她的这个机缘又来了，所以她也影响力也大。你看女众，在家的女众，她呢也可以出来跟人家当官，跟人家选立委、选县市长，跟人家出来做老板，跟男人一争天下。在我们的很多家庭里面，男性的表现啊，比女性差，这个是很多的。女性还是照样要看孩子，还是照样要整理家务，然后呢，赚的钱还比男生多。这家庭太多了啊，可是女性照样有成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呢，现在是地天太卦。我们易经里面，天在上面，地在下面，叫天地痞，痞就是否定的。那地天呢？地在上面，天在下面，那就是国泰民安了。所以女人出头啦。很多道场的修行人、修行的这个领导人，也是女性。我们在道场开班讲课，来听课了，也大部分都是女性，在家的，所以女性出头了，这时代不一样。那他说呢，这个在家的男众，有修行有成就的，是排在第二，排第三呢是出家的尼姑，再来呢出家的和尚。我们一般人的说法，和尚就是男的，尼姑呢就是女的，这是一般人的说法。当然他们有定义上的不同，我们就不解释，我们只知道这个状况，这样就可以说明整个天地变了。整个天地变了，那就是呢白羊时期来了。白羊时期来了，白羊应运呢。白羊应运是儒家为主，儒家的修行以家为主，家的主角，最主要的主角是谁？是女人，女人是主要的主角。到现在其实都这样，一个家的这个主角是女人。你看那个印光法师他曾经讲，女人操控天下安危，
一大半的主权了。天下安危要靠女人，不是靠那些政治人物了。为什么呢？因为啊，女人你要教小孩子，你要在家把小孩子顾好，教育好。哦，你教化出来的这些小孩子，以后影响的这个社会，影响了国家，影响了天下。你如果能够教化出一个圣贤的孩子，那是影响的整个天下。那你说女人的这个重要性大不大？太大了。所以现在是男女平等，其实是平等在这里，平等在于女性的这个作用啊，在整个世间呢，已经是拉高了，它不再是处于这种被动的局面啊，所以女性修行有成就的是第一。所以道的宗旨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你就是在这里修，那就对了。哦，你就好好修，用心的修。你做人丈夫了，把丈夫的道修好；做人太太了，把太太的道修好。你不要再去把那些成知成见，哦，你的见解，你的这些烦恼挂碍，通通放在你的心上，你要通通忘掉。哦，你要去其诚心啊，存其真君。这是庄子的话。诚心是什么？你的邪知邪见呢？累世以来，你的那些知见呢？哦，孟子说：“学问之道，求其访心。”你看，跟庄子想的是不是一样？求其访心呐、这里呢，去其诚心呢、存其真君呐、这道理都是一样的。哦，他接着讲，其事欲生者，其以天机浅。哦，欲望生的人，那么他的天机呢就浅。天机呢，就是跟天这种感应的这样的一个机缘。哦，用粗浅的解释，就是这个天机，就是对于性理心法那种来自于天的根源那一份了解与得到，你的机缘是很浅薄的，所以你对于这些道理你听不下去。哦，探及生命的学问你没有兴趣，哦，倒是赚钱是很有兴趣的。所以现在想要赚钱的人，想要发大财的人还是很多，而且这种现象呢越来越明显。哦，现在有个乐透彩，哦，好几期没有开出来，那就累积到上亿元。哦，你看这个3亿5亿，你中一次就一辈子就不用再工作了。每一个人都想中那3亿5亿的，所以呢，这个大乐透在开奖，哦，大排长龙，每一个人想真的要。那这个呢是邪知邪见，这个是社会的乱源。那每一个人都想这样子。那不是社会的乱源是什么？甚至我还听说道清，哦，他如果能够中乐透彩，全部的钱拿来捐给道场，盖大庙，这个都是邪知邪见，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啊，我们后来会继续讲到因果的问题。所谓一因一果，莫非前定。
你想要得到这个财，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没有，你想要得这个财，那你再怎么签也得不到。但是呢，因果的道理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渺茫了，太遥远了。哦，不要说我们修行人，对于这个一般人啊，那几乎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受的果，我们看不到因呐，看不到因，是因为这不晓得是哪一世劫来的。哪一世劫来的会造成今天这样的果？所以呢，你因为不知道，所以你不承认它。有的人不相信它，世间没有因果，因果在哪里？哪看得到？在乡下那些农夫，他们就会讲这种话：谁看到因果了？就是因为看不到，人没有智慧去看到它，结果呢，就造成大家呢胡作非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依现今的福报，我要来做我该做的事情，享我该享的福。痛苦了呢，再来怨天尤人；痛苦了呢，再来骂天骂地。这个是渔夫渔妇。如果晓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话，我们就不会期待说你去签大乐透会得奖。如果那个财是你的，你不用签，他也会用各种方式来给你拿。这个是甚稀甚深的道理。那所以，在这个道之宗旨里面，我们要强调，先佛把这个道的宗旨把它标示清楚，把它明白的写出来，就是让我们还没有感应到的，你要照着这个道之宗旨来做，那么你就会入道。所谓登堂入室。所以各位，老师没有传道给你哦，你不要认为老师有传道给你哦，老师只是指一条路给你哦。那老师如果有传道给我的话，那我根本不用修行啊，老师帮我修就好了，我可以不用背因果，老师帮我背。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老师一切都帮我做好了，但是不是啊？道是你本来有的天地还没有生成之前就有道啊。那你这个道呢，是印着天地还没有生成那个道来变现你这个人，所以你这个人跟那个天地还没有生之前，其实是一体的生天生地生人之后，你还是跟天地一体的因为呢都是从那个道演化出来的嘛。这个我们以后会陆续讲到。那所以说你要去其诚心呢，你要放下，你要空掉你的船。你的烦恼是什么？你想想看，庄子有一个寓言，这个一条河有两条船这样对驶，这样呢，在一个浪花的打击之下，一条船就撞到了另外一条船，然后被撞到了这一条船的船长的船家当然就出来了，指责对方骂对方你怎么不把船开好，把船控制好？你的船这样撞到了我的船
那你要不要赔偿啊？另外一个船的船家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那我给你赔偿。那受损伤的这一家的船家呢，那个气才消了。哎，消了之后没多久，又有另外一条船来了。这条船呢，也是不偏不倚的撞到了同样一条船。那这个被撞的这个船家又出来大骂他，特骂：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啊？连续2条船撞到我！你们这些船家到底会不会开船啊？那怎么都撞上我呢？他骂了老半天，对方的这个船家也没有出来。那他更气了。你这个家伙，赶快给我出来！我这个船被你撞成这样子，你说你要怎么办？结果呢，叫了老半天，对面的船就是没有人出来。没有人出来，他就奇怪了。想办法跳到对方的船上去找人，那躲起来了，那不敢见人啊。他准备了拳头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人了。结果呢，找来找去，那一艘船根本没有人。根本没有人，那他呢也生了一个大疑惑：怎么没人呢？没人怎么会撞上我的船呢？真是见鬼了！今天真倒霉啊！好了，念一念就没事了，气也消了，跳上自己的船继续开走。庄子用这个故事做一个很好的比喻。也就是说，你要空掉你的船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世间的现象空掉呢？你看，你对于那条空船，你可以放下，因为你没有发泄的对象嘛。没有发泄的对象，你当然只好放下。你不放下又能够怎么样？庄子说，你把所有的事情通通看成那条船。凡是呢，所有障碍你的人、侮辱你的人、责骂你的人，你通通把它看成那条空的船，然后你不就是气也没了吗？怒也生不起来了啊，你的个性也找不到了，你就空掉了嘛。这个就是空船你会生气，是因为对方有一个人在那里。有一个事物在那里，所以呢，你会跟这些人事起分别、起对待、起执着，所以你的无明妄想就不断的产生。每一个生活细节你都有这些人物对象，结果哪一天你碰到这个空的对象了，你分别执着没有了，你的这些烦恼挂碍没有了，你就是放下了，你就是要去其诚心呐，你要求其放心呐，你要学会去放掉那个心呐，这个是我们道之宗旨告诉我们的，所以要空掉你的船，空掉你的头脑嘛，空掉你那一份对人的这个知见，对人的妄想、分别与执着。然后呢，再对于事情，再对于境界，所有一切都应该空掉。只有放空，才是回到道唯一的一条路。我们以前做过一个实验，在这个玻璃管里面，哪一只动物可以逃出升天的？玻璃管一端是封住的。一关呢，那这个封住的这一端呢，也是玻璃，然后照这个日光，
啊，这一端呢是开口，哪一只动物呢可以逃出来，往这个开口逃出来？结果用了蝴蝶，用了蛾，用了蜜蜂，用了苍蝇，哪一只逃出来了呢？啊，所有的动物都往有光的这边跑，结果呢，有光的这边是封住的。苍蝇当然也往这边跑，可是苍蝇看到这边没挡住了，结果就乱窜，就从这里乱窜出去了。所以苍蝇它没有知见了，哦，它没有规章法则，它没有向光的原则，在它的那个脑海里面没有，所以苍蝇代表那个没有头脑。我们说无头苍蝇啊，其实这个真是很好的比喻。无头苍蝇不是对的哦，无头苍蝇是一种状态，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头脑的知见，那种烦恼，那种分别对立，把它放掉、放空，你就可以逃出升天，你就可以呢登上这个成圣成显之路，回归本来的面目。这个是科学家的实验告诉我们。呼应的这些圣人的说法，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累劫累世的习气，造成我们在这里这样动弹不得。你甘心吗？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我不晓得回家的路，我没有办法来去自如，你甘心这样子吗？所以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就是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呢，有它的深意在里面。这个深意是什么呢？这个深意就是君子务本。君子人因为他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为他的。以后我们会讲到善恶的标准。善呢，就是完全为他，只要有一丝一毫的未解，那就是恶。那君子呢，都是为善的，所以君子务本。那君子知道这一切的道理，所以呢，他的乐得做君子都是做别人、为别人的事情。那小人冤枉呢，是因为小人呢都是为自己，想到的为自己就是各种烦恼。各种习气现前，造成他今天的生活没有办法自如，各种障碍不断，各种呢这个疾病缠身生活不顺遂家庭不美满这个呢小人冤枉做小人你做了小人，你还不知道冤枉你要跟这个青天大老爷跟玉皇上帝说你是冤枉那今天必须要人告诉你，你不要再冤枉下去了嘛！不要再冤枉下去了，你就要来接受这些圣人的教诲，接受老人的教诲。早安。那最近有一部电影要上映了，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就叫做2012。那这一部电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舆论，大家都在批评应该说大家都在评论这件事情。那么电影里面的内容呢，是根据玛雅文化，这个古玛雅国预言我们这个人世间2012年就是一个末日之年也就是说呢，世界末日快要到了，就在2012年。那么2012年离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近我们已经迈入了2010年了。这么说，世界末日还有2年那么世界末日还有2年，
这是不是真的呢？这个从各种现象界来看的话，那是很有可能。现象界所呈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现在所呈现的，各式各样这种小型的毁灭，都已经在上演，每天不断在上演。譬如说呢，在非洲、坦桑尼亚或者是卢安达这些国家，那他们每天呢，连吃都吃不饱。为什么会吃不饱呢？因为呢，他们种的这些植物种的这些菜已经不会生根结果，没有东西吃了，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用国际补助的一些麦，或者是一些玉米粉，然后呢，加一些土。那他们当地人认为可以吃的一些土把这个小麦粉跟土和在一起，然后下去烤。那因为吃了这个土之后呢，人就比较不会有饥饿感，所以呢，这个土还供应不绝，供不应求可是吃了这个土之后呢，当然有它的副作用，因为呢，它比较没有饥饿感，所以呢，会造成你的消化系统失去作用。当你吃了它了之后呢，可能会排便排不出来。那听说他们当地呢，要排便都要用挖的，把那个便从肛门里面挖出来，真的是骇人听闻我们这些文明的国家没有办法想象。那不只是非洲地区这个非洲地区的饥荒我们几乎是很早就听说过了，所以对他们而言也没有所谓的世界末日能够多活一天就赚到一天对他们而言哪有世界末日呢？但是对我们而言这个世界末日就会造成人心极大的恐慌。现在呢，海平面上升了昨天还在看国家地理频道，那么这些科学家呢，为了测试到底冰的融化速度有没有很快快到我们无法想象那他就呢到了北极的现场去测量。那么到北极现场测量那个冰本来有500公尺这么厚，那现在呢，冰不断的裂开那不断的裂开呢，这些科学家呢只好用那个绳子吊着摄影机，然后下去拍摄，看看冰裂缝里面到底有什么情况，那它到底深到哪里去？那发现了这一测量这个冰的裂缝已经深到这种和河流和地层的这种河流地下流已经深到那里去了。也就是说，冰融化的水都已经流到地下的河川去了。那地下河川流到哪里去？流到那个河流河流又流到大海那么这些水不断的在流失掉。那流到大海之后呢，大海的水会上升，海平面上升，所以现在很多沿海的这些群岛已经呢，它那个水淹到他们的膝盖了，
你看威尼斯，号称水都的地方，哦，这个文明国家，在防堵，哦，用这个海堤啊，防堵海水倒灌也是没有用。那么泰国很多小国家，很多这个小岛屿啊，他们的庙面向大海，庙啊都已经淹没了。哦，应该说呢，已经淹没到脚部了，那么也没有办法在那里生活起居啊。所以庙里面的和尚呢，每天求佛，希望佛能够保佑啊，让这个庙不要被淹没。那么这个世间这种小型的毁灭呢，每天都在上演。小型毁灭累积多了，当然就变成大型的毁灭。那大型的毁灭呢，会不会就是玛雅文化所预言的2012年世界末日呢？这个真的是很让人惊慌。哦，这个我们刚才讲，非洲的地方人民没有办法种植，没有米饭可以吃了。那现在呢，粮食已经成了世界的这种头号的危机啊！哦，粮食的缺乏已经成了头号危机。那你看那些非洲的国家，他们要向种子公司去买种子来播种，哦，不管是播种什么，只要可以吃啊。但是呢，他们的土地啊又没有办法种植了，所以呢，不断的要砍伐森林，哦，让其他的土地啊有能力生长出这些农作物出来。那他们的这些种子啊，又是有机的种子，哦，应该说呢是基因改造的种子，所以他们一定要种，他们不种呢，这个种子明年也发不出芽。那么这个种子公司啊，为了控制这个种子啊，哦，要他们呢每年要向他买。那么他们呢，一定要把这个种子种出来，所以呢，要砍伐更多的树木，砍伐更多的树木啊，结果呢，土地就没有养分了，哦，因为土地没有根来吸收这些养分，哦，所以土地就会沙漠化。那土地没有办法有养分，也没有办法抓住水分。所以呢，这些水呢都流到大海去了，海平面上升了，那土地沙漠化了，哦，然后呢，这个沿海的城市呢淹没了，这是我们每天哦现在呢看得到的现象。所以2012年是不是真的来一个大毁灭啊？那在这个时局，我们对于道降印在这个时间呢，道是不是可以来帮助世界免于灾难？是不是可以化解全世界的灾难，让全世界的人民啊都能够获得到解救？那这个是需要我们来努力的。那现在呢，宗教已经很多，哦，各式各样的宗教很多，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世界的灾难呢？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道跟教它的最大不同的意义。那么宗教有它教化人心的一面，但是呢，宗教变成的这种教以后呢，它的这个本质
哦，也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人的那种格啊，这个品质会下降。品质下降的时候呢，它产生的作用呢，就只是一种表面的功夫，表面的敷衍，以至于说呢，那种深入基层的、深入根底的那一种力量啊，已经没有。所以从时下这个宗教百态啊、万教齐发的现象来看人类的信仰，那么我们必须清楚了解，人都只是对宗教一时的迷恋，那么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到心性上。那么包括我们道亲，如果自己不知道在心性上着力啊、下功夫啊，那么道亲也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会被这一场大灭绝所淘汰掉。这个是我们讲道之宗旨，要来分析为什么道跟教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最近看到净宗学会，这个是佛教的一个团体，他们在推广《弟子规》，推广这些儒家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在大陆那边呢，是办的有声有色，各类人才啊，可以说都出来了，能说善道的非常多。那么我们听了他的言论呢，也非常感动。那他们真正的有心要推动。那看到他们这样子啊，后学也有一个心得，也就是说，他们那些他们这些人啊，出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么反观于我们道场的讲师、点传师，我们有没有他那种力量？有没有他那种能力呢，来推动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两相比较之下呢，就如老前人所讲的那句话，那么我们讲道呢，可能讲不如这些法师啊，那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些人啊，这些教师啊、老师啊出来了，事实上呢，他们能言善道的那一面啊，我们道亲也可能讲不过他们。那他们在办这个会场，他们在吸收人才那种方面的能力啊，也可能是这个道亲啊望尘莫及的。那看看他们的做法，那我想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道落实，或者是推动到整个全天下？像这个中国的每一个分子啊，让他们推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重要的核心在里面。那这个核心呢，不是一本经典，不是一句话，而是呢，我们泛称的那个道。那个道的根本啊，是要抓住啊，没有抓住那个道的根本啊，你能说善道，你很有能力，你办活动，你办学校，那么都停留在一种教化。那教化也很好，教化至少可以安定一部分的人心啊，只是呢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那么所以呢，我们没有能力像佛教这些团体
他们办的这样子风风光光啊，哦，这样丰富又盛大。那么我们只好反求诸己，返归到我们的内在，哦，返归到内在那个自信啊，我们才能够抓住那个以不变应万变，它那个核心力量。所以子贡曾经说啊：“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啊，不可得而闻也。”哦，孔老夫子讲的这些学术、这些知识、这些技能，那么是可以听到的，可以学习的。但是呢，孔老夫子所讲到性跟天道，那么性呢，就是我们要强调的良知本性；天道呢，天理良知。天道就是天理，天就是我们的心。那么了解到那个心性的道理，这个才是孔老夫子周游列国，明传四书，暗传道，它的主要的一个诉求。所以道不讲什么稀奇古怪，道没有新鲜的，道都是古古相传的。老前人常讲啊，你不要想从我的这里听到什么新鲜的，我没有新鲜的。我只有讲圣人所讲的话，先佛所讲的话。那先佛圣人所讲的话，都是教我们反求诸己，都是教我们呢，亲爱人民，都是讲这些。那么在做到这些功夫之前呢，夫子所讲的性跟天道啊，你就必须要悟出来，你那个力量啊，才有办法着力。你这个功夫啊，才能够发得深，发得远。这个是道跟教最大不同的地方。那所以我们看现在佛教回过头来学儒家，用儒家这一套来这个表面是弘扬儒家思想，实际呢是弘扬了佛教的思想。那么不管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其实都是中华文化，都很好。然而我们必须再把它深入分析一层啊。这个武教他们这一面，已经传了2000多年。那么到今天呢，它有哪一些的这种现象产生啊？我们说儒家，现在有哪一个修道团体号称儒家的？好像没有。有儒中神教，儒中神教根本就是道教啊，时下的道教啊，真正回复到像白鹿洞书院他们那个知识分子学到的情况，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那种情况，几乎没有了。也许有，但是我们没有看过，所以几乎没有。那现在儒家在干什么？儒家就是附身在这些学术机构里面，学校团体里面，那他们呢传这种经典，传这些古圣人的教化，所传的是什么？所传的是这些知识的传递。至于心理心法呢，他们呢也摸不着头绪。那些教授学者也摸不着头绪啊。讲到心理心法，他们也是不可得而闻也。那所以说，儒也变成一种教化。但是儒呢，大部分人不称它为宗教，因为呢，它缺乏那种宗教的仪式。
很少有那宗教仪式，除了说祭孔大典有那个宗教仪式，其他的平常是没有。所以呢，儒变成教是附身在学术单位。那么儒家的这个代表人就是教授学者，这个是儒家。那我们说看看道家，道跟教分流啊，那个是很早的事情哦。道会变成教，道家变成道教。事实上呢，老庄那个时候是没有把道变成宗教的，他们讲的都是心理心法，讲的是学术。哦，那道变成教呢，是在汉朝东汉时期。哦，这个张天师啊，他立了这个道教。立了这个道教之后呢，中国的民间把它接纳起来，成为自己的宗教，这个是道教。所以讲到道家，那用老庄来做代表，他们讲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道。那后来的这个道教啊，我们知道变成这些道师啊，这些法师啊，道士啊，那道士呢，吹拂念咒啊，步罡踏斗，这个踩天梯啊，就是都是在搞这个。那这个就变成始祖的教了，道就变成教了。那佛家呢？佛家本来是一个学术思想，来到中国呢，它也不被称为教，它是一种学术的理论。那么中国人很敬重佛家，因为呢，佛家他讲的道理超越了中国人历代圣人他所教的那个范畴，所以中国人把它接纳，而且呢，它跟中国人所拥有的道德伦理的观念呢是相合的。后来佛家呢的思想深深扎入了中国人的心，但是后来呢，佛也变成宗教了。佛的教法已经不是道了。你看佛家来到中国之后，他不再托钵了，不再住在树下，不再到山林讲学了。但是呢，在这期间呢，还是有祖师大德出现，所以呢，佛教还是兴盛一时。那么一直到大概到南宋以后呢，偶益大师自己讲，南宋以后啊，中国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比丘啊。他讲的这句话很符合济公活佛的视线。那么因为没有比丘了，济公活佛视线一个这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主要呢是为了点醒这些和尚，救度这些愚昧的众生啊，所以用了这个疯癫的形象。所以偶益大师他讲的这句话，他是很有可能。南宋以后，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有一个开悟的人，有一个正道的人，几乎很少，没有看过了。有念佛成就的人，那么佛教这些法师后来呢，专注于这种经忏的仪式，专注于这个敲打念唱，不再做讲经教学，不再做呢这个深入心理心法。所以呢，佛教
到现在给人的观念，那就都是一种迷信的观念。专门为超度死人而立的一个宗教，这个是佛教。你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到现在他是为了超度死人，只有死人的地方才听得到佛号。平常你放阿弥陀佛的佛号人家还会以为你家里有什么人过世了。这佛变成教这是非常的可悲的现象。再来看基督教、回教，你看基督教那12门徒，12门徒有跟着他了，都回天了。那个叛教的那个犹大可能没有回天，但是呢，他实现一个反派的一个作用那么他也有一个示现的作用，也许他也有回天，因为他是演反派嘛，演反派也是不得不要彰显基督的德能就好像佛教里面的提婆达多，他是演反派，那么他虽然呢这个抵制佛的行为但是呢他最后呢还是有成就。虽然他堕落地狱，可是呢他堕地狱呢是在享受，而不是在受苦。再来我们讲到回教，回教可以说是最虔诚的教徒我非常的佩服回教的人士。那么回教的人真正的在自己的本分上、自己的岗位上用心的来生活，那回教人是非常的虔诚。那虔诚的程度其他宗教都没有办法比。但是呢，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听到了回教都是为了政治，都是为了国家，都是呢为了个人的利益来发动战争，来造成了恐怖活动打着圣战的主义来进行世界的破坏，这个就是回教。那么一个道会这样吗？所以回教呢已经实质的变质了。但是呢，他真修10天的人还是有，只是呢，他普遍的力量呢已经转移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道之宗旨，道跟教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要说道到底是什么？道是一种宇宙的主宰这种时空之中的一个主宰。那这个主宰呢，不是一个人，那也不是一个力量那么你说它是自然呢？也许就是自然吧，因为呢，道法自然嘛，那一种自然的规则在运转。那这个核心呢，我们把它一种人格化，叫做老母。所以老母并不是一个形象，它是一个代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它就是一个空的本体。那宇宙的真主宰，所以我们中国人讲无极而生太极，那个无极的状态就是老母，就是宇宙的真宰。那无极为什么会生太极呢？这个就是一种道法自然的现象。那太极一定会生两仪，两仪会生四象，四象再衍生八卦，这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生灭变异的现象，那就是一种道的运转。那么在道的运转之中，人在其中人有没有包含这个道呢？这个道
演化的过程当中，就演化出万物，万物呢之中呢就包括人，所以呢每一个万物的一个形成啊，都是一个道的本体的示现。所以你看，那么道呢，用性理的方式存在人体之中，所以呢人才有性理。那万物呢？万物有它的物理，有它的事理，有各种理，那个也是道的示现。但是人的这个是因为这个性理啊，所以呢，人成为了万物之灵。灵是灵在人跟那个性啊，是可以感通的。哦，那么人可以跟性是一体的。性来自于天，我们刚才讲这种宇宙的主宰，天呢就是我们所代表的那个道的那种空相。那么这个空相呢，形成了我们的性理。那性理的变化又有心理的变化，又产生生理的变化，所以形成一个人的样子。所以道其实在讲，是讲人的这个性心身，哦，三位一体。但是我们讲到性理，是因为性理是个核心，这个核心呢，会把人的身啊变成各种不同的身。哦，这个我们以后还会慢慢讲到。那我们今天讲到我们的良知本性啊，就是一个道的一个本体。啊，中庸讲率性之谓道，率就是一种这种自然的流露，哦，流露出我们自然的这种本性啊，那就是道。所以天理良知，所以道在性上是至善，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烦恼。哦，它是光明的，所以我们上次讲，老师并没有传道给我们，他是指引给我们，因为我们忘记了有道，忘记了找到道那一条路，因为呢，就好像这个镜子，我们本来像镜子这么光明，那镜子已经染污了，我们把镜子上面的染污呢，把它擦掉，就看到光明了。所以就看到道了。所以道那个镜子不是用擦的，镜子不是擦出来才光明的，而是呢，它本来就有光明。那么你必须把你的染着放下，你的烦恼放下，那个光明才会跑出来。所以道都一直在，性理一直在我的身上。只是呢，你有没有觉悟而已。那么既然心理在我身上，那我跟佛，我跟圣人，跟这些神明啊，我跟他们是一样的，我照样可以知道那个回去的方法。我可以来来去去啊，我可以这个尽虚空遍法界啊，游遍十方啊。照理讲应该是这样子啊，现在我不行了，所以呢，老师来告诉我们，你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那道呢，所以说是圣相传的心法，性理心法。圣相传，也就是说，当人啊来到这个人世间，他在处理他的人世间的事情，他的责任，或者是说他的愿力跟业力，那他处理完了，照理讲呢，他应该就要回家了。结果呢，他没有回家，没有回家，在干什么？迷恋在六道轮回了，迷恋在人世间了，忘了回去了。
那这一迷恋呢？迷恋多久呢？我们道场讲6万年来。那实际上到底多久呢？那当然这个说法跟科学家的说法是不太一样。那我们依照道场的说法，6万年来都在迷，忘了回去了。你看你6万年没有回家了，你还找得到家吗？你找不到家了。那必须有谁来告诉我们，有一个从家里面来的人，这个就是名师，来带着我们回去啊，来指引我们回去的路啊。那名师呢，他不是只有这一次才有哦，我们代代都有圣人出来在教我们，只是说呢，道有显有隐，显的时候呢，就好像呢，这种比较盛大的、比较兴盛的样子；隐的时候呢，那就是默默的传，单传独授。所以圣人呢，是代代相传的，代代相传，把这个道呢交给人。那现在人心已经这么乱了，道为什么又可以出来呢？那就是因为五教啊都已经开过花了啊，哦，这些圣人啊都已经来过了啊，这些圣人来过了，把他们该做的事情，他们的使命完了，完了之后呢，你是不是要结果了呢？开花结果啊，你这个果不出来，你这个开的花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最后呢，还有这个名师啊，来教我们呢，先得而后修。这个法门啊，相当殊胜，相当难得。我们得到这个法门，我们可以依照古圣人他所传下来的修法，一步一步去做。哦，依照道之宗旨的原理原则，哦，来的亦步亦趋啊。那这样呢，自然就会达到我们回家的路。这个是道啊。所以我们刚才在讲这些法师啊，这些老师啊，他们那个表现的方式啊，那都比我们高超太多了。可是呢，他们这个核心没有，哦，没有这个核心啊，没有这个信理心法，这个名师一指这一点的妙要的灵妙。那所以呢，他们表现出来只是呢，枝枝叶叶，看起来好看呢，实际上呢，没有根。没有根啊，没有根，就是说他们没有入手处。他们知道中华传统文化很好，好是好在哪里？好在他的身体健康了，事业顺利了，家庭圆满了。哦，他们认为呢有所改变了，好，他们的好是好在这里。结果呢，这不是啊，那是顺便的啊。你信理心法，你的这个道心的流程的那些是顺便，自然就会这样了。就好像我们说神通，神通不是修来的，神通是本来具足的。你的良知本性开启了，那些神通就具足了。所以你怎么还会有病呢？会有老呢？会有这些世间的障碍呢？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根啊。所以我们得到名师一指，跟这些世间的人、世间的教授、老师、法师、道士最大的不同，是因为我们有名师一点这样的一个依据。这个依据呢，是我们可以超生了死的方法。我们知道这些五教圣人的心法的一个秘诀。那所以呢，我们虽然讲道，可能讲不如法师，办这个法会呢，也不如这些老师，不如牧师啊，
不如这些阿訇啊、穆斯林啊。你看回教朝圣的，每一年哦几百万人啊。天主教教宗一出来啊，哇，几百万人臣服在他的麾下。你看这种力量，这不是我们道清可以做得出来的。那么我们凭什么还可以说道比较还要殊胜？那因为道呢是深入根本，是深入心理心法。道呢是讲这个良知本性，是讲这个你要真正的落实，把道呢透过你的身心表达出来。所以你讲很多没有用啊，你必须呢把它做出来。哦，你看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哦，孟子也是周游列国，历代的这些有心的这些圣贤啊，都是在他们的岗位上来做的救度生民、帮助众生的事情。哦，这个是圣圣相传的部分。那道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啊，所以说，道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不可虚于离，就是说你每一件事情啊，都是处在道之中。没有道，那么你没有办法立足在这个人世间。事实上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哦，儒家的道告诉我们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告诉我们敬天地礼神明，哦，孝父母、重师尊、爱国忠士、促进世界大同等等的这些做法，这个是儒家的自然之道。那么你行三纲五常，你敬五伦八德，你就是恢复自然的生活。那恢复自然的生活，那你就回归自然了，天地悉皆归了。那结果呢？我们现在呢不做这个，我们看不起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认为是古封建啊，旧思潮啊。大家呢一味追逐时尚、科技，哦，把这些传统文化把它丢弃掉。那你看，我们刚才讲卢安达那些非洲的国家，连米都没有得吃啊，饭都没有得吃啊。那除了他们的因果业报之外啊，事实上呢，他们也没有符合自然的生活。你看，他们为了耕田，为了耕地，把这些树木都砍掉，都砍掉了，结果呢，树木没有了，就不能够调节气候，不能够调节气候，就造成山洪爆发，哦，造成了气候不正常，气候不正常，植物呢都养不活，他们的农作物没有办法生长，所以呢，你看啊，越愚痴就是越堕落。那这些怎么办呢？这要有人教他。谁来教他呢？要觉悟的人来教他。哦，懂得的人来教他，明理的人来教他。教他们要懂得敬天地礼神明啊！你看我们开宗明义的道之宗旨第一句话，敬天地。天地是多么重要啊！哦，天生地养，天给我们这些资源，地呢养育我们。那么你天地你都不敬了，你怎么还有办法行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呢？那么天地是什么？天地就是这气候异常了啊，山洪爆发了啊，哦，海水上涨了。这些现象是怎么来的？
都是人的心引起的，这不是自然现象，是人心。那为什么不是动物的心呢？因为动物没有是非善恶，只有人有是非善恶。人那个是非善恶的那个负面的念头啊，它会充斥在整个磁场之中。那他们做了这些动作，结果呢，就遭受到自然的果报。那你砍伐森林好了，森林呢报复你，让你没有营养，让田没有营养，让雨水不来，让你作物不能生长，结果你就挨饿了。所以是人啊，那这些人呢，要有人去告诉他，真的要有人去告诉他。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啊讲经说法，用现在的这个趋势来讲，用科技的这种传道方式啊，还比以前的这种挨家挨户拜访还来得有效。用这种网络啊，用卫星啊，用这种科技传播的，真的还来得有效。那现代人呢，很忙碌啊，忙着自私自利啊，忙着要享受啊，你去找他，他也不愿意啊。你虽然有心要花这些时间啊，去关心他，他也没有空陪你，他也不想陪你，甚至呢，他也不想听你讲这些什么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但是呢，我们用这种科技的东西啊，没关系啊，你一天24小时，你有空的时候你就来听。我一天24小时在讲，我用这种卫星，用这种网络，用这种光碟，你想听就听，不怕你不来啊，就怕你不听啊。你只要听了一句话，你受用了，你懂得去觉悟了，去明理了，这样好了，你就会去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你知道了，这个2012年可能世界末日快要来了。我们做一步是一步哦，我们不能等待着这个世界毁灭。那我个人要怎么做？我个人赶快敬天地礼神明，孝父母重师尊。遵守这些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从这里做那就对了。你不用去烧香拜佛，你不用去呢参禅打坐，更不用去呢朝山啊、会林啊，都不用。你就在你的人道上好好的做。你到了公司上班，你就做好员工的角色，做好主管的角色，把人道做好了，天道就可以顺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啊！白杨师集儒家因缘告诉我们呢，就是要叫我们做这些啊。那这是道啊，真正的道是这里啊，并不是在学术啊，不是在庙堂啊。你光研究这个孔老夫子的思想，这个朱熹的思想，你光研究这些有什么用呢？大家都想听这个深奥的心理心法，结果呢，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孝父母重师尊，没有一个人呢愿意敬天地礼神明，那你还不是照样毁灭吗？你做一步，你要把它做出来，做出来再说啊！做了再说的人是圣人啊，说了再做，那还不错，还是个贤人。那么不说也不做，不说也不做，那是平凡人。说了不做，那就是骗人嘛，光会说不会做。所以老师、讲师，这些讲台上的这些法师，只会讲不会做，那是骗人，那比凡人还要差。你看老千人这里讲，
我讲的道理啊，找新鲜的没有啊，道理的哪有新鲜的呢？好比讲我们这个孝悌忠信，哪里有新鲜的？5000年来都讲这个，那么你现在讲这个，你不讲这个，你就是没有人格，你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那么你还算在修道吗？没有，你不是在修道。所以现在呢，我们道场有所谓的这个办道的道场，有所谓修道的道场。那么办道的道场认为呢，点道去弘道，这个就是修道。那修道的道场呢，认为呢，这个就是研究道理，哦，注重心性，这个就是修道。那后学是认为说，各有所好啊，各有所偏啊。那各有所偏呢？因为修道的团体，它注重心性，可是注重心性呢，它不是在人伦纲常上注重，而是在呢那些深奥的道理，哦，讲空性、讲无为的这些道理在深究。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出来呼吁这种儒家的思想，孔老夫子的言论，哦，这才是今天到了宗旨的所要推动的。所以你看，我们道也是讲敬天地以生民，哦，孝父母忠师尊，这些呢都是平常的道理。你把人道做了，这个就是达到和谐的社会，哦，安定的社会，哦，和平的世界。所以联合国在提倡世界和平，提倡了30几年，到现在没有世界和平。请了那么多学者专家，哦，甚至呢宗教人士去演说，去推动，结果呢没有办法推动，没有办法落实。为什么？当然了，主要的是国家有各个国家的考量，然后认为那个遥不可及。那每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是说这些领导人，都认为这个太遥远了。学者专家所讲的，宗教人士所讲的这些道理好，可是呢做不到。所以呢大家听归听啊，没有人愿意去做。所以世界和平永远也找不到曙光啊。那为什么会认为遥不可及呢？那就是因为啊，学者唱高调，他讲的这些道理啊，不是生活上的道理。那不是生活上的道理，大家不可能回到像以前修行的样子啊，也不可能去出家啊，哦，去躲在山洞里面过了这个清苦的生活，大家不可能这样子，所以会认为做不到。但是呢，今天名师告诉我们，修道已经不是这样子了。修道呢，就是在家庭，家庭就是道场，你公司就是道场，你团体就是道场。所以说，道不可虚于理也。不可虚于理呢，是在每一个生活细节、每一点每一滴，哦，在那个当下的时空之中啊，你都有到位一个道体的朗现。哦，比如说你一个人，你在这里讲话。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哎，你为什么会讲话？你为什么可以讲出这些话？哦，那你为什么可以把这个画面呢，把它录起来？这个都是道在其中啊。如果没有道的那种奥妙啊，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哦，就像一个纸张你被做出来，一个纸张被做出来。
那也是道在里面了。被这个树木，你把它培养，长大之后，然后呢，你把这个树干取下来，你把它这个磨碎，制作，然后呢才有纸张。那你纸张要写，用圆珠笔也要制作。那你写什么东西，你还要有内容你要去学习。这个无一不是道啊，哪一个不是道？所以佛家讲哪一法不是佛法，其实呢都是同样一个意思。所以为什么会做不到呢？不会做不到，只是呢没有人知道。所以呢，这些我们要透过教育的方法来推动。教育呢，必须呢身体力行。我们这些修道人必须呢有责任呢，把这个大道呢推到每一个角落去。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走到每一个国家，可是呢，我们可以透过科技的方法。我们用书籍、用光碟、用卫星、用网络，这个都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只要机缘成熟，那么这些领导人还是有可能会被点醒的一天呢。你看我以前我一直跟我太太讲，你不要晚上回来都在那里看电视啊。你也要看一点有意义的节目啊。然后你都看那些连续剧，把自己的内心搞得乌烟瘴气的。那小孩子跟你看这些，小孩子也被污染了。你为什么不看一些有教育性质的东西呢？那么我常常转净空法师的电视台，特别是为了转给他看的，让他听一听。那在我在场的时候，他就跟着听。我一离开上个厕所，又转台了，真的是受不了。那为了教化他呢，我就不断的要播放给他听，一直到现在他自己主动愿意听了，然后自己想跟我要这个净空法师的片子来听，哇，真是难得，非常高兴。我想说其实不会没有结果，你撒下了种子总有一天会有开花结果了。所以我太太愿意听这些圣贤人所讲的话，老人所讲的话，那他呢自然有受用的一天嘛。听久了，他熏习久了，他自己也会改变，自己也会接近这个道，自己也会学圣贤。那这个不就是道的教化吗？所以道的教化从自己做起。推而广之，正己而成人从家人做起，从社区做起，从你的公司团队做起，再到社会国家，再到全世界，这个是大同世界有期待的一天是绝对有可能。尧天顺日的理想就掌握在每一个人的手里。如果说我们今天知道得到这个道是这么宝贵奥妙的话，那么我们赶快好好的来力行，好好的来推动，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明师的教化接受佛的这种力量在推动，那加上人的力量在配合，那天人合一天人合一道就成就。所以重点还是要人光靠天也不行，人没有天也不行，天没有人也不行天人合一来做，那道呢就能够成就我们一条通天之路。天之路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认为修道就是呢去道场接近道场就是听经闻法，就是呢念佛念咒，或者是说呢就是呢
这个参禅打坐，还认为这个是修道的功夫的话，那么你是错用功夫了，不是在修这个。你的脾气毛病一大堆，三纲五常没做到，你这怎么会是修道呢？错用功夫啊，迷昧颠倒，这个叫做逐妄失真啊，逐妄失真，没有办法见到道。所以道的力量为什么这么样无形？为什么这么样伟大？为什么这么样不可思议？就在你的一念之间的转变啊，你的世界就跟着你改变了。你看，你立志走向圣贤这一条路，你周遭的这一切就跟着你改变。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修行人住世的话，这个地方免于天灾地变了，甚至这个国家的国民都会受到庇荫了。所以你的这个修道，大家早安。孔子将世间的人啊分为5种等分，号称五夷啊。那么孔子在回答鲁哀公的话里面呢，他分说呢，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这个叫五夷，5种仪态的人啊。那么什么叫做庸人？庸人当然就是庸庸碌碌，没有什么见识，那么也不存规矩，嘴巴也讲不出圣训格言啊，也不会择贤以脱身啊，不会力行有自见啊，见短不见远，见小不见大。所以呢，从流合污啊，这样的人呢，不晓得他的一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个叫做庸人。那什么叫士人呢？士人就是一般的这个好人啊。那他心有所定，那么也有他的理想，可是呢，就是还不能够达到这种入道的境界。那么虽然他也有一点学识啊，但是呢，为了三餐，为了家庭，为了前途而忙，所以这个尽了一生的努力啊，还不晓得他的目标是什么。那么他的钱赚再多，对他也没有帮助。那么他的贫困呢，对他来讲也没有什么损害。反正呢，他可以呢，与这个跟世间的环境啊一起生活下去。那么孔子认为这样的人是属于士人。那所以士人号称读书人啊，其实你看读书人，他还有很多的分别上的不同。那么孔子在五夷里面说的士人啊，就是指一般的士农工商的人。那当然还有一点理想，还有一点那种理想性啊，还有一点为前途、为家人而努力的这个奋斗心啊。那么什么叫君子？君子就是言而有信君子呢，他呢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把君子的说法说得更简单一点，那就是呢，君子啊，他的这个每一个念头啊，都是为别人好。那这样的人啊，堪称为君子。所以你看，每一个人
他的念头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啊，都是庸人之辈啊。但是呢，有了才艺，有了技术之后呢，他就不能够算庸人了，他那算是刚才讲的世人，但是他不会为别人着想，所以呢，这个呢还比不上君子。一个君子的位阶啊，至少出发点都是为别人好，啊，一念为公啊。那么贤人呢？贤人就是讲出来的话，说得到，一定做得到。哦，这个人呢，有才有德啊，但是呢，还不那么够完全。哦，还不那么够完全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德啊，不能够遍及到整个社会国家，但是呢，已经普及到地方了，这是贤人啊，也算是呢很不错的一个修行的典范。那么讲到圣人呢，就是与天地合德，哦，与鬼神合吉凶啊，万穷万物之宗旨啊，携大自然之气象。那么他知道跟整个天地万物鬼神合而为一啊，那所以呢，圣人的范围啊就更加的广，他所考虑到的那不只是众生而已，就不只是人而已啊，他考虑到世间万物啊，当然包括在众生里面，所以呢，他可以明白像日月一样，他的言行像神明一样。啊，一般人不晓得他有道德，啊，好像是住在隔壁邻居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而已啊。那么这样的人呢，自以为无功，自以为无德，自以为无能啊。可是呢，他的这个道德已经超越人世，已经呢化及万物了，所以这样的人被称为圣人。所以孔子说啊，有这5种人格的人。那么我们今天讲道之宗旨啊，我们以儒家为主要的修行目标，哦，修行的依据啊。那么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我们自己就要有所这个依据啊，有所理想，有所目标啊。哦，我们讲到这个道之宗旨里面有敦品从理啊，敦品从理呢，就是说你个人的那个标准，哦，你的水准要放在哪里，你的理想要放在哪里。那么如果说用这5仪跟这个佛家的5种等级来分啊，那么圣人就等于佛。哦，对于宇宙、人生、万物的事情都很清楚明了的人，那称为我们中国人叫做圣人，印度话呢就把它叫做佛。那菩萨呢？菩萨就是帮助佛的人，所以菩萨的境界呢，也已经是到达这个佛的境界了。只是呢，他要做众生跟佛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呢，他还是一个菩萨的一个这个相啊，所谓的这个流业润生啊。那菩萨等同于贤人。那么君子呢？君子等同于阿罗汉。啊，君子呢是一个儒家修行人啊，他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在佛家的修持啊，最小圣的、最基础的，你要证到这种4果的阿罗汉啊。哦，阿罗汉这个是属于出世间的圣人。
也就是说他已经不用再轮回了。这是阿罗汉，所以阿罗汉的境界有点像儒家的君子的境界。那你如果说严格来比你会认为说不伦不类怎么这样比？但是呢，强而比之勉强来比排他那就是这样子。阿罗汉已经超越世间了，所以呢，我们儒家在讲到君子，其实呢，他就有一种超越世间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为众生的，所以呢，世间对他来讲，并没有苦难，并没有特别的要去关怀的对象，因为呢，他所关怀的是全世界的众生，每一个人在他眼中呢都是平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这个君子。那么再下来，就是所谓的庸人，所谓的世人。那庸人呢，就是一般人同流合污的这些众生那世人呢？世人就是说他还是有一点修行还是有一点了解，只是呢，要修不修可上可下，这个是世人。这个是佛家的世人。那所以从这五仪来看我们自己的理想，那么一个有道德的人，他也不会多讲什么话有信义的人必然也不会讲太多的话，有才谋的人根本也不需要多讲话，因为言必有重，我只要讲一句话就抓到核心了。你看言必有重这句话呢，是孔子称赞这个闵子骞的这句话，言必有重。那闵子骞已经达到贤人的境界，所以一个修行不再话多，话太多了反而呢造成了各种误会那么我们今天是逼不得已要把这种道的理念推广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必须呢将师尊师母的妙药这个明师一指的大法要教给大家。那教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普及的教导到毕竟呢，我们呢都只是在学中觉，觉中学。那么呢，从觉悟多少道理做出多少言行，一步一步来修所以叫先得而后修现在呢，我们有这个机缘，先得而后修。所以呢，有人认为没有开悟的人，那他是没有资格在这里讲课的，他是没有资格讲经的。那么道场有很多资深的人很看不起一些后学，认为他们的话太多，言之凿凿但是自己做的不怎么样。可是呢，这样呢也有一个盲点。这个盲点就是说，点传师可以讲话，这些长辈可以讲话，后学们都不能够讲话，这样呢也成了一个盲点。那点传师的错，没有人敢跟他讲。点传师也没有开悟，所以呢，点传师也一定有偏差的地方。那他不准别人讲，但是呢，他自己呢也不一定做得圆满。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只能够说了，这个依法修行，儒教修行，要根据着经训来走。最近因为看老前人他所留下来的这些文章，
这些典籍啊，你会觉得说老前人的话，你真的把它读熟了，那这个道就已经很清楚、很了解了。啊，你看他的讲道里面跟他的文章里面，他总是有差异性的。讲道是率性而为啊，看到什么样的听众就讲什么样的话，都是很口白啊。而且呢，直指人心呢、啊，哦，当场的人需要什么样的讲法，他就怎么讲。可写文章不一样啊，写文章是自己有所心得，然后把它笔记下来，或者是说自己看书有什么样的体悟，然后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是，可能是呢那个当下之敏啊所记录下来的言论，所以写的文章看起来呢就比较深，啊，引经据典，啊，读起来呢会比较呢，要有深度一点。那么老前人的书里面呢，这两种文章通通具备，也就是说他有演讲的，也有自己的心得感悟的。那所以我们依照老前人的这个经典，哦，老前人的教诫来修行，那这样就绝对是没有错误。啊，我们现在呢，道场啊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说呢，训文太多。那训文是先佛留下来的，先佛留下来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呢最圆满的，哦，一定是呢最珍贵的。可是呢，在老前人归空之后，天命已经不住持了，真正有天命的长者不在这个人世间了。那所以呢，老前人在还没有归空之前，先佛就曾经讲过，大德者不在了，哦，以后再来讲话了这些先佛，再来批训的这些先佛，你们也不晓得他到底是佛，到底是魔，到底是山妖水怪还是圣贤菩萨，你也不晓得。啊，你说依理而修，依理来修，那么可是呢，你这个依的理啊，你怎么判断是真伪？哦，是虚妄或者是真实呢？人的智慧如果没有达到像君子这样子，没有达到像阿罗汉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啊，你没有办法辨别真伪。所以即使魔来批训啊，我们也可能认为很有道理啊。但是很有道理啊，不一定呢适合我们现在众生的根性来做啊。所以呢，这个呢一定要非常的谨慎。那么老前人的这个遗书里面呢，所以他留下来的经典之中啊，有这个讲道集，哦，有这个讲道的集要，有演讲集，有真言集，啊，有这个雨林杂记等等啊，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来根据，哦，让我们来这个深入探讨。所以要知道道的宝贵奥妙，其实呢，我们就从最可信的老前人的这些经教啊，那就最好了。啊，这个真言基层里面呢，老前人已经摘录了很多这个古时候圣贤人所讲的话，所以在这些圣贤人所讲的话，你可以把它一一的研究透彻，那就已经不简单了。所以，我们道之宗旨也是希望能够依着老前人的这样的一个精髓，他的一个精神啊，那他的这个文章的一个叙述啊，来讲述给大家听。这样的道之宗旨呢，我们就不是呢，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虽然道呢是无量无边啊，无处不是道啊，可是呢，你总是要有一个真理的依据。那么我们今天最好的依据，反而不是训文，
反而是呢老前人这留下来这些经书啊。训文呢，深者见深，浅者见浅，然后也有文言的，也有白话的。巧妙虽然不同了，但是呢，必须自己去悟啊。那有的人呢，根性没有那么利，他也看不懂，甚至呢，他也悟不来。那所以后学建议呢，大家应该呢多读老前人的书，白水老人所留下来这些经典，好好一个字一个字来咀嚼。那他今天呢，他讲了这一篇，得道、明道、修道、办道，结果才能成道。那么得道，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得到了，至少我们都是在老前人之前求过道了。那么老前人的天命是毋庸置疑。那么老前人之后才求道了，那么谁也不敢讲，各有各种说法。那既然各有各种说法，我们就暂时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你看那个孟子，孟子是学孔子的，那么孟子的老师是谁呢？孟子的老师啊，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所以孟子跟子思也没有见过面。那子思呢，跟这个曾子虽然有见过面，但是呢，到底是不是曾子把这个心法传给子思的？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从孟子的例子啊，我们可以知道说，虽然孟子没有受到名师当世的这个指引啊，但是呢，他从经教里面啊，也可以悟到名师的这个心法，祖祖相传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大道。所以以经为师啊，以古为师啊，以诀为师啊。那我们现在道场最可信的、最有公信力的、最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老前人的这些经训。那么我们研究老前人的经训，能够进入道的宗旨奥妙，那这样呢，就是最好的途径。老前人在这边里面讲到，佛经开经记，他那一首话，那一首诗啊，得道明道，那就是用这首记，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就没有比这个再高过去了，也就是说，它已经是讲到最圆满的。没有再高过去的，也没有呢比它更深了，它已经是最深了。那么没有最高的，没有最深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妙法？那当然了，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自己良知本性，我们内在佛性的一个根本妙法。那这个妙法是什么？妙法祖祖相传，就是这个真道。那么我们今天得到，得到了之后，我们就要想办法来明这个道。这个道呢是无上甚深微妙法，而且呢百千万劫难遭遇。你看，你前100年你求不到道，后100年你也求不到道。甚至现在有人就已经在讲，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来传道了。当然时局纷乱，我们实在是不得而知啊。
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老前人之前就已经求到了，那恭喜你，你已经有得到了。那你得到了，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今见闻看到了，听到了，你有没有得到呢？你虽然看得到、听得到，你有没有办法得呢？要怎么得呢？你要受持，受持，受就是接受啊，持就是行持啊。所以老前人这里讲明道修道。你今天见闻了道，你要去修，你要去悟啊，你要去了解。那庄子讲有真人而后有真行，而后有真知啊。就是说，只有人已经是达到真人的境界了，那他的这个言语示现啊，他才是一种真知啊，他所行出来的力量，那才是真行啊。所以有真人而后有真知，那么你是不是达到真人了？真人的标准，就是你已经明心见性了吗？你已经是悟后起修了吗？那么在我们道场，实在是没有一个人敢讲，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他已经开悟了。所以现在开悟的人很难找得到。那老前人在世的时候啊，我们相信他已经开悟了。他也有他的这个神通啊，但是呢，他也不愿意示现。那他不愿意示现呢，他种种的这个言行里面呢，这个言必有重，就是他讲什么以后的发展就真的如他所讲的这样子。那可见呢，老前人是个开悟的人。那他叫我们修道办道。我们今天要把修道办道了，要把它说清楚。你修道是修自己的脾气毛病，这个跟别人没有关系。那么别人呢考验你，也是在修你自己的这个宿习的这种业障，修你自己本来的这种良知本性。你的良知本性是圆满的，其实没有要修的道理。那因为呢，给你太多了这些烦恼障碍，这有可能是你跟人牵扯起来，或者是说你自己招了出来的。所以呢，今天要去修道。所以修道在这里修，从脾气毛病上修，从家庭生活里面修。从见闻觉知里面去修。那么要从见闻觉知里面去修，这个是相当难。以现代众生的根性可能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谓反文字性性成无上道。那么用六根的根性来证明自己的根性是圆融无碍的，是大圆净智照遍山河大地宇宙万物。所以宇宙万物就是我的自信，每一个视线、每一草、每一墨都是我自信的呈现。所以风在吹鸟在叫了，太阳在照了，这个都是我们自信的呈现。这都是因为心现事变所造成的我们这个视线的相。从这个相呢，看到我们的根性；从这个根性呢，知道我们那个如如不动的道体。这个如如不动的道体呢，遍虚空尽法界。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修啊。当我们没有在修道的时候，我们现在讲没有在修道，说是指道场人来讲，
道场在讲你要修道啊，你要常常来道场啊。当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其实你看我们的自信啊，朗朗乾坤啊，都映照在整个三河大地上，都显现在这种大圆智境智上。啊，我们的阿赖也是从大圆净智变成阿赖也是，就是因为你自己想太多了。所以其实修道是要你能够放下。哦，孟子讲求其放心呢。那你如果不懂得放下，那么你真的不晓得修道。哦，我们讲罪性本空，这种烦恼性啊，也是本空。我们大圆净智所显现出来的是这么样的如如不动的一个万象万物啊，但是呢，加了自己的喜好，加了自己的分别之后啊，就变成阿赖耶识。哦，烦恼即菩提这句话，那么这个呢，就是反文字性的道理。你看到这些相，那就是呢，就是你的菩提啊。所以没有菩提也没有烦恼，没有烦恼了，当然也就没有菩提了。所以烦恼即菩提啊，其实这个在讲我们是修道办道，修道办道其实就是在明白这件事情。那我们我要解释一下办道，什么是办道？办道呢，我们号称呢，请人来佛堂求道，这个叫办道。但是呢，真正的定义啊，这个不是办道，这个叫点道。我们名师传给我们法，传给我们这个祖祖相传的那一点啊，那个是点道。那么点道之外的这些仪轨，或者是这些道场的礼节，或者是说这些成全的动作，这些呢叫做办道。所以办道，在你没有点道的时候，其实你都在办道。点道这个是唯一我们跟人家不一样而已啊。其他的我们跟各宗各派各家这个做法，通通都是一样的。那他们有他们的修法，他们有他们的这种仪轨，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修法，也有我们的仪轨，其实呢是大同小异。那最不一样就是点道。所以呢，这个道呢，有加上名师的这种点化的作用，有祖祖相传的这种传承的命脉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得到明道、修道、办道，是要懂得我们已经得到名师这一指点。所以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今天见闻受持这些名师教给我的这个大道，那么我为什么会见？我为什么会闻？我如何受？如何持？这个就是我们用功的地方。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真实义是原则上是不用解，但是呢，你要放得下，你要看得破，那么如来真实义就在你的眼前。那所以说，一灯能破千年暗，这个名师一指啊，点破了我们千年的愚痴啊。我们最大的幸运是今天有道可求，有道可修，有道可办。如果说没有求道这件事情呢，
我们也没有道可修，也没有道可办。那么我们跟一般的这个世间的宗教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们是在修福报，我们没有办法修功德，因为我们看不到什么叫功德。然后天堂、地狱在一念之间呢。那么从现在起，你打扫自己内在的垃圾，不要把别人的垃圾、外在的这些污染放到你自己的心中。完全的洗刷干净，成为自己的这种新的莲花果。所以自信天堂，自信理天。儒家讲的大同世界，他没有讲彼岸的净土，因为此岸就是彼岸。那么你到了彼岸，你没有这种清净的心，你到了那里还是秽土。其实你根本达不到。那么你在这里呢，你有这个清净的心，你看了世间的这些现象，其实这个就是净土，理天就在这里。所以想到楞严经那句话，我们今天呢，办道结果才能够成道。得道、明道、修道、办道，结果才能够成道。成道是成在自己的那种根性上，自己了悟到那一份这个清净光明，那个圆满具足的那一份自信。那所以说，道其实不用说，道其实不用讲。道其实不用修，但是呢，因为这个现象啊，太玄远了，太无为了，太空洞了，众生呢听不懂的，所以呢，儒家收远了，有它的意义啊，就是儒家专讲你懂的东西，儒家专讲了这些最基本的做法。你把人道做好了，你刚才那些境界，你就可以慢慢的成就了。你今天一下子说自信就是天堂，你说这里就是理天，那么谁如何理解呢？谁如何感应呢？大家没有那个根性，更不用说悟后要起修了。我们呢只能够一步一步了，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呢，慢慢的来修习。那么重要的呢，是在那个去除的阶段。所以修道是看谁去的多，谁舍得多，他不是看谁在道场多。在道场的一切理都是一些空花假景镜花水月。所以呢，老前人又告诉我们：自觉、自修、自动、自办、自强。自觉是内心的要求效法天地，这个效法这种日月，以救世救人为本我，以大物为自己的分内事的。所以天下事就是我的分内事，宇宙事就是我的分内的事。那么今天我们地球暖化了，这个小冰河的时代来临了。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我的事情？对一个修道人来讲，没有错，这个就是我的事情。那我要怎么样改变世界呢？改变世界的方法，就是从你自己格物致知做起。你要懂得格物致知做起，那你就是有自觉的功夫当然不办，我要独行。
想想自己一生啊，到现在对人、对事、对物、对道场、对父母、对于整个社会国家、对于师尊师母，你有什么样的贡献？那么你造了多少业？你想想呢？你这一生，你是不是要忏悔、要感恩？有时候想起来，这个就是我们自觉的力量。如果连这些自觉的力量都没有啊，那么你要自修，你要自办，你要自强，这个都是空口说白话。只有自悟到我本来是跟圣人是一体的，我本来就是佛。那为什么别人成佛去了，我今天呢还是在这里？所以这个孟子他讲到，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君子终身的忧虑是什么？终身的忧虑就是说，尧舜为什么可以成为尧舜，而我只是成为一个匹夫，这个是君子终身的忧患。你看孟子讲的这句话是非常的觉悟的说法。当一个人他没有办法了解到说他自己是那个尧舜的本体，所以他做出来的事情就是胡作非为。这个因循苟且，顺着他的习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反正你要拿我怎么样？那么这个业习从此越心许就越严重。所以六道轮回是越轮回是越严重，严重到最后呢，在地狱受苦，受苦到最后才慢慢有一点觉受的力量。那么我们今天不要这样子，我们今天呢，好不容易有名师来传道给我们，那么又有人呢来告诉我们道德宝贵奥妙。那么我们又可以借着名师的道来成就自己，成就别人，来挽化世界，来这个治理世间，来平天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为什么不去做？所以自觉，老前人要我们先自觉。以前是以苦为师现在呢？以觉为师，觉是要自觉，觉不是人家帮你觉，不是经典，不是点完是帮你觉，更不是仙佛他帮你觉，你要自觉。只有自己自觉了，那么你才能够呢，在这六道轮回的痛苦深渊之中超拔出来。这自觉为师老前人讲第二个自修修身修心要修到一心清净，要修到呢后天的这个秉性毛病这个嗜好通通改掉，要修到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除掉，通通没有。因为呢这些呢都是修到了大障碍。我们今天因为有立在觉性，立在这个良知本性上，所以我们发出来的力量呢，那个是非常大的，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毕竟成就的。因为我本来是佛，我本来是圣人，所以呢，我今天开始修，我当然一定可以成为圣人。那么你本来是众生，你想要修成佛，那是不可能的。你如果认为你是众生，你要用尽一切方法把它修成佛，那绝对是这个知见立知知见立知是无明的根本。那么头上安头那不是多此一举吗？增加你的痛苦你就有头了你干嘛还要安一个头你这个知见上立知你想要在你的这个
众生的秉性上啊，去把它好好的修，不对哦。你的出发点是你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所以众生的这些贪嗔痴的习性啊，这些人相我相啊，这些呢都是虚假不堪的，都是虚伪的，都是妄相。既然是妄相，它何来有真呢？它有什么真的可以立呢？所以呢，一切呢，通通把它去除，这个是自修，修是要修到这里修。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反文字性啊？那就是因为呢，我们不晓得自己呢是佛，不晓得自己是圣人，所以呢，我们会试着去反观、反听内在的声音。其实呢，每一种声音都是内在的声音啊！全世界、全宇宙只有一种声音啊！佛家说嗡的声音呢，就是反文字性。其实有一个声音也不对，它是勉强为之声音啊，勉强用一个声音来代表所有的一切声音，勉强用一个字来代表所有的一切真理真道。什么字呢？那就是道啊，所以叫做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这个是自修的功夫，自修的力量，自修上的觉悟啊。只有从这里修，你才知道说你要怎么修。所以老前人第二个讲自修，第三个讲自动。自动，就是自动自发。当仁不让于师，在今天名师传道给我了，我有道，点传师也有道，学长有道，学弟也有道。那么学长、点传师们，他们可以成佛，他们可以成为大仙，可以成为菩萨，为什么我不行？老前人常常讲，我们只是师兄弟我们不是这个师徒啊。老前人不是我们的老师啊，但是虽然老前人这么讲，我们也不敢认为说老前人是我们的师兄啊。毕竟老前人的德范那是太浩瀚了，太宏伟了，那是我们这个自觉自修的一个好榜样。那老前人就是因为自动自发。别人不做了，我来做；别人不行了，我来行。所以我们在这里或许要给大家一个建议那就是在道场当你看清楚目标之后那么当你发心修行，认准目标之后你就要责无旁贷，责无旁贷，一心精进。那么你最好从一门功夫下，你不要博学多闻，因为博学多闻不是我们的料。即使你是天才，也不要现在就博学多闻。所以博学多闻一直成为我们道场修道人很大的一个忌讳，很大的一个败笔你看道场很多人。那个也会，那个也会，哇，那个也通，那个也懂，通家太多了，所以他就那个也兼，这个也做，那道场呢，名分都他占去了，那后来的人没有什么机会，那除非他自己愿意退休，不然呢，后人都没有机会。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自动自发，你要自己去找出你自己的这个功夫功夫的入处你不要管在道场你有没有地位，有没有这个机会你要自己去找机会。当然不行，我来行当然不为，我来为，精进不已，鞠躬尽瘁。
所以后学建议一门深入啊，就是说你选择一个入手处，你选择一个入手处，每天不断的用功夫，你久了自然就会看到那个功夫的成熟啊。后学很喜欢讲，当时后学在火师团，少了佛堂，少了11年，那一段功夫啊，坚持到底啊，不肯放弃啊。那11年下来，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但是呢，内在的智慧的渐渐增长，到一定的时机成熟了，哇，那就呢可以呢登堂入室了，啊，随手拈来了。你看以前写一篇文章多难呢，现在挥笔而就。以前看那个古文、看训文，那个看不懂，啊，现在呢一看呢，哇，好像深入文字般若。啊，以前要讲一堂课啊，讲10分钟就讲不下去了。啊，现在来讲啊，算是讲言之有物啊，希望能够讲出一点道理出来。这个呢这个就是什么？你要一门深入，你要精进不已，你要自动自发。这是老前人教我们的，开创自己的前途了自己的愿，来报答天恩师德，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要来了自己的愿，要报恩，要推恩。那么你今天不是在道场做，你要知道什么叫道场。不是楞严经，维摩经，直心就是道场，清净心就是道场，菩提心就是道场，你恭敬的心就是道场，哪里不是道场？你不要一定认为说，在那个佛堂里面，在大庙之中，那个有很多道经的地方，那个才能够行功了愿，行功立德，那个才叫道场。不是，其实那个不是道场，那只是一个道场的一个像而已，一点点的像而已。真正的道场在你的心你今天心有没有比昨天清净一点？有没有比昨天恭敬一点？有没有比昨天有智慧一点？那么你如果认为说你有，那么你就是有下对功夫了，你真的有在一门深入了，你真的有在自动自发了。报恩了愿从这里报，从这里了。不是去佛堂凑热闹，去佛堂雅香对白这个呢完全是错误。老前人就讲自动自发。讲得好，再来，大家讲自办，自己办。什么叫自办？他说呢，谁修谁得，谁办谁成。这是先佛说的。自己呢，躬身实践努力精进，不论呢在创造事业，创造圣业。当然，创造圣业的人，我们后来都知道众生轻凡。但是呢，无凡不养圣，所以呢，我们兼顾的凡业，只是呢为了让圣业更加的绵延不绝。这是自办。所以呢，你在这个过程呢，要吃苦耐劳，你要行持这个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你要正己成人，你要这个度化众生这个是自办的。所以度化众生不是跟着点完师坐飞机到国外去，或者是在道场这样拍拍照，那个就在办道，不是，你可以自己办。你看孔老夫子，他有谁依据了？他认为应该有教无类他认为说
市民之中都有人可以有受教育的机会啊，所以他把讲课的风气下放到民间来，他把礼乐射御书数的这些道理啊，通通交给世间的人，然后在之中呢，又把天命的道传给这些人，有缘得者得啊。所以他成就了4配10者72贤，这个是自办的，哪里是人家督促出来的呢？所以有一种现象很明显哦，就是说你在道场越来越没有机会。尤其是呢，你如果不是从头跟到尾的人啊，人讲戏皮卡卡久的人，你根本完全没有机会。你看后学以前在台北道场，也是从头跟到底，提拔讲师之后，想要说在讲课上好好发挥一下，根本没有让你讲课的机会，因为呢，讲师太多了，人才太多了。在办道想要打个毛巾，马上有学弟来说，这个学弟做就好了啦，你学长就不用做这种事情。你看人家都抢着做，变成这个半吊子的人，什么也不是了，什么也做不好，所以没办法，只好自己办，自动自发，自办自穷啊。那你自己办，你要有规划，你要我们说生涯规划，你要有一个宏图的一个规划。修道人其实如果说你是有家庭的话，那你更应该兼顾家庭，跟夫妻一起策划。其实呢，你到哪里都可以办到。当然，你依众靠众，这个是很好的修行方法。但是今天呢，你得到了，你当然你就可以办到啊，你就可以这个去弘道啊。我们只是不能点到而已嘛。除了点的是可以点到，不然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啊。所以要自办，老先人告诉我们，自办就是我们要自己开出一条路。那我们建议说，大家一门深入啊，深入到一定的境界啊，我们再来做。一门深入，你可以选择我每天扫佛堂，总可以吧？用这个戒律的功夫来达成自己的定功，成就自己的智慧。我每天看经典可以啊，我每天呢唱善歌可以啊。你要把心收摄回来，反闻那个自信，每天的功夫要下，这个是自办。再来就是自强，你要自立自强。自强要怎么强？人家说无欲则刚啊，这个刚才是强啊。你如果被欲望所牵着走啊，你没有办法自强。所以呢，你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克制自己的那一份因循苟且的怠惰。克制自己那种不良的嗜好，要以天下为己任啊！不管他人如何诽谤啊，要立德、立功、立言啊！你要有这个信心啊，立德、立功、立言，不要管别人。你要呢，这个正己从人啊！你自己呢，言行是否正，思想是否纯正？你的所行所为是不是正的？你要先要求自己，那么要求自己，你这样才能够强起来你要怎么让自己变强？所谓成一家之言你要成一家之言，你自己呢要自己克制自己的欲望，你才能够强起来，强到可以成为一个大家。他人却不我独浅不达目的绝不终止我们的目的是放在里天。记住，目的不是一个过程。
目的绝对不是说一个虚妄的假景。包括云层躲劫那个云层啊，都还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的在里天。我的目标就是要不断的去往里天去迈进。这样才能够讲到你要立愿，你要报答天恩师德，你要报答父母的大恩大德。所以要自强，君子自强不息啊。所以自强之中啊，你一定要呢每天不断的持续去做，重复去做，这个已经做过的事情重复去做，已经讲过的话重复去讲，讲到你熟能生巧。所以这个叫一门深入的功夫啊，一定要下。这是后学啊最深层的建议。因为后学是个非常愚钝的人，愚鲁的人。今天如果不是关圣帝君的加持，如果不是自己发心要来讲陶渊明圣经啊，那么我今天没有这样的误解，没有这样的悟见啊，也没有这样的这个知见能力啊，来讲述这些经典。那么为什么关圣帝君会加持？因为呢，我自觉、自修、自动、自办、自强。没办法，大环境给我的这种压迫力量，我没有办法依众靠众，我只好自己来。在台北呢，人家也不会要你；来到云林，人家也不会想要你。所以呢，求了道之后啊，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那边讨个机会，那边要个工作，好像呢。求人家呢，能够给你行功了愿，其实你行功了愿哪要求人家呢？随时是机会嘛，你要自立自强。所以老前人讲的这5个方向啊，讲得很好：自觉、自修、自动、自办、自强。讲得很好。想想啊，世路风霜啊，是无人练心的境界。世情冷暖是无人忍性的心地，世事颠倒是无人修行的资粮。这个是古人的话。越坎坷的环境呢，越磨难的环境呢，越能够让我们激励出那种修道的傲骨。所谓挺挺七霜雪，你在这个冰天雪地之中啊，你能够跟霜雪对抗，挺立在霜雪之中啊，这个是人世间的环境。即使你现在依众靠众，你还是要自立自强。你没有自立自强啊，你随顺而流啊，你所做的都只是功德，都只是福德。到时候人家来报佛号的时候啊，你没有报到佛号啊，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啊，那你不是失去这个大好机会吗？最近大家早安。儒学家，那么在中国历代的儒学家之中啊，那常常因为他们的见知见解，错解了佛家的意思，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大儒者，他们在批评佛教的见解。那么历史之中，批评佛家的儒学家有几个代表。那譬如说，宋朝的朱熹，那是对佛家有极力的排斥。明朝的黄宗羲，那他也对儒家呢也有很深的排斥。那么他站在儒家的立场点来批判这个佛教的观点。那他曾经说呢，
世世亲亲，人民爱物，无有差等，是无恻隐之心也。这个佛家的亲亲人民爱物，它是没有等级的。那么佛家讲这个同体大悲啊，它这个同体大悲，它是没有分亲亲人民爱物，那它是属于一种超世间的一种见解。但是呢，黄宗羲呢，把他认为说这是无恻隐之心。那么取与不变而行其布施，是无羞恶之心。取与之间呢，他没有辨别，也就是说，什么该取，什么不该取，什么该给，什么不该给。那么在佛家的观念呢，他认为人是没有分彼此的。那么因为有分彼此，所以会造成贫富贵贱上的差别。你今天要打破贫富贵贱的差别，那么你就不应该有这种取与上的分别。也就是说呢，一视同仁。对于任何人来乞讨，你都不要有分别心。这个是行乞布施啊。那么行乞布施，这个是佛家它的一个基本的戒律。乞食，三餐都要去向民间去讨吃的。那么这种佛教的精神呢，到了我们中国却没有办法发挥啊。那没有办法发挥的原因很多我们中国的和尚尼姑，我们很少看到他们在乞食的。要求人家捐献布施的倒是不少，乞食的很少。那么黄宗羲认为呢，取与之间他没有分别清楚，所以呢，行乞布施是无羞恶之心。没有这种羞耻心没有这种善恶的分别心那这样呢，是孟子所讲的无羞恶之心。那他说呢，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无辞让之心。这句话呢，是当时释迦牟尼佛他出生在人世间，他所讲的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所有的一切天地万物之中只有我是最独尊独贵的。这个是，你看他这个用这句话呢，截取这句话事实上呢，有一点断章取义他说是无辞让之心，就是说没有谦退。没有一种忍让的心这句话。那无善恶是无是非之心。无善无恶，那他讲的是我们的道体，心性上是没有分别的。但是黄宗羲认为说，这个呢就是没有是非。在人之中是非观念是一定要确立的。尤其是儒家这种春秋的精神一定要有是非的观念。那黄宗羲把他认为说，佛家这种无善无恶的观念是没有是非之心。那其不知性者，由于不知心耳，然其所知亦心之光影，而非实也。这是黄宗羲他所讲的。他的意思是说呢，他不知道性，人的这种道体，人的良知就是因为不知道心他所知道的是什么？是心的光影，心的影子而已，而非实相。那心的影子
所以呢，他才会认为说没有这个恻隐之心，没有羞恶之心，没有辞让之心，没有是非之心。所以佛家的见解，在黄宗羲先生呢，他认为说，只是心的影子，心的一个虚幻的假象而已，不是真实的。他说呢，知性由于不知性，由于不知心。那因为没有办法掌握到心的实体，所以不知道我们的这种性的道体。所以他认为佛家的见解是不够实际的。那但是呢，这个见解记载在《真言集成》老前人的想法里面呢。老前人认为说，此非世家之学也，乃后人不得真传未遇名师指点，妄猜妄议妄行耳。所以你看，老前人对于这个后来的这些儒家不得真传，没有遇到名师指点，让他觉得呢，他们不但可惜而且呢还妄加的猜疑，妄加的言语行为造成了妄上更妄。那么明朝的这个黄宗羲是这样子，那么可以想见呢，那么大部分的儒家事实上也可能有这样的弊病。你看，在这个宋朝的儒学家宋朝的儒学家联络官民这四派之中五个大儒生五个大儒者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还有呢这个朱熹联络官民。那这些呢，这五个儒学家，他们当时呢就没有名师的指授了。那所以非常可惜我记得前人他也常常讲，可惜北宋五子没有得到名师一指。如果他们也能够得到名师一指那他在我们今天的这种影响力那一定是非同小可。不是只有在那个字面上的那种理论在互相的议论而已。那可见呢，他们的见解还不是完全的见性。那么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段呢？那这一段呢，特别要强调这个在道智宗旨里面他所要传承的意思。那道智宗旨，那这个意志呢，其实就是祖师所传下来的心法那个道体的传承那么道包括了五教道用五教的形式呢，来弘扬到世间，能够让世间人呢走向真理正道，回归本来面目。那所以你看，北宋五子在我们求过道的这样的一个门徒来说北宋五子就有一点可惜我记得前人还常常讲，北宋五子今天如果来到我们道场求了名师一指那他们的影响力就不得了了。那可惜呢，他们在那个时代呢，没有名师传法所以呢，他们读书呢，书翻了又翻，翻了又翻，翻到
已经很熟了，翻到那个书都破掉了，然后再用浆糊把它糊起来，所以前人还称为他们叫做书呆子。那书呆子就是在学问知识上用功夫啊。那所以他们的有些见解看法，都是自己的一个想法。老前人这里所讲的妄猜、妄议、妄行，那当然这个是非常可惜。那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名师一指，那可见我们比这些北宋五子、宋明理学家还要幸运。但是呢，我们却没有他们这样的学问，甚至呢，没有他们这样的道德。那这样呢，这个叫错用功夫了。那么你得到名师一指的这样的一个宝贵啊，就失去它的这个妙用。所以我相信北宋五子今天也有可能转世来到我们现代这个时间呢。那他也为了名师一指啊，在不断的努力。你看佛还这个指示他的这些门徒啊，到了末法时期啊，一定要再来转世啊。因为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你们要破解这些邪师的说法，并且呢，引导众生呢，导入这个佛的知见。那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些儒学家，这些呢三教的高徒啊，可能都已经来到人世间，在默默从事他们这个道体的工作，传道的工作。那么他们先前所留下来的这些妄猜、妄议、妄行的这些文章啊，那么我们只能够说看看就好，也不要太在意，也不要被他们所转。所谓不被法华转。那老前人他用这一段文章来评论这个儒学家的见解，那可见呢，老前人是一个相当见性的人。那老前人也相当有学问，相当有学问呢，他会引用黄宗羲的话来讲这个道体啊。那可见他也研究到了。所以在《真言七成》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古大德的言论呢，从老前人的这种阅读当中啊，被摘录下来，加上了老前人个人的眉批跟解释啊，我们就更清楚所谓道体的一个本来面目，它的一个真实貌。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佛经《楞严经》里面，那特别把《楞严经》呢，对于这个富楼那尊者他所问的这些问题啊，来呼应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道之宗旨，所谓敬天地理神明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楞严经》的这一段是非常精彩，我们应该呢有空呢来研读啊。但是道场呢又不讲《楞严经》，可是很多讲佛学的这些点传师讲师啊，却常常引用《楞严经》的思想，《楞严经》的讲法。那么想必呢，这个《楞严经》呢是一个很适合在道场讲授的一门学问呢。只是呢，它的理论呢非常的深奥，
哦，从我们现代的观点来讲，那是相当玄远的功夫啊。所以一般众生呢，一般的道亲啊，他不一定能够听得懂。那所以呢，要透过研究的人啊，要把它更白话、更接近现代化，哦，把佛的思想呢给表达出来。那富罗那主要是问什么呢？富罗那主要是问说啊，一切的现象啊，如果是我们自信的发露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现象之中啊，应该是彼此不相容的？为什么因为融合在一起呢？比如说水火应该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自信呈现火，就不应该呈现水。呈现水就不应该呈现火。那为什么同时可以又有水又有火？这个又有地又有风。那这些山河大地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整个天整个地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它形成为什么不会违背我们的、阻碍我们的自信呢？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佛呢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啊。但是呢，因为个人的学识啊，所谓才疏学浅啊，毕竟不能够完全的表达佛的意思啊，所以呢，只能够说大概是这个意思，让我们呢这些同修呢了解佛在《楞严经》有这一段的表述。那我们呢私底下再自己去研究，跟同修之间呢互相探讨。那么富罗那问这个山河大地怎么来的？这些呢众生是怎么来的？那佛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点呢，就是呢从自信上发生出来的。那自信不是无形无相吗？自信不是没有分别彼此吗？那为什么自信这样如如不动的一个道体，它会生出这些山河大地出来？那这个观念呢，就有一点像我们这个中国人道家所讲的无极动而生太极这个观念。那它因为呢，跟我们这个道家的思想很接近，所以呢，有些学者怀疑《楞严经》呢可能不是佛讲的。那么，是不是妄猜、妄议、妄行这个是留给历史去公论的。那么因《楞严经》而成就的人在历史上呢也是有。八载寒霜读楞严的故事，我们知道《楞严经》是有功德的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那么《楞严经》因为呢，它不在50判教里面，它不是所谓的般若时，这个法华时，涅盘时，或者是阿含时，他不晓得要判在哪一个时代里面呢？那这个《楞严经》呢，也不晓得应该放在哪一部的经典，哪一个范围的经典之中。很难放因为呢，它也不是显教，也不是密教，可是呢，又属于显教，又属于密教。那也不是说戒律，那也不是说这个经教，所以呢，很难判断。那由于呢，这本书呢太特别了。太特别了，独树一格所以呢，不应该被放在佛的这个
言论里面。因此，有人认为说这一本经啊根本不是佛讲的。那我们从八载寒窗读楞严这个故事啊来说一说啊。那么这本经呢是不是佛讲的？那么有民国初年有几个同修啊，8年里面呢都在研究楞严经。研究楞严经呢，这个其中呢有一个姓刘的先生中药铺的老板。那他呢在研究楞严经之前曾经有过这些是非的官司啊。那么因为这个官司呢，因而造成2个人自杀而亡。所以呢，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啊。这2个人跟他呢，跟这个刘先生就牵扯了这个业因果报的关系。那这个中药店的老板刘先生，他在研究楞严经，一心向佛学习这个佛道。那在8年的时间里面专门研究楞严经。那研究到也有一点心得了。那有一天呢，他在睡午觉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睡呢？也不晓得，好像很清楚，又好像不清楚，很像在梦中，可是呢，又宛如实境。他就看到他先前因为官司而死的2个这些朋友其实就是冤亲债主，要来找他。那看到这2个人来到他的店铺他内心呢颇有惊慌因为他知道这2个人已经死了。今天死了的2个人来到我这里，肯定要找我算账。那这2个人来，这个刘先生很惊讶的不晓得怎么言语那这2个人问他说：“刘先生你还认识我吗？”刘先生当然认识了，等同是他们杀了这2个人因为呢，他们这2个人告官告输了，所得的利益没有取到，所以呢，愤恨自杀。那刘先生呢，学佛了，知道这个因果，他点头，说认识。还很客气的问他们有什么指教呢？那这2个人呢，也很客气的说：“我要求你超度我们。”那这个刘先生刘老板一听说要求他超度心当然就比较安心了。可是他何德何能，无功无德，怎么样超拔人呢？那就问超度可以那问题是怎么超度呢？这2个冤亲债主就跟他讲，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刘先生还有什么话说？好，我答应你。那也不晓得要怎么做，就答应他了。答应他之后呢，这2个冤亲债主，这2个鬼魂踩着他的这个大腿，又踩上了他的肩膀，就这样跳上去了。跳上去哪里？就升天去了。2个人呢都是这样跳上去的，都升天了。哇，他这个一觉惊醒觉得非常的纳闷，觉得不可思议。那么还有一次同样的景象，他的前妻跟他的这个女儿也都死了，还是来找他，求他超度。那他同样问了同样的问题怎么超度呢？他的太太就跟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这位刘老板呢，当然一口气就答应了。好，我答应你。
那他太太呢，跟他这个女儿，也是踩着他的大腿，又踩上肩膀，跳上天去了。前前后后4个人都因为得到他的这个答应了，然后都升天去了。哇，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啊。那他到底是，他也没有超度，也没有念经，也没有回向，那他是凭什么超度他的？这件事情呢，记载在佛教的一个大德，好像是地显老和尚，还是谭虚老和尚，他所写的这个佛门的故事叫做《隐尘回忆录》，一些学佛的心得。那可见呢，从他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个《楞严经》研究《楞严经》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可以超拔人。那么你说他是不是佛说的呢？那是不是佛说的？显然呢，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是这一本经典真的能够帮助人家开悟，真的能够呢帮助人家成就功德。那他也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就专门在研究《楞严经》而已，可以超拔他的冤亲债主。那么我们从这个故事也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冤亲债主累世累劫的冤亲债主那么可能呢已经从我们的身上获得到一点点的加持。如果我们是真心修炼的话，实心来办道的话，那么我相信呢，他们都会沾光。那我们又是得道名师一子，又在这个大道场里面呢，学修讲办。那么冤亲债主呢，知道我们在道场学修讲办，那他们也很高兴，他们也想护持你，希望呢你有功德，然后你把你的功德还给他们。那所以说，从这件故事我们要来讲《楞严经》这本经大概的讲到为什么会有天地的产生，会有世间万物，会有这些人类族群的产生，大概的讲到这一里。那我们现在讲佛陀回答富罗那是怎么说的？他说呢，因为呢，我们的觉性你想要去明白它，我们如不动的到底你想要去证悟它，因为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呢是一个妄想。知见立知头上加头这个是一个妄想，因为妄想一直呢在持续着，持续你的妄想，所以呢就变成妄念。持续你的妄念呢，就有一种妄的这个能力出来，所以呢，所记要力，汝生汝妄能无同意中炽热成意。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呢，你的这个觉性在有所动作的时候，那就是无明的产生。无明就是愚痴。那无明产生了这个妄想，那妄想呢持续呢产生了妄的这个念头，妄的这个能力，不断的相续而生了。那无同一众炽热成意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众生无同，这个无是相同的。无是什么？无就是那个不动的道体那是相同的。那意中呢？意中就是说各有各的想法，
哦，你觉还要加一个明觉，明觉，你这个悟，你这个德啊，还要加上一个悟，那这件事情呢，根本就是错误的。所以你想要这个正悟，哦，你想要明明德，其实呢，这个动作呢，都已经是无明了。哦，在佛的想法里面呢，人根本不需要正悟，根本不需要明明德。哦，因为呢，你想要明明德，你想要明心见性，想要正悟，结果呢，这个动作呢，让你呢妄上加妄。那因为有妄了，所以呢，累习不断啊，产生了各种的妄的能力产生了。那么如果一动呢，一动就产生了这个尘劳烦恼，也就是说，你这个妄想啊，不断的持续下去啊，那这个烦恼就产生了。这些尘劳啊，哦，尘劳妄想、分别执着，这些呢都叫做烦恼。哦，有无明烦恼、尘沙烦恼，哦，各种的烦恼呢因而产生了。那我们在佛家所看到了所谓的烦恼啊，不是说你所担心的事情，这是一般人的讲法。佛家所说的这个烦恼，它是指起心动念。那人的起心动念呢，因为太过细微啊，哦，那个细微到呢，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察觉。人的那个小小的波动啊，人的智慧没有办法了解，只有佛菩萨可以了解。那所以呢，佛曾经问弥勒菩萨，他说人的这个妄念呢，哦，到底呢，一秒钟、一刹那之间，到底有多少妄念？那么弥勒菩萨他的回答是这个12万百千兆。那这个数字呢，我们说天文数字，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形容。应该说12万百千亿。那么一个念头，一个刹那之间呢，就有这么多的妄想、妄念这样闪过去了。所以你才知道说，人的这个妄念呢，会产生各种的画面。那这些画面呢，如果在这一刹那之间的妄念，通通把它放慢来看的话，就形成一部电影。一刹那而已哦，一部电影哦。那么我们累劫累世有多少个刹那？不晓得多少，无限个电影这样组成起来，成了我们的历代的因果。好，我们先再讲，因为有这个妄念，那么妄念起的时候就成为世界，妄念尽的时候呢，就形成虚空。这个是《楞严经》佛所讲的道理。哦，就是说你这个妄念没有这样扰动的时候啊，那是一个虚空的状态，所以虚空也不是道。那么起的时候，起就是妄念开始流动了，开始晃动了。妄念在静止的状态就形成虚空，我们说宇宙。所以宇宙其实上也不是虚空，宇宙呢，它那个心体都不断在流转。哦，我们不知道而已啊。我们如果透过科学家的知识啊，我们会知道每一个星体都有它自行的运转，哦，自行的能力，哦，自行的爆炸分裂，或者是说结合成一个具象，所以呢，就成为一个宇宙。那世界呢？世界就是这样形成的。它形成了一个星球之后，
那这里面呢就有所谓的地水火风，就开始了慢慢的长成。虚空为统，世界为异啊，彼无同异，真有为法。那么这个虚空为统啊，就是说无形的虚空，这个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众生呢，所有法界的众生相同的就是那个无形的虚空。那有形的世界就不同。有形的世界，比如说我们人跟鬼的世界就不同。那人跟天人的世界不同，这个以后我们有时间会讲到。那么彼无同异啊，真有为法。那彼无同异啊，也就是说，这个本来没有同异啊，没有所谓的同跟异啊。那为什么现在呢还有所谓的虚空，还有所谓的世界呢？那是因为呢，有这个妄想的产生啊，本来是这个我们亲近的觉明之体啊，那个道体啊，都是一样的，也没有所谓的世界上的不同，因为呢，道体的真相里面呢，所谓实相之中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宇宙世界。但是呢，一切有为法，因为因缘变化的不同，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个天地世界的不同，成为真正的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我们看的这个现象界，你包括宇宙、山河大地这些呢，都叫做有为法。那所以这个虚空跟世界，于是就产生了。那世界产生，其实世界就是指星球了星球我们人类来讲就是星球，那其他众生呢，就是他们居住的环境。那世界呢，是由地水火风所组成。那所以佛陀又解释了，那地水火风是怎么形成的？他说呢，觉明空昧相待成爻，故有风轮执此世界。我们听到这里，看到一个名词出现了，就是风轮。风轮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呢，觉明空昧相持为爻。觉就是我们的道体，明呢就是说我们想要了解道体，去证悟道体的这个想法，就产生了空昧的现象。就产生虚空、光明还有昏暗的现象。那么道体本来是光明的，想要证悟道体，这个是昏暗的。昏暗跟光明不断的在交错，这种暗光不断的在交错之中相待成爻。所以影音的这种交融这样互相的照应，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风轮。那佛教的风轮就是一个摇动的、一个流动的，或者是一个变化的现象，所以叫做风。风是动的，所以呢，就叫做风轮。所以在佛教里面，只要是动的，就是讲风，就是用风来比喻。所以本来世界是一个空的状态，现在呢，因为呢光跟暗互相交错，所以呢形成一个动的现象。那这个动的现象呢，就叫做风轮。风轮不断的产生那因空生爻，天明地爱因为空不断的被这种妄念，还有呢这个道体互相交错。因为道体有产生妄念妄念呢就形成那个影像。妄念是昏暗的，道体是光明的，
光明跟昏暗之中互相的滚动啊，哦，兼明利爱，就有所谓的明的产生坚固的现象。哦，那爱的呢？爱就是阻碍，爱就产生了。哦，就是在这种光影的交错之下，就产生了一个现象界的实体出来了。所以你看，能量能够产生物质，哦，职能互换啊，这个是科学家已经证实的事情。那么能量聚集久了，它就成一个形状的样子。所以呢，地球呢聚集久了，就形成从这个地水火风的样子形成一个地球。那所以你看哦，空产生的风轮，风轮的滚动就产生了一个经轮。哦，这个经轮啊，这个经轮的意思啊，就是一种坚固的执着。哦，因为这个想法，这个妄念啊，太过坚固了，太过固执了。那你太过固执，就会产生阻碍啊。但是你的道体是光明的，是通畅的，所以阻碍跟通畅呢，互相在滚动，互相在滚动之中啊，那么就产生了一个现象界，也就是说，能量已经变成形象了，变成实体了，变成物质了。所以从风轮之中呢，产生一个经轮。它所谓的经轮，就是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地球里面的这些宝藏。哦，那这个地球里面生出了这些一些营养素、一些元素。哦，我们这些精华。你看，宝石是精华，翡翠啊、玛瑙这些都是地球的精华。那包括呢各种的化学物质聚集起来啊，都成为这个地球的精华。所以呢，这个都叫做经轮。现在呢，风轮产生了，经轮产生了，所以产生了一个我们看到了原始洪荒的一个世界。哦，那个火山爆发、气候不稳定的那个现状产生了。那他说了，风金相磨，故有火光为变化性。风跟金相磨，风产生金嘛，那现在风金又产生了，产生之后呢，这个妄念呢还继续在动。哦，风轮还继续在动。风跟金呢就互相的交错了，摩擦之过程啊，就产生了这个火。哦，所以呢，他这里讲，风跟金相磨产生火，为变化性的。哦，所以产生的地球的热能。哦，各种热的现象呢就产生了。然后宝明生润，火光上升啊，故有水轮，含十方界。那宝明生润，宝就是地球的这些精华，明呢就是呢这个道体的那份光明。哦，道体的那份光明，因为呢坚固的执着，跟这个自信光明的驱使之下，互相的交错，所以呢，这个火就会上升的产生的这个精液，哦，产生的滋润的水，
所以水是由火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它叫做水轮。所以我们是不是想到这个风轮、金轮、火轮跟水轮？那我们不是讲地水火风吗？其实呢，地呢就是金轮的意思。它这个金轮包括地，包括这个地里面的这些元素。那你看哦，他讲火腾水降，交发力坚呢。那火上升，水下降，所以不断的在交错。我们看到原始洪荒的那个画面，你看火不断的爆发，火山不断的爆发，火气上升，那么跟这个自信的明啊互相交感，互相交感之后呢，就生滋润，滋润呢就有水。有水之后呢，水降下来就成为降在湿的地方就成为巨海，降在干的地方就成为沙洲，其实就叫陆地。你看星球大部分都是海，那么有几处凸出来了，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陆地。所以说，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在大海里之中啊，常常看到火光升起。你看我们的世界是不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这个飓风、台风的产生，台风是一种动的现象，所以呢是无名的发动，所以台风是鱼痴的发动，鱼痴的现象太过深了，就产生这个风的现象在动。那风呢，再加上了这个地球的这个热能上升叫热带气旋。所以呢，热带气旋上升了，就产生了这个交感的这种湿润，所以就是水就下降。所以水呢，并不是从大海上升起来的，它是在这种风轮这种金轮、火轮这个交感之中才降下水。也就是说，这个水的产生是我们的自信妄动之后呢，产生金轮，产生火轮，再产生水。那风轮、金轮、水轮都是我们自信妄动所产生的。那它的水在这个沙洲上呢，就变成江河。其实就是陆地上的江河。那么水是烈火，水的这个强度比火还要弱的话，那就变成高山。高山就是山的那个样子。因为火，你看火山喷发就好，火山喷发没有水来抑制它的话，那么火山这个喷发它就变成了高山。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山其实就是火山形成。那他说呢，山始极者成岩，极者成堰，溶者成水。山始就是这个地互相推挤，互相摩擦，那就成为这个火焰，产生火花。所以呢，山石之中有火性。那如果说融化了，水就融化了，
山石的把它融化就变成水。那如果土是裂水，抽为草木，是故灵手欲烧成土，因搅成水。土的那个强度啊，比这个水还要差的话，还要弱一点的话，那么呢，就成为可以滋润草木的这个水，水呢就来滋润草木，草木就产生了，所以形成了一个森林，或者是一个沼泽。那烧这个森林沼泽，又遇到火被烧了，那这些灰呢就形成了陆地。那这个土呢，如果被挤压的话，这个水就渗出来了。所以交望发生啊，地相为种，以是因缘，世界相续。所以我们大概呢，粗略的把这种地水火风，是所谓的这个风轮，这个金轮、火轮、水轮，这样呢不断的产生，不断的交叉，不断的互替，而产生了这个世界。那世界相续，所以呢，世界会不断的延续下去，都是因为众生的妄想不断的产生这些能量，能量呢相坚固太久了，所以就变成了物质。所以我们刚才说风是一种无明的现象，就是产生了愚痴。那水呢？水就是我们这个贪心呢，人的欲望啊，坚固的这种执着，所以就变成水灾。那火就是我们的这个怨怒，人的那一份怨怒的无明，那一股恨，恼热就产生火。那本来是元素的火，结果变成了这个现象界有形的火。本来是元素的水，就变成现象界有形的水。所以地水火风因而形成。那这个地水火风形成之后，那佛还有继续讲为什么会变成这种12类的众生？7道轮回。我们讲6道轮回，《楞严经》里面加了一个仙道，仙人也是一种轮回的众生啊。所以呢，民望非他觉民为喜啊，所望既利，民理不渝啊。所以民跟望呢，互相的交替民跟望互相交替，才产生这个整个世界的现象。世界的现象产生了，然后呢，人的想法呢，这个众生的想法呢，因为呢，他的想法发展出来，他的妄念，那他的妄念呢，会产生了各种的动作，这些动作呢，如果呢相同的，就会聚集在一起。那这个物以类聚同业相产，化离成化，合理成化，见民色发，民见想成。意见成正，同想成爱，留爱为种，纳想为胎啊。这里讲到众生是怎么来的。你看世界产生之后，那众生呢就产生了。那众生就产生了，他说是怎么产生的？同业相缠，同业呢，就是说你的业习是一样的，你有某一部分的无明呢是一样的，一部分的这个业习种子是一样的。那所以从这种本来一体的这种道体之中就分化出来，
见民色发，民见想成啊。分化出来之后呢，见民，看到这个民呢，就有那个形象产生。民是我们的道体，道体就会形成那个色相，色相出来。哦，我们到底看到了，其实那个色相呢，是我们想出来的。那想出来了，想什么？你喜欢的，你就会爱他；你讨厌的，你就会远离他。所以留爱为种，纳想为胎啊。哦，你如果看到喜欢的，譬如说父母亲，父母亲在交媾的那一刹那，只是一个助缘。那么，当这个业习种子会留爱为种，哦，这个意见成正啊，同享成爱啊。跟你不同的，你就讨厌他；跟你相同的，同性这个异性相吸啊，同性相斥啊，你就会去爱他。这个异性你会去爱他。你看到母亲，你爱他，那你就会成为男生；看到父亲，你爱他，就会成为女生。这异性相生的道理。所以呢，留爱为种，这个喜爱的现象啊，就成为你的这个种子，哦，种性，哦，变成哪一类众生的一个种性。那么纳想就是说你接受了这个无明的想这个想法，哦，你接受了父母亲的这一份喜爱啊，哦，你接受了喜爱，结果呢，你就跟父母亲结了这个姻缘，就纳想了为胎呀，就成了父母亲的儿女。交媾发生啊，吸引同业啊，故有因缘啊，生结罗兰、鹤普檀等等了。就是说，各交媾之后，男女发生关系之后，就产生了吸引了这些同业的这些想法，这些业习的种子啊，来接近你。所以我们说 DNA 啊，哦，现在讲基因。那么基因是怎么产生的？基因其实呢不是父母亲给你的，其实呢是因为父母亲呢，它只是一个缘，一个助缘而已。那么因为你喜爱父亲或喜爱母亲，这个是同类相吸啊，这个是物以类聚啊，所以你这个跟父母亲同样的这种 DNA 的人啊，那呢你就会来接近他。所以当父母亲这个助缘啊，在交媾的那一刹那，那么父母亲的等级啊，会影响所接纳的这个 DNA 的层次啊。也就是说，父母亲当时如果是用一种礼敬、恭敬的、亲近的，哦，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所接引来的这些业习种子啊，它的 DNA 啊，就会比较属于高等级的。也就是说，父母亲跟父母亲的等级啊，会比较高等。哦，那如果说呢，当时的这种想法是一种很粗糙的想法，就会招引来跟当时的 DNA 很相似的这种这个比较低级的这些业习种子啊，来接引。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所谓的天才儿童，那天才儿童的产生，绝对不是父母亲的 DNA 给他的，而是他自己本来就有这个天才的这种业因呢。啊，他生出来就是注定要做天才儿童，某一方面的专家、高手，这个是他天生的。那他天生的，他因为呢父母亲的助缘，所以呢他把他的业习种子来跟父母亲结缘，而成为你的儿女。所以他的 DNA 的排列这个顺序啊，会跟父母亲很像，
那么很像呢，很像只是物以类聚而已啊，那并不是代表父母亲给他了。所以这里讲父母亲只是一种助缘而已。那真正的呢，还是这个众生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形成的这种业习种子。那这个众生跟父母亲的这个众生，他的这个道体不是一样的吗？但是呢，因为呢想法而产生的这种化离合离成化哦，从道体里面分化出来。所以我们道场讲，我们的本体是老母，老母是那个大本体，我们是老母的分灵。所以其实呢，我们都是跟老母同一体的。那么这个道理，因为呢，众生呢，因为轮回太久了，这种无明的念头啊，我们上一次引用《楞严经》的说法来讲到天地形成的道理。那因为佛陀在《楞严经》所讲的道理啊，非常细、非常深，那也讲得非常广，所以呢，一时半刻啊，没有办法把那种精神讲出来，我们只能够点其大略。那因为上次讲到的是天地生成，还有人生成的道理。那么人呢，生成就包括胎卵湿化各种四生六道的形成啊。那佛陀也有讲到什么称为胎，什么称为卵啊，什么称为湿，什么称为化，各种的众生啊都有讲到。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讲得那么详细啊，有机缘我们真正的来开一堂《楞严经》的课啊，再来好好讲。那如果说照佛陀的这个说法，众生的形成啊，那么众生人的来源，并不是猴子演变来的。哦，如果照《楞严经》这个说法，人呢是因为这个妄念所形成的那个妄能啊，这是一种能量啊，能量聚集而成的。所以这个质能可以互换，能量可以变成物质，物质可以变成能量。这个我想呢，在科学的常识里面，我们大家都可以体会。但是呢，现在呢，科学家目前呢，似乎还没有办法把这种能量变成物质。那所以呢，这个物质变成能量，这个是有可能。那我们吃饭也就是这种可能啊，吃饭把物质吃下去，变成力量，变成智慧，变成各种思考，那都是能量。所以呢，物质可以变成能量，那能量呢，能量也可以变成物质。一个能量聚集足够强大，聚集足够时间啊，那它会变成物质。有一点像呢，我们现在看那个卡通影片看卡通影片，把人具现化，或者是呢，把物呢具现化，具象化这样的一个实体啊，也可以配合着人的行动来行动。所谓念力啊。那么这个用科学的常识都可以解读这些行为，那所以可见呢，佛在《楞严经》讲的这个道理啊，那是被科学所验证的。但是呢，科学家还是没有办法
从佛经里面来了解这种演化的道理。那照佛的讲法，人应该是一时顿现象产生的。所谓一时顿现呢，就是能量的这个具足啊，能量的聚集啊，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个具象产生出来了。那具象产生出来了，就形成了各种万事万物。你看这个观念在我们易经里面的思想，太极它是具足阴阳两种的元素，但是呢，它还处在一个静的状态，就好像虚空，所以太极有一点类似虚空的样子。那它还包含着这种阴阳的元素，所以阴阳的元素呢，互相的这个交替啊，久了就形成一股能量，能量呢就变成一个物质，所以太极而生两仪啊。那么太极的方式呢，回归到无极，那就是呢，将这种两仪的这样的一个分相啊，通通把它化解。那所以啊，无极一动而生太极，太极动而有两仪四象八卦64卦的产生。哦，这个道理，中国的道家跟佛家他所讲的道理很类似，其实也没有什么分别。我们讲的无极，其实就是我们楞严经讲的这个妙明决心啊，我们本来的那一份自性啊，如来藏啊，我们说良知本性。那现在呢，佛陀又讲到说，当人生成人之后，那他人又会分各种不同样的人啊，有的比较富贵，有的比较贫贱，那有的比较聪明，有的比较愚痴，又会分成这些人。那佛陀后来呢，也有讲到，为什么还会有分这些现象呢？哦，我们举例在讲，这是各种的因缘、果报、纠葛、牵缠，这样呢一层卡一层啊，那一层牵一层所导致出来的现象。哦，造业呢，造业久了是下地狱，地狱呢也是自己先想的变现了。那地狱离开地狱之后，那因为他的这个习性还没有完全改除，所以呢就投生到鬼道，所以有各种不同样的鬼。那鬼道呢，果报受尽了，就转生为人道。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试着从这个人道里面的分别来讲各种样子的人啊，让大家知道，在人道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些人的存在。哦，那他第一个提到说，彼消轮者，愁足复行啊，生人道中参合玩类。啊，这个消轮啊，消轮就是本来是转生做这种枭啊，这种大雕啊、猫头鹰啊之类的鸟类啊，当他们偿还债务之后，那么转生为人道，可是呢，还是有余习。那这样的余习呢，转生到人道之中呢，他们就成了这个愚顽愚恶冥顽之辈。我们看到世间很多人为恶啊，他不晓得自己正在造下无边的这种业果。那愚顽呢，就是非常的
愚痴，可是呢又很固执，相当的固执，不接受劝化，不接受的改变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呢，他的前世啊，有可能是枭，贪污的怪鬼，转变成枭，猫头鹰，我们说毒枭这种枭类啊，这种猛禽啊，就是这样转生为愚顽之类的，愚就是愚笨，顽就是顽固。那么彼纠争者啊，踌躇复醒生人道中啊，参合异类。那纠争呢，就是这种汉把鬼，就是呢对于人有害的鬼。那他呢，因为呢前世呢贪淫的习性啊还在，所以呢当他转世啊到人世间之后啊，就常常转世成那种所谓的怪胎。怪胎是真正的怪胎就是长得很奇怪。所以呢，譬如说他长得2颗头，或者是2个身体，那这个6根不正常，等等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怪胎。那我们现在讲了，这个就是那个基因突变所产生的。那这些人呢，就是上辈子啊，他常常做鬼害人。那么做鬼害人，那又在各种怪异的这种动物啊身上染上了这种贪淫习性啊。你看动物贪淫的，那也很多譬如说这个水鸟这个很多啦一下子不会讲。动物淫欲不断的，那它呢，如果说能够恢复这个债务啊，偿还它的这个业息啊，那它转世为人，还是呢称为这种怪胎啊。所以可见呢，出生之后就是这些形状的人啊。那么我们社会啊，要用更大的爱的力量来感化他千万不要放弃他。那么这类的人呢，如果呢再得不到社会人的感化，那么他还会继续沦落。那继续沦落呢，那么有可能造成他永远再不能够成为人了。那么彼囫圇者啊，转世为这个庸类。囫圇就是狐狸之类的，就是前世是狐狸那么前世是这个鬼魅那偿完业障之后呢，再升为人道在人道之中呢，就形成庸俗之类。庸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奴仆奴隶的命所以奴隶的命天生就是奴隶的命有的人卑贱自甘堕落，其实呢，那个不是他愿意这样子，因为他前世的业习种子就是狐狸来转世的，所以呢，他媚世求荣庸碌一生虽然呢，这个逢迎拍马，但是呢，他的一生呢，也不会得到很大的福报。这是因为呢，狐狸之类的有欺狂的习性有欺骗狐狸善变，有这种习性造成他现在人的这个样子。那彼毒轮者转生为狠类，毒轮就是毒虫。那么他前辈子曾经是毒蛇、毒虫、毒蛙有毒的害众生这种很深的
哦，譬如说蛊毒也是啊，那他的偿完业障之后呢，恢复人形啊，就变成一种很毒的人，很残忍的人。啊，这样狠毒残忍的人啊，那也不是因为他本来是这样子，而是呢，他的业习种子已经种下了这一方面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习性啊，造成他今天呢杀人放火、刚暴野蛮啊。那这些人呢，当然社会上要用更大的这种爱心，用柔软的态度啊。谦恭的态度啊，来转化它，让它的层次能够提高。再来呢，彼回轮者转生为这个为类，为类啊，这个他说的回轮啊，就是蛔虫、爬虫等等啊，很细微的这个虫啊，需要寄生在人的众生的身上的。那他因为呢，积怨蓄恶太久了，所以呢，他寄生在众生的身上啊，就是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因为他的恨呢，必须要这样才可以酬偿啊。那所以这样的人酬偿完了之后，他能够转世到人道，那么他就变成了为类。为类就是很卑微的。在社会上最低层的人、最低贱的人，跟刚才这个说的这个，狐类啊、庸类啊，庸类是有点不一样，庸类是比较平庸，比较没有智慧，这个为类啊，为类是非常低贱的，在社会上非常这个初阶的人啊。因为我们古时候的这个阶级制度很明显的，从古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有的人天生就是卑贱的人，天生就是奴隶种。那刚才所讲狐狸是天生就是庸碌的人，庸碌啊，但是呢，他又会搞怪，会拍马屁，所以跟这个微类有点不一样啊。再来说，彼十轮者参合为柔类，十轮就是供人家使用的。以前呢，前世呢，因为傲慢习气啊，而成了恶鬼。其实我们说鬼道啊，其实鬼是很多鬼，但是我们大部分碰到了都是叫恶鬼。那么呢，它还有这个业习种子已经酬偿完了，来到人世间呢，就变成很软弱的人，很懦弱、很无能的人。那因为呢，他生前呢喜欢呢欺侮别人，大我慢啊，有这种我慢的心呢，所以现在呢就是很柔弱的人，软弱无能啊，不能自立啊。那这个在社会上也是很多，我们看到有些人好手好脚的，可是呢，他就是不愿意去工作，或者是说呢，抗压性很低啊，跟人家一言不合，然后就离职了。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柔类。那柔类呢，就是供人食物啊，供人食用啊。就是说，那个东西啊，是提供人家使用的。譬如说这个草木啊，譬如说这些花果，这些供人食用的，那他们也是众生之一啊。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吃草木花果？我们可以吃素，吃素算不算是杀生呢？那么其实呢，严格的来讲，吃素也算杀生。
哦，吃素也算杀生。那这样呢？那我们到底要吃什么？我们没得吃了。如果连吃素都不能吃的话，那么我们人就没得吃了。这个世间呢，人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那他们会变成草木啦，变成这些花果了，供众生来食用啊，这个也是他们的果报。但是呢，他们这个是属于一种比较初阶的这种灵体啊。所以呢，草木是一个无情的众生啊，他没有感觉，哦，没有见闻觉知啊，但是其实是有见闻觉知的，他有法性啊，但是我们人呢，跟他互动呢是没有办法直接互动的，哦，他跟这些动物啊，那个就不一样了，所以动物是有灵。那么这些花草树木呢，它没有灵，它只有识，哦，所谓的意识，啊，这个叫做柔类啊。那他说匹夫伦者，参合劳类，啊，这个夫伦啊，就是供人服用之类啊，啊，前身污网承袭啊，哦，供人家服用。跟供人家食用这个类似，有一点类似哦，但是呢，他前生呢，污网承袭，就是说喜欢呢冤枉别人，哦，喜欢呢讲谎话。那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众生啊，他来到人世间，就是参合在劳苦之中啊，所以变成劳伦了，劳碌一生啊。哦，有的人一生劳碌赚不到钱，那非常辛苦，辛苦到了他终其一生，还是呢没有什么所获，这个是劳伦。劳伦就是因为前世污网太深了。哦，再来就是彼应伦者，参于文类。应伦啊，应伦就是应着天气，应着气候，应着这个时间来产生的这些众生啊。比如说春天来了，哦，燕子就会飞过来。那么秋天来了，我们就看到红鸟就会往南飞。那么这个呢，前生呢贪着邪见。自作聪明了，所以呢为魍魉，所以他前世呢是在山中的魍魉。为什么呢？因为他有邪见，而且呢他有一些小聪明。那当他偿还这个业障的时候啊，哦，恢复到人道，还有这个余习。所以呢，这样的人参合在文人之中，小有文采。但是呢，又不是呢惊天伟地的那种大文豪，小有文采啊。哦，所以上辈子是做这些春燕啊、秋鸿啊，哦这些鸟类的，这辈子呢就是小有文采。哦，这个算是已经不错的人了哈。再来说，彼修真者，参合民类。修真呢，就是说能够知道这个未来的事情，哦，能够预卜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这种人呢，因为先前呢，狂诈诱骗，哦，利用这种手段呢，诈骗，哦，这个欺骗别人啊，成为意识鬼，哦，就是受到人家使役的，哦，就是受人教唤的这个鬼啊。那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众生啊，他来到人世间之后啊，就会参合在民类，
哦，民类就是比较聪明的人，比较聪明的人呢，可是呢是属于视智变聪，哦，所以聪明跟智慧是不一样的。我们世间有小聪明的人很多，但是呢，有超越六道轮回的智慧的人啊，却不多。这个就是呢，他前世啊，这个业习种子所种下的因呢，哦，利用占卜，利用这个预知能力啊，来骗人。然后呢，他说呢，寻轮者参与达类。哦，这个寻轮啊，就是呢很循顺的人，就是很顺从的人，很顺从的众生啊。譬如说猫、狗啊，还有这个鸽子等等呢，这些人啊，他因为前喜欢呢好结党兴讼，结党兴讼，哦，做传送鬼，哦，我们说传送兵啊，这种传送信息的鬼啊，那这个鬼呢，偿还业障之后啊，来到人世间啊，还有业习种子、啊、就掺和在达类，达类就是通达的人，明白世故的人。哦，有的人他看起来很世故，很了解状况，那么在这种人啊，哦，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投资的人，哇，好像很厉害，一下手了，总是会赚到钱。哦，对于人情世故啊，总是呢，哦，这个圆融十方啊，能够呢，哦，这个不欺不骗。哦，面对每一个人啊，都是呢微笑着脸对着对方。那微笑的脸对着对方不代表他的心就是微笑的，所以他这里讲的达类啊，是属于这种。那所以呢，这几种类啊，都是我们世间人都可以看得到的。这是佛陀呢大略的说法，哦，将人啊分成这10轮，哦，分成这10轮里面呢、佛陀讲啊，这个无始来啊，业绩颠倒，相生相杀，不遇如来，不闻正法，于尘劳中法尔轮转，此被名为可怜悯者。所以人呢，都是叫做可怜悯者。哦，因为呢，他们前世曾经是鬼、动物来转世，然后呢，因为呢，以前所做的这些业习种子都还在，所以呢，这辈子呢，掺和在各种这个百业之中啊，哦，掺和在各种人群之中啊，所以呢，被分成这10类，都叫做可怜悯者。其实他们很可怜，虽然他们在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但是呢，不晓得人生的智慧，所以呢，佛陀把它称为是很可怜的人呢。那么从佛陀的分类里面呢，我们就知道说，天地的生成啊，人的生成是这个样子。那人如果说他再能够继续修行，哦，继续参悟的话，那他就变成天人。天人就是我们所谓的仙人，哦，我们所谓的神明啊。那么《楞严经》也有讲到仙人、仙道这一个道，所以我们讲6道轮回，《楞严经》讲7道轮回，哦，仙道也是轮回之一啊。那么《楞严经》的标准啊，那么看在道家里面啊，那可见呢，道家的那个修为啊，在《楞严经》之中啊，都还算是小道。哦，真正的能够了解那个如来藏，了解自性啊是体，
了解自信有无边的妙用，证悟到如来的这一点本性了，那么才是真正的我们今天要努力的目标。所以我们这辈子既然为人了，那么一定是有很多罪过错在里面。佛陀说，淫、这个杀、盗这3种业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纠缠了。因为有淫业，所以有各种众生胎卵湿化的产生。那么胎卵湿化这些众生产生之后呢，他们为了要生存下去所以呢不得不伤害别的众生，去杀害别的众生，所以呢就造成了杀业。我们现在国内吵得沸沸扬扬的，美国的牛肉要不要进口？美方呢他很感冒台湾已经都说好了，为什么现在又反对了？那所以呢，台湾这边呢，政府要派人去说明，什么原因？其实呢是要做私底下的一个沟通台面下的沟通所以我们不晓得他们台面下到底要做些什么事出来。那么你看，人吃牛、吃羊、吃猪、吃鸡，这些吃来吃去。那么我们想想，我们这辈子吃了多少动物动物因你而被杀的那一种这种业障太多太多，没有办法计算。人死为羊，羊死为人，这是佛陀讲的话。那么因为人有能力来杀羊，好了，这只羊被你杀了，它的这个灵就不断的累积，等到它变成人了，你变成羊了，它又继续来杀你。总是要把这一份因果给了完，酬偿业报那么在这里面呢，他说这个酬偿你也不能酬偿太多，酬偿要刚刚好当然要把利息算进去那酬偿刚好的程度，那你如果酬偿的太过譬如你杀这只羊，你只能够吃半斤而已，结果你给人家吃了1斤，那么这只羊它要想办法来吃你1斤那如果这只羊变成人之后来吃你的肉，吃1斤，结果呢它吃了2公斤、2斤，那这样呢它又给人家吃太多了，这只羊以后呢又转世为人，再来吃你1次，所以就这样因果轮回不断的相淡相识这个或者是说偷盗、强盗你抢，像你这个去猎杀这些动物，他们并不愿意被你猎杀，但是呢，你有能力，你把它抢过来，这个是佛陀所谓的偷，所谓的盗。那盗的范围就太多太多。我们呢，就大概点出来这个样子。那所以，因为杀盗淫这3种业不断的累积轮回所以产生了6道轮回的现象，人没有办法跳出来。这个如果不是遇到名师没有遇到真正的佛我们不晓得这个道理。那所以呢，
道乃是无极的真理落在人身上叫性。我们今天呢了解到这个性，那它是呢因为有这个性呢，所以变化万端变化成动物，变化成鬼，变化成这些万事万物都是我们自性变化出来的。如果不是名师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呢还是落于后天居于气柄，避于物欲为这种气数所局限我们怎么知道要超生了死怎么知道呢可以超凡入圣呢所以得受名师一指是最大的福报的人。那么名师告诉我们，还直接的告诉我们，他还不是说这样蜿蜒曲折的，直接告诉我们，你就是从这里修就对了。从名师一直下功夫就对了。那楞严经讲到耳根圆通，他讲到鼻根、舌根、意根、识根，他各种根都有讲到了。但是呢，独称赞耳根圆通。那么这里面呢有很大的玄机可以值得我们探讨。那如果说讲到根性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舍是用根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意识用我们的根性因为根性就是道嘛，根性就是那个自性，就是无极的真理。但是呢，碍于娑婆世界众生他的那个业习所以呢，佛认为说用耳根是最适合的。那耳根呢，如果配合名师这一指那么根相通，根为用。名师这一指是叫我们用根性去参悟不是只说用眼睛用根性佛陀说你会听的那个听，你会看的那个看，你不是因为眼睛会看，你不是因为耳朵会听，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而是呢你会看的那个根性眼睛只是工具让你看到这些事项，可是你没有眼睛之后你还是看得到。没有眼睛之后就一片乌黑了，怎么会看得到呢？对，你看到无相你看到黑暗所以呢那个看还是一样的。在佛陀的弟子里面还有人眼睛瞎了，可是呢他看地球就好像呢手中的苹果、手中的芭乐一样这么清楚。那是呢因为用根性在看。那么耳根圆通呢也是你要听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你要去听。那么刚开始呢名师所教我们的这个方法，那它是很适合用耳根来听用耳根来听你的根性。那么世间万物的声都是无字真经那个五字真言的声音那你的这个真主人住在玄关这里，住在玄关，然后呢这个跟听到了这个佛音互相契合，互相契合之后你再谈到说你这个是人有一个真主人，那这个真主人并不是肉体的我，所以佛陀讲非我非人非一切东西你所讲的一切都不是，但是你所讲的一切都是自性的变化。这讲起来实在是很复杂要不见得讲得圆融，我们再来慢慢探讨。
那我们因为要呼应敬天地礼神明，那所以呢，我们特别呢，再把《楞严经》里面他讲的这个仙道的修持仙道在七道轮回里面，仙道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他说呢，有的人已经成人了，但是呢，不依正觉修三摩地，没有依照的正知正见来修呢这个止观来修大定那所以呢，别修妄念，存想固行别修妄念，用这个妄念来修想要固行，就是保有这个肉体由于山林不及处有10种仙这个游走在深山重谷山洞之中所以你看我们的仙人总是跟山林离不开。那他因为呢要离群索居躲开这些人世间的纷扰，所以呢他必须呢住在山林里面。那佛陀讲有10种仙就是这种状况。他说呢，夫固食而不休息食道圆成。这些人呢想要长生不死，所以呢他整天呢就是呢用各种药物来做泡制，或者是说做饼干、做药丸用这些药物呢来让自己达到养生的方法，可以呢这个健身益寿身体轻安走路快速。那这样的人呢可以成为地行仙佛陀把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地行仙走路很快速，再透过这个吃药他的药是有形的药要吃灵芝、吃人参、吃世间上的各种珍品，然后呢成为一个这个很长寿的人有点像武侠小说里面讲到了锐气千条吃了这个之后光芒万丈这个是地行仙。那么他说呢，兼顾草木而不休息，要到圆成名非行仙。非行仙呢，就是呢不食人间烟火，专吃草木。草木跟我们刚才讲了专吃药物这也是差不多了。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专吃天然的东西这些灵芝黄金等等的，日子久了修炼成功可以步行如飞，登山越岭像在飞一样，所以叫做飞行仙。刚才那个地行仙他还没有办法飞，他可以走路很快，那这个可以飞。再来呢，就是兼顾精实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化道圆成就是游行仙专食用了各种的金石我们说这个铅汞烹铅煎汞炼丹煮药没有间断服食金石刚才是服食草木，这个是服食金石修炼成功可以脱胎换骨，点石成金超脱而游世外这游行仙。所以飞行仙跟游行仙比起来，游行仙又更高一招。那飞行仙是可以在世间的山川五岳这样飞行，它这个游行仙可以呢游于这个世界之外再来呢，兼顾动止而不休息气精圆成，叫空行仙空行仙呢就是一种修动功的人兼顾动止而不休息动止，动就是一直不断的
去练功夫啊。我们说勤练武功啊，或者是说呢，指呢就是修静功，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那这个就是很像道家的这种打坐的功夫了。那这样的人呢，炼神还虚啊，还于虚空，那他可以出定入定啊，腾云驾雾，所以叫空行仙。那可以腾云驾雾了，可以出定入定了，所以他在这个他的境界里面呢，他是可以进入到那个定中。那所以啊，他可以去游玩天堂，游玩世界以外的这个太虚啊，所以叫做空行仙。那么兼顾精义而不修习，润德圆成，这个叫天行仙。这种天行仙呢，就是呢专练这种口水，我们说精义啊，吞金咽液啊，古天子吞玉浆啊，使这个水生火降啊，结成内丹。这个是我们说的金丹的功夫了。那金丹结成内丹之后啊，那么这样的人呢，水火既济啊，功夫成就，内润传外，外润面容，所以鹤发童颜，不为物累。由于天上叫做天行仙。你看这个我们说搬迁练功啊，抽砍填犁啊，就是这一类的修法。所以这类的修法修成，最后的结果呢，润德圆成，叫做天行仙。那可见天行仙又比空行仙啊还要高一招。能够乘天地的正气啊，来游于天上。大概3界10方都可以游行了。再来呢，兼顾精色而不修习，息萃圆成，叫做通行仙。通行仙呢，就是呢专吸日月的精华。早上呢对太阳吸太阳的精气，晚上对着月亮吸月亮的精气。修炼成功了，能够精气潜通，形与气化，神与物通啊。这个形啊能够变化，一下子这个人形不见了，然后跑去哪里？跑去了这个神游太虚啊，可以穿金石到水火，往运无碍啊，叫通行仙。所以我们这个笔记小说里面常常看到有一些仙啊，能够穿过这些山石，能够呢入大海，入这个大火，都不会有事啊。那这个呢，就是属于通行仙。这样的人呢，他的肉体呢，可以变成能量。肉体变成能量了，他可以到处去遨游，可以通达世间的任何阻碍，已经障碍不来啊。这个叫做通行仙。再来呢，就是兼顾咒紧啊，而不修习，术法圆成，这个叫呢道行仙。那就是呢专心持咒啊，来求延年益寿啊，又延迟斋戒，又呢这个降妖驱魔。这样的人呢，可以养生，可以医病，可以利人救世了。所以呢，这个叫道行仙。所以很多道士，我们看到古时候一些道士啊，哇，他可以这样子随便画一画，或就成为一个病符来治病，随便搓一搓就成一个药丸来帮助众生了。这个就是所谓的道行仙。所以呢，修行兼顾其心呢，专持咒语。这个呢，道行仙，又高一招。那兼顾思念而不修习，思意圆成，叫做呢照行仙。照是这个照见，
哦，照相的照，照行仙呢，就是呢，沉思静念，哦，不思善不思恶，存想顶门而出神，细于迹象而聚气。要修泥丸功啊，修泥丸功的人啊，神可以出入自在，气可以上下交通，形成照应啊，化成金光。哦，他所以呢，他也可以带着肉体啊，这个化成能量啊，四处呢去交通啊。这个是控制意念，哦，从意念呢下手，这是照行仙。再来呢，兼顾交媾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叫做精行仙。那么兼顾交媾啊，交媾跟男女的交媾其实呢很像。那他不是说找男女来交媾，他是意念呢，所谓的这个婴儿差女，婴儿差女常常练。那么婴儿差女就是呢，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嘛，所以离是属于火，那么呢，这个坎是属于水，水火交际啊，坎中满就是差女，离中虚就是婴儿，所以差女跟婴儿互相交媾，就会结胎。那结胎就是养金丹。啊，婴儿差女相逢在黄庭啊，相逢在黄庭就是属于意。哦，我们说意守玄关啊，那个意啊已经呢成就为丹了，叫做精行仙。再来呢，就是呢兼顾变化而不休息啊，觉悟圆成，叫做呢觉行仙。哦，觉行是觉是断绝的觉，那么它是立志啊研究各种物理的变化，啊，各种呢事物的这种探讨啊，结果呢发生的这个感悟，有所感悟之后呢，它可以呼风唤雨，移山填海，还能够将春夏秋冬呢来调换，这个叫觉行仙。所以变化时空啊。能够变化时空啊，那是因为呢，这个在物的现象啊，把物的这种体性啊，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悟透了之后呢，就可以呼风唤雨，移山填海，运转世事，那个叫觉行仙。以上10种是佛陀所分析的10种仙呢，那么他讲的这些仙呢，在道家里面所说的大概都已经有包括了。那么如果说从《楞严经》的角度啊，那么这些仙人啊，还是不究竟的人，但是呢，这些仙人啊，已经是我们世间人所称的神人。我们说神明啊，所以我们讲到敬鬼神啊，敬鬼神就是因为我们世间还有这么多鬼神。当然这些仙士就是神，那这些仙呢，他在这个人世间，他可以帮助人世间，也可以毁灭人世间，他也有7情6欲。那么他的发善心要来帮助世人，他的道行当然就越来越高。他发嗔心来毁坏世人，那么他的这个道行就会越来越低。所以这些仙类啊，佛陀继续跟阿难讲：“4等皆于人中炼心啊，不修正觉。”这些人呢，都是在人伦之中啊，来练他的心。我们说呢，修心养性。修心练性啊，可是呢，还不是修正觉。你看这些仙，
他讲到的是因为他的坚固变化，不休息。坚固就是说，他所修的这个法门啊，他坚持住，而且呢，认为说这样一定可以成就，所以呢，他就不断的去做他的修炼。但是呢，这些跟了生死出三界没有关系。所以说不修正觉，别得生理。他们呢可以修到这个超生这个长生不死，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悟到正觉。寿千万岁啊，修止深山或大海岛，绝于人境啊，失意轮回，妄想流转，不修三昧，报尽还来，散入诸趣。你看，佛陀讲，不修三昧，不修呢正定，不修正知正觉，所以呢，他的福报享完了，他还继续散入诸趣，散入到六道之中，那有可能先就降一级，就越降越初级，那先又变成人，人又变成畜，畜又变成鬼，鬼又变成地狱。虽然呢，他们在深山大海岛，在没有人的地方，可是呢，轮回妄想流转，他那个并不是不死哦，他还是会死哦，只是呢，他可以活得很久。我们道场讲啊，老前人常常讲的守尸鬼，他活了那么久，可是呢，对于这个世间呢，没有这个正面上的影响。对于度化世间呢，也没有正知正见。对于自己超生了死呢，更是一无所知了，因为他认为他已经超生了死了，殊不知他已经落入了仙道。那仙道至少比人道高啊，可是呢，仙道呢反而不容易成就啊。那不容易成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神通有福报，比人好，没有像人这么苦啊。人道苦有他的苦的意义啊，所以人好修行，仙不容易修行，神不容易修行，所以有它的原因呢。那所以我们去看到那些鸾堂里面的神仙啊，希望他来打帮助道，度化众生。他们的回答常常是各有因缘，各有因缘就是莫强求啊。他们有他的神旨啊，有他们的仙道要去走啊。所以呢，修行不见得比人快。那么我们想到念佛往生的这些人，可以带业往生，在佛的加持之下，在极乐净土继续修行，那至少他不会堕落，所以要去那里也不简单。那不会堕落，一直要修到成佛，他的那个过程呢，很长很长。那很长很长啊，也许一个人啊，在人道受苦修炼啊，他的成就啊，会比极乐净土的众生啊还要快。所以呢，这个选择法门啊，你要看清楚，认清楚啊。今天是名师传你大道，大道在普传啊，你得到这个大道，你要赶快认清方向，赶快呢依理而修啊。他说呢，诸世间人不求长住，未能舍诸妻妾恩爱。于邪淫中心不留意啊，成瘾生敏，命中之后，临于日月，如是一类，名是天王天。你看他开始讲到天道的神明。那么天有28层天啊，所以呢，我们从仙道讲到天道，
它这个道还不太一样呢。那我们28层天我们就不用讲了。总之呢，这个就是神仙之类的。所以你看我们世间这个空间啊，神仙之类的众生啊，那不晓得多少多少。那么神仙之类的众生都有神通啊，他们的神通依照他们修行的功力啊，而有浅有深啊。所以那些专显神通专用来欺世媚人的这些人啊，这些神仙啊，其实啊，他们也有烦恼障碍，他们也在六道、七道轮回里面。我们刚才讲的用这些仙来代表，那么四天王天，一直到这个所谓欲界天、色界天到无色界天，这些人呢，这些众生啊，都是叫做天人，都是在六道轮回里面。那么他们都以为他们自己呢已经超越六道轮回了，其实还没有，还在轮回生死之中啊。但是福报特大，所以呢，一般人认为说天上的神仙啊，就是我们修道的目标，那其实是大错特错了。我们要认准的目标是那个无极真理。无极真理就是《楞严经》里面讲到的如来藏。如来藏如如不动，可以呢应遍十方。所以这个无极而生太极，无极的现状啊，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啊，我们的良知本性啊。那么呢，因为呢，现在已经到了整个法运的末期末法、末世、末劫，都是在讲这些。所以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有各种邪知邪见的人啊出来了，就是刚才比喻的这些神仙啊，或者是说鬼魅啊，通通出炉了。那他们也要收他们的盘，各收各的盘。你今天被谁收去了？那你要很清楚啊。你今天可以皈依到名师的门下，你已经是无比的幸运了，这是无比的福报。你要晓得，你累劫以来所修行的，就是在等今天这一会啊。名师一指点，现在已经得了道了。我们如果看到《楞严经》讲的这些啊，我们才知道啊，这些神仙啊，都不是我们的目标。唯有依照正知正见、真理真道来修。那真理真道呢？因为呢，各家各派的讲法太多。大家早安。修道要修到如如不动，修到这个三摩地啊。那么我们上次讲《楞严经》，《楞严经》教我们反文字性啊，性成无上道，那是文思修里面开始下功夫，从文的根性，然后去思考，然后去修行。那么在耳根圆通之后的介绍啊，阿难跟佛陀之间也有很深入的对白。为什么这些修行人，那么在他们得到成就的时候呢，却受到魔的干扰，甚至呢入了魔道？那里面呢，佛陀也有很精彩的开示啊。那这个《楞严经》讲，存想即非啊，
存情即罪。这个观念呢，就是说，一个人，一个修行人，那么他没有任何的欲念，也没有任何的想法，那他呢，都是往着这种理天的境界，佛菩萨的境界，圣贤人的境界，这样不断的去坚持，那么这样的人呢，就会不断的去飞升，不断的飞升而成就。那么当他飞升成就的时候啊，大地震动，其他的这个魔宫啊，会有这个地震的现象啊。那么这种摇动的现象啊，造成天魔呢恐惧惊怕。只要有一个修行人得定了，进入了一个境界啊，那天魔的这种宫殿啊，就会崩裂，天翻地覆啊，好像呢在水中摇晃一样。那所以天魔就知道说，这个时候呢，快要有人成就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人呢，能够加入魔的眷属啊，那么他一定力量呢会增强很多，如虎添翼啊。所以呢，想办法去干扰这个修行的人啊，让他呢能够呢失去他的政治正见，加入魔的这种眷属。那么，所以《楞严经》在讲，这个地震，这个世间的地震啊，人呢认为说啊是自然的现象，在惊恐慌之中啊，也没有办法应付啊，是自然的现象。其实呢，如果说从《楞严经》这样看的话，好像不是自然的现象。那最近有新闻报道说啊，其实地球的天灾地变啊，都是外星人造成的有一说呢是外星人他的影响，那么这是有可能原因就是呼应《楞严经》的说法。那么外星人到底是哪一个外星人，我们当然不得而知啊。但是呢，他在修行，如果说修行到一个境界，就会产生这里所讲的大地震彻啊，水陆飞腾啊，整个地牛翻身啊。那照理讲，你虽然是这样子，整个大地震动，可是呢，对一个修行人来讲，那也只是一种幻象而已啊，你又何必惊怕呢？可是呢，众生因为呢有那个业习啊，感到惊恐，感到害怕，那么这个惊恐害怕呢，产生了他对于整个天地的累劫以来不平的现象啊，对于天地呢咒骂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啊爆发出来，于是呢就产生了，连他自己呢也会因为这个震动而产生灾难。那需要知道，真如本性是如如不动的。那所以说六祖坛经里面讲到禅定了，这个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离相为禅，外离相为禅的功夫呢，就是放下这种烦恼啊、无明啊，放下你的分别执着内不乱为定。内不乱就是说，你见了相，你所看到的是根性或者说见色尘的根性眼根的根性，听这个声音，听是闻根的根性
你的根性呢如如不动，内不断，所以这个呢叫做禅定。那么如果说众生呢能够依止这样的一个道体来修啊，没有任何的所谓境界，没有任何的波动哦，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么老前人在《真言集成》里面解释我相，我相是什么？我相呢，就是说一个人啊，一生忙忙碌碌啊，哦，为了自身的努力啊，为了前途啊，为了名利啊，而这样子执着这一个身体啊，哦，你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个身体啊，为了你的家庭啊，所以呢，这个是我相。那么你为什么会有你这个身体？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家庭？啊，我们讲过，这个《楞严经》所讲的，这个都是呢妄心变动的结果。那妄心变动的结果产生的这些业缘境界啊，你又不断的去执着它，结果呢，造成更多的习气因果出来。所以呢，你有了我相，就分别你我。啊，分别你我，见好的就去攀缘，见不好的就去唾弃，就去舍离啊。所以嫉妒人之有财，或者是说攀缘人之有贵，那这样呢都是众生相。哦，色受想行识合起来，贪嗔痴爱这种烦恼啊，泯灭了我们的灵缘，这个就是众生相。所以你看，有了我相、人相之后啊，众生相呢，表示呢，外在的众生、内在的众生啊，都干扰了我们自信的这个灵缘。哦，外在有这些五欲六尘、名闻利养，内在呢有这些贪嗔痴爱、杀盗淫妄，所以造成了这个灵性啊更加的迷惑，迷惑又造业，哦，造业受果报，结果呢不断的在轮回。那么这个是众生相。那么有的人呢，为求现在的福田，为了求养生，哦，或者求永久保持住他现在这个名位，会用尽无所不用其极的方法。这个呢，就是寿者相。那么这个修行呢，都不是菩萨，因为呢执着于相。所以佛要我们放下这些相，放下这些妄想，放下这些无明，因为相既然是妄想所产生的，那么重点是妄想也要放下，你才有办法了解这个相的本质。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是《金刚经》所讲的话。诸相非相，一切都不是我们的。想想看，这个世间，我们有使用权，但是没有所有权。那只是暂时使用。你想想看，什么东西是你的？你能够说出来的那个东西就不是你的。包括我这个肉体，我能够说得出来，希望呢，这个在所有的物象里面呢，至少我拥有这个肉体，所以这个肉体是我。肉体是我，这个也是错误的假象，因为呢，肉体不是我。因为肉体如果是我，照理讲，我可以控制它，我可以掌控它。我可以让它不要老化，不要生病，不要死亡。照理讲，我是可以这样子。但是呢，有的人认为说，
那利用丹药，利用咒术，哦，利用各种这种坚固的修持方法，要达到长生不死。错误了，错误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假的，你要保有假的，成为永恒，那根本就是妄想。好像呢，你拿沙要来煮成米啊，煮成饭呐、哦，你要把磨镜啊，把这个砖头啊，要磨成镜子啊，这是不可能的，永远是不可能的。然后这个是认错根本啊，错用功夫。那错用功夫呢，是修行人最大的忌讳。可是呢，偏偏呢，很多人在修行的路上啊，他常常呢执着境界，所以呢就着魔了就越理越偏，这也是错用功夫啊。那所以佛陀在《楞严经》有讲到，这些修行人为什么在什么现象呢着魔，以至于说呢，他根本没有得到正知正见啊，所以在整个修行的路上啊，是白费功夫啊，甚至让自己啊堕入了魔子魔孙，成为魔人啊。那我们先前讲到，这个众生有10大类的人，有10大类的原因。那么成为仙也有10大类的仙。那么《楞严经》也讲到，这个菩萨的位阶啊，有60个圣人。啊，照理讲，菩萨呢已经是超越生死了，有10个圣人的位阶。那么他认为说，我们要走的是菩萨的路线，一步一步的往上登高啊。所以有所谓的10住、10行、10回向、10地。哦，有什么甘慧地、4觉行等等的这些菩萨合起来共有60个，所以你要每一层一层去突破。那么菩萨唯一的动作呢，就是呢，把这个幻象啊，把它呢看破，把它放下。哦，断贪嗔痴，看破放下。这样呢，就是菩萨的路，这个是我们修行的正知正见。那所以现在什么是你的？你的这个大庙，哦，你在道场所办的一切，你成就的后学，这些呢都不是你的，没有一样是你的，你只是参与这个过程当中而已。哦，老前人讲一人办一段呢、啊，你这一段过去了，你就可以回天脚趾了，你不需要再眷恋你在世的这一段了。你再眷恋啊，那么你就是成了这个诸相而见相，那么你不是如来，你不是如来，所以你不能够成就正等正觉。那所以这个佛陀啊，有帮我们细心的分出修道的过程，你在无形之中所着魔的现象，我们这个人可以稍微来讲一下。那什么状况？那么他刚才讲，存想即非啊，存情即罪。那么存思想，就是往意内去观的人啊，那么他就会飞升，他就不断的层次不断的上升。那上升呢，又有所谓的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真正的能够突破这种6道障碍的，那就是呢这个4果以上的阿罗汉，那才可以这样子。阿罗汉还是小圣，他要回小向大。哦，我们说顿根的阿罗汉啊，他还没有办法完全成就啊，所以回小向大，然后呢踏入菩萨的修行。
那这个都是要名师的指导。如果没有名师啊，我们不了解这种道理啊。那也就是说，众生的根性啊，事实上呢，他是没有办法了解。那么阿罗汉、独觉、圆觉这些修行人啊，他们都认为说，他们自己已经得到涅槃了，他们自己已经成就了，所以呢，就进入了完空的阶段。那完空了，他也不用特别去知道什么叫做菩萨，什么叫做佛，因为呢，他就是佛。那所以，为什么说佛陀要人先从小圣，然后再修大圣？就是因为呢，一定要懂得回小向大。那佛陀为什么不直接讲大圣呢？那为什么还要讲小圣呢？这个原因是因为要呼应众生的根器啊。你一下子讲这个大道啊，不是每一个众生都可以了解的。你看我们一贯道这个名师指授啊，祖祖相传这个一贯大道啊，大部分的众生啊就没有办法了解，甚至呢没有办法相信。我这么一点，天榜挂号，地府抽钉，哪有世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不用修行就已经天榜挂号，地府抽钉了。那我再修行下去，我就真的能够回到天堂了。所以世间的人的智慧啊，没有办法用这种立根顿教的方法去成就它。你要像每一个人都像慧能这样子啊，一点就通了。那这个世间呢是天才的世间呢，佛菩萨也不需要累世来到这个世间来这个转法轮即使是你已经理路已经悟通了，可是呢你还要去历练呢。理可顿悟，是要渐修啊。你虽然知道这个理了，了解到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必定成佛。可是呢，那个境界是什么？你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你还要去悟去证，在人世间，在社会上，在大自然之中。那所以道之宗旨，他告诉我们，道就是呢，从人跟身心的关系，了解人跟社会的关系，也就是人跟众生、人跟人的关系。人跟自然的关系，人跟大地万物的关系，从这些三个角度啊，来了解到你自己，我是什么。如果你今天能够从这个三个方向啊，来悟测到自己的那一份如来藏，那一份良知本性啊，那么今天名师传道给你那就真的是很得受用，你真的是得到了，也成道了。那么以前呢是先修道再得道，现在呢先得道再修道。那如果说照成就的方法来讲，那应该是先修道再去成道，这样才是正途啊。可是呢，仙佛讲天时紧急老天不忍玉石俱焚，所以先把道传给你。那今天我们得了道了，不晓得道的宝贵、奥妙、珍贵甚至修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受到一点境界的干扰就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这个都是呢累劫的这种妄想习气无明障碍我们的修行。所以孔子讲愚而好自用，见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事反古之道，哉及其身者也。愚昧的人，可是呢，他却喜欢自专自用，好夸大。见而好自专，他是一个卑贱的人，
可是呢，却呢固执己见，专门独断。生在这个世间呢、以反骨为风潮。我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人是谁？老人就是这些圣贤人，古大德这些佛菩萨。今天呢，有人以反对这些老人为主要的诉求，为主要的手段，来张扬自己的这个言行，张扬自己的名声，张扬自己的论见呢。他们都不晓得灾及其身者也，灾难就快要来到了。你不听老人言，你自己要去发展自己的想法，做错了也不愿意听老人的指导，所以呢，一路上呢跌跌撞撞，跌跌撞撞，也许你还有悟的一天呢。你如果呢执迷不悟不知道悔改不知道回头是岸这么一下去结果呢，茫茫然6万年不见踪影了。佛陀说：“可怜悯者，可怜悯者。”那么这个不是佛陀这些圣贤人不慈悲不教我们因为呢，你不接受古人的教诲，你不接受了老人的教诲，所以我呼吁我们修道人，我们现代的修道人，现在呢，我们虽然没有说常常可以跟到大德者，但是呢，我们还有这个古人的经教。圣贤人的经教留在世间我们常常去读它，常常去领会它，去接受它，那么同样的道理也是可以成就的。我们常常讲孟子的故事孟子跟子思那是没有碰面的。那么孟子为什么可以传承心法，传承道统？那他是因为他听老人言，他学老人行，他呢看了《论语》，看了孔子的话，发心要学孔子，结果呢就真的成了孔子。第二个圣人，所以叫孔孟。第二个圣人应该是颜回为什么我们后人不称孔颜，也不称孔曾、孔思？但是呢，独称孔孟，为什么？因为孟子他做得很彻底，他学习的可以说学到了90%那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孟子这样子你依照一家之言，依照圣贤、古大德所留下来的这些典籍，好好的来参悟，好好的来修学。你也会成为这一派的一个开悟的人。那不管呢，你是学三教的经典学各家各派，学五教的圣人，不管呢你是学哪一个，那么这只要是呢政治正见你都可以从之中而入到这种戒定慧的一个程度。好好的行持行持之中得到一个定力那么在这个定力当中你会得到这种佛菩萨的智慧。我们要知道外离相是禅，内不乱为定，是禅定所以从五教的各种法门，你得到这种放下妄想执着。内在如如不动，互相的感应那么你就可以步步的走上菩萨的位阶。那佛陀他讲到说色受想行识这五阴五阴有10种
的这种现象啊，会干扰你。因为五阴本来是空的啊，所以叫五阴魔。那么这个五阴是空的，修行人会认为说呢，在这个用五阴修行的过程啊，会认为那个境界是真的。那坚固的妄想啊，会认为那个是修行的根本，结果呢是五阴魔。其实我们的五阴呢，其实也叫魔。我们说呢，五贼加上一贼是6个贼。那佛陀举例啊，他说啊，一个在修行的人啊，很精妙的来研修这种定力，闻思修的这种功夫啊，四大不知啊，少选之间呢。也就是说呢，四大就地水火风，这个四大呢都没有什么样的障碍。四大不会造成呢他的各种的障碍困扰。那么这样呢，生能出爱，生就是能够在地水火风里面啊出入入，没有障碍啊。这个呢叫做精明流意前进啊，施但功用占得如是啊。这个就是精明流意啊，精明流意就是说他的这个精神啊，他的这个光明啊流散出来，已经有看到功夫出来了。那么看到这个光明的精神啊流溢出来了，这是暂时的功夫啊。他说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啊，这个不是你已经修到这个境界了，你不要认为说你已经得到这个境界。如果做圣解，即受群邪。如果说你认为你已经得到这个境界了，你已经进入这个境界了，那么呢，你就会受到群邪的陷阱，受到群魔的干扰。你看看修行人在这一丝一毫的这种念头之中，魔就趁隙而入啊。所以色受想行识啊，5种魔啊，5种魔还分为10大类啊，所以50阴魔啊，50阴魔他用各种方法要来干扰修行人。那个你看我们说的魔是阿修罗，阿修罗是在6道之中通通都有，所以他也可以跟天的这个天主啊互相打仗，因为他也有他的神通啊，也有他的能力啊。那么人界也有阿修罗，鬼界也有阿修罗。这阿修罗的形成啊，都是人修行到那个境界了，结果呢一心偏差，一念之差，着魔了，着魔就变成阿修罗了。佛陀举这个是色因啊。那么他又举说复以此心精研妙明，其身内测，世人忽然于其身内识出扰悔。这个人内心修到精神光明，有这种巧妙的变化，他的身体呢可以看透他的自己的身体，而且呢他身体里面呢有这个蛔虫有蛲虫他可以用他的手去把这个蛔虫蛲虫把它剪出来身相宛然，亦无伤悔他的身体手伸进去了拿出来了，身体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毁伤，可是呢蛔虫不见了。此名精明流意形体，施但精行占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为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这句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呢，只是暂时的现象。有些人呢，修到一个境界，然后呢，会有什么声音，听到什么声音，看到什么境界，或者是说呢，做到什么梦，都是吉祥的瑞兆但是呢，他执着这种境界。佛陀跟你讲
今行暂得如是啊，这个是你的精进的修行啊，暂时得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你不要去挂碍执着它。哦，不是圣正，也不是圣心呐、这不是圣人的境界，也不是圣人的这种心念呐、这是好的境界，所以叫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你如果说认为说你就是已经得圣了，成就为圣人了，哦，成就为法师菩萨了，法身菩萨，哦，自称什么佛菩萨再来了，那么呢，你就受了群邪了，你就着魔了，着魔就会受到魔的干扰啊。啊，这是一种，佛里面还有举很多种，啊，太细微了，讲得太明白、太清楚了，在修道人的起心动念上，如果没有像关圣帝君这样啊，哦，一身浩然啊，义薄云天啊，真的很难达到这个儒家这个释迦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他又举例特别说呢，又以此心内外精研，其使魂魄意志精神除执受身，于皆摄入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除了身根受事执此之外呀，其他的根啊，其他的魂魄意志啊，都能够摄入为宾主。你成为主人，你成为客人，都可以调换来调换去。那么魂魄是人一个很重要的灵体啊。那么魂魄怎么可以对调呢？但是呢，因为呢，一个修行功夫的人啊，他可以呢调魂魄，可以呢互换为宾主啊。那么他可以调魂魄，表示他魂魄呢可以随时移动了。忽然于空中闻说法音，或于十方同复密意，此为经魄地相离合。在空中听到了佛在讲经说法，或者是听到十方的声音啊，好像是佛的声音啊，在讲说秘密的真意啊。那这个是经魄呢地相离合，这个是你这个人的灵性啊，他的所附的精魄，精魄，我们讲灵魂之外，为什么有精魄呢？灵性是如如不动的，但是呢，产生新的意境之后，那它就会有需要这类精魄来成就这个肉体，来感应这个世界呢。那它的精魄呢，可以相离相合，已经达到这样境界，成就善种，暂得如是啊。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为善境界。你不要把它认为说这个是，你得到了境界，你就是你证悟的境界，你不要去执着它。那么呢，这个就是善境界，就好境界。你听到佛在跟你讲经说法，听到十方如来在讲说秘密的真意，那这个是好境界。但是呢，你不要去执着它，不要认为说你已经证到这个境界了，然后呢，一直是去钻研它。如果做圣解，即受群邪。你如果认为说呢，那么你已经证果了，你可以什么都不顾了，你可以完工了。什么都不要了，你已经达到佛的境界了，结果呢，即受群劫，就会受到魔的干扰，为魔所乘这是一种境界。那么其心呢，成肉角彻，内光发明，十方遍作阎浮弹射。他的心呢，修到心地非常光明，心地呢有这个各种光可以释放出来啊。
让这个十方国土啊、十方宇宙啊，变作这种盐浮弹色。盐浮弹色啊，那应该是一种这种紫光色，大放光明。哇，那这种大放光明的，在我们的书里面只有如来才有办法做得到。一切种类化为如来，于时忽见毗卢遮那具天台光，具天光台啊。好像呢，一切的众生呢，都变成如来的化身了。小鸟它飞过了，也是如来啊。这个蚂蚁在那里搬东西，那也是如来。一切种类都是如来。那这个已经是在极乐净土了。只有净土才会看到万物都是如来。他说呢，又看到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的法身佛。看到法身佛了，坐在天光台上啊，有千佛围绕啊，百亿国土与莲花俱时出现。哇，看到佛显现呐，看到这些佛菩萨围绕的这个法身佛，此名呢心魂灵悟啊，心光严明照诸世界，暂得如是。这个呢，是因为你的心呐，钻研到一个定力啊，进入到一种禅定之后啊，那么你的灵魂呢，有所感悟，然后呢，感得这些诸佛来现象给你看。但是呢，暂得如是，非为圣正啊，不做圣心啊，暂时如此而已啊，不要做圣正。不要认为说我已经证到这个境界了，也不要认为说我已经证得这个果位了。那这样呢，就是好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你如果认为你证到果位了，那么你就着魔所变了，为魔所乘，你就落入魔道了。你看像这种境界，在我们道场看来啊，那这样已经是不得了的境界了。即使在我们人世间看起来，这样的人呢，已经是不得了的人了。可是呢，佛陀却说啊，这只是暂时的假象而已。你不要去着那个境界，你不要认为说你已经悟证到那个境界，完全都不要理会，那就没事了，那个就是好境界。那他接下来他讲了很多项，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解说。我们只大概提一个重点，就是所有的好境界、坏境界现前，都不要理会，那就没事了。坏境界现前，你不要恐惧，你不要惊慌；好境界现前，你也不要欢喜，你也不要呢狂乐，你就是呢如如不动，照样修你的清净心，平等心。修你的恭敬心，一切相呢，见相非相，即见如来。你看到这个如来现身给你看了，这个也不是如来的相。如来怎么会有相呢？如来没有相，那这个就是自性的相。所以呢，不要去说自己是什么佛来转世，自己是某某大菩萨来转世了，讲这些话的人都不负责任了。因为呢，从古到今记载所有佛菩萨转世他通通不会讲，他可能也不知道，他知道他也不会讲。那我们道场这么多这个长龙卧虎之辈他是哪一个洞府来的？我们怎么知道呢？他可能是西天的某大菩萨，这个儒家的某大弟子可能呢，佛陀叫阿难一定要来生来人世间，说不定阿难现在已经在人世间弘法了。那我们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谁是阿难，谁是颜回子路呢？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那个人自称他就是颜回，他就是子路，哦，他就是阿难，他是菩萨来转世。那这样的人呢，你不要去相信他，他已经着魔了。因为呢，佛菩萨自己不会称他自己是佛菩萨。所以在我们这个台湾的世界、台湾的社会里面呢，很多的这个法师啊，很多的这些修行人啊，自称是什么佛、什么菩萨来转世的，哇，信徒多得不得了。那么后来呢，深信国法，国法受完之后呢，这个人还要再继续堕落地狱，因为他影响了这么多修道人的心。岂不闻宁动千江水啊，不动道人心呐。这些地上的这些现象啊，我们可以去动它，可是修道人的心呢，你如果去干扰它，你去动它，那么你自己呢，是不是也受到那个因果的牵缠？他本来要成就了，结果没办法成就，那他是不是要找你算账？宁动道人心呢？不动道人心呢？那魔为什么可以来干扰呢？因为魔是我们自己产生的，魔不是外面有另一种形象的魔啊。魔都是心魔啊。我们如果没有那个妄想，我们怎么会有那个魔呢？你看台湾的诈骗集团那么多喜欢被诈骗的人更多，为什么呢？那因为呢，他认为说，这个有机可乘啊，有一夕致富的机会啊，结果呢，被骗的人更多。那么我曾经呢，也受过诈骗集团的诈骗，非常感叹的，自己修行到了这个境界，还会受到诈骗集团的。当然以前呢，还没有这种悟境，愚痴啊！我想想，我这一辈子，在40岁以前呢，几乎都是在做荒唐事，浑浑噩噩也不晓得在干什么，受着命运的摆布啊，那结果呢，一步一步的照着命运的这个戏本，这个剧本来演自己的戏。在这个戏中呢，喜怒哀乐高低起伏命运是非常差，想要求的求不到，想要得的得不来。那么不管在什么单位、什么团体，甚至在道场，都受到无穷无尽的这种排挤跟阻拦。要成就一件事情，一定要奋斗，用很大的力量，你才有办法去完成它。这个是我40岁以前的样子。所以我现在呢，也不要去着境，也不要去求境。虽然呢，很想希望呢，仙佛菩萨来加持，来帮忙，但是呢，那也都虚妄了。因为呢，我们常常求不到。我们求不到仙佛菩萨来加持、来帮忙，那么我们会怪佛菩萨。怪佛菩萨呢，那么你又造了一层罪，你又起心动念，让自己受了更大的污染。所以呢，不要去求了，不要去着相了，不要去攀缘了。一切现象呢，都是自心的变现了。你知道是自心的变现了，所以呢，你今后呢，努力的目标就是要让自己更懂得放下了智慧。那些妄想、无明、执着等等的烦恼让它不要有升起的机会。所以你的起心动念变少了，起心动念变少了，你的这个心地的清净自然呢，你就有智慧，有智慧呢，你就有办法悟透这些圣贤人的经义如来的教法。
那从如来的教法获得到更深的智慧进入更深的禅定然后呢，敷衍更宏广的大法这个是我40岁以后希望呢能够做的事情40岁以后呢，因为呢受到一些贵人的指点所以老天还是没有忘记我，在40岁以后有得到一些贵人的指点，贵人的牵扯让自己呢在这个心性的路上知道怎么下功夫贵人不是给你贵人是指点你这功夫还是要自己下，那功夫不下呢，那么你给你再多贵人也没有用今天呢还有办法在这里看楞严经，讲楞严经。照理讲，以前我看佛经是都看不懂的。那么自从发扬了这个关圣帝君桃园明圣经的经义之后好像呢豁然贯通一样。一经通百经通现在要来解诸佛菩萨的这些智慧渐渐的还能够知道讲个皮毛这些文字呢这么深奥还可以接受，还可以看得懂，还可以为人家讲授。那么这也是我们要强调一门深入的道理一门深入就是说你不要做通家了，你什么都会，什么都行。那么呢，你就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行。你看我们道场，常常看到道亲，他什么都会，那楞严经也会，维摩经也会，道德经也会，论语孟子也会，没有什么不会的。那么也许他已经通了。也许呢，他只是博学。那么，如果是通家，我们还是建议说，他在这个一个法门上，把它钻研到底，钻研深入深入到达到开悟的境界。那么这样呢，他才可以博学多闻所以上次有一个学生问我，他认为呢。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他要开始来例行这个工作，因为他想要带领更多的学生的修行人，那么要引导他们，他需要博学。那我就告诉他，刚才我所讲的一门深入的道理。带伙食团的经验，我们都是实战累积过来的。虽然后学在伙食团呢，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表现了，但是呢，各种状况还是都遇过。当我们在讲我们的感受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感受呢，似是而非呀，因为火候还没成就嘛，所以呢，遇到资深的讲师来会认为说你这个讲的不对。那么根据资深讲师的说法，又碰到点传师来了，点传师会认为说这样的观念也不对，点传师有更深入的看法，所以呢，每一个人呢有他火候程度上的表现不一样，所以你要用什么做标准呢？那么我们夹在中间的人也不晓得，只好呢一步一脚印了。在你那个程度就讲你那个程度的话，我可以讲多少就讲多少，我可以度多少就度多少。所以呢，我建议现在的这些学生，伙食团的学生，应该呢从一门深入下手。你喜欢学佛规礼节了，你就好好的去研究佛规礼节。去体悟，去了解，
你喜欢经典的，你就好好的来学经典。啊，你喜欢去渡人的，你就好好的去在渡人的功夫上嘛，好好的下。掌握到一个原则，就是呢，这个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这个原则。啊，不要被外在的境界所染着了，所执迷了，那这样呢就没有错了。那这个外离相，内不动，这个是心性上的功夫。你的内上的功夫一定要呢超越这个外往的功夫了。内上的功夫没有成就，你不可能有外往的功业。因为外往的功业是建筑在内圣的道德上，你那个道德本体没有了，你外在的这些枝枝叶叶建得很漂亮了，那是虚花假景，那是没有用的。你看我们讲道场，道就是内圣的功夫，场呢是外往的事业。那么道跟场哪一个比较重要呢？那你会说都很重要啊，没有错，在我们现实的环境事实上都需要。但是真正帮助你成就了，不是你盖了这间大庙啊，而是你内在有道啊。所以说道场，你有道就有场。我只怕没有道啊，我不怕没有庙，这是德位菩萨讲的。那么道场，我不怕没有道，我怕没有道啊，不怕没有场。所以我们今天讲到道场这个字词啊，我们更要深入的去了解。我们自己内在的修为，内在的那个心性的了解与证悟啊，那个才是我们今天白羊修士啊所要掌握的第一要务啊。今天不要再把说四处去开荒忏道，四处去盖庙渡人，把它称为第一要务了，已经不是这样了。后续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现在的时局啊，已经不是这样子了。以前办道可以成道啊，但是呢，办道成道啊，那个是因为它建筑在这种佛菩萨那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那一份道德人心之上。他没有什么体悟，但是呢，天恩师德、天命的加持啊，让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来成就他的道德。那以前的人心单纯啊，老师说了什么他就跟着什么，前辈说了什么他就跟着做了什么。以前呢是很容易成就，很容易雕塑。但是现代人就不一样啦，在民国大概70、80年后吧，70、80年后。那么整个社会风气啊，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呢，那就是呢，生活物资啊，丰裕了。那么人心的那一份精神食粮啊，却缺乏了。很明显的，可以在70年代以后的那个社会状况啊，那个人心啊，可以看得出来。所以7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些小孩子啊，我们会发觉到说他的这个抗压性啊，绝对跟50年代出生的、40年代出生的人一定是不一样。那80年代以后出生的小孩子啊，那么他除非呢真的是特别立根的人啊，否则呢他在道场的修行啊，绝对不会比得上40、50年代这种修行人他那种扎实的功夫啊。所以仙佛常常讲，现在是末劫了，现在是末法时期了啊。所以呢，要修自己的心性啊，修自己的心性啊。那你要知道，你度的人
哦，你认为说渡人来成就自己，可是呢，你自己的脾气毛病没有改。哦，你的烦恼、你的习气都还在，所以呢，你的渡人呢变成一种福报。所以我们看到在道场很忙的人，那他的这个福报呢，有回馈到了，但是呢，他的心性呢一点成长都没有，没有什么成长。我们觉得很可惜啊，大家只知道往外用功夫啊。不晓得往内用功夫啊！哦，往内用功夫啊，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啊。哦，佛陀用这么多例子啊，来跟我们讲啊，这个修行成就到这么样境界的人，都还会着魔。那么我们这些人又算什么呢？我们根本没有所谓的可以听到佛的声音啊，可以见到佛像啊，佛的影像啊。哦，可以呢，听到呢远方的亲人他在讲话，可以一下子飞到这个很远的地方去啊，我们都没有这种能力。那他讲的这些有能力的人都还会着魔，所以反而有能力的人、有这些神通的人啊，是不容易成就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求这种这些神通啊，不要去求，不要刻意去执着、去攀缘。所以儒家修行就没有话讲。儒家修行就是叫人，你要人道守好啊，你这个孝父母、敬天地、重师尊、礼神明，你就在这方面好好的下你的恭敬心，哦，你的平等心，你的诚意心。在生活上呢，好好的做，好好的力行，把这些做到圆满。那么，人道圆满了，佛道就圆成了。那佛道圆成，那是因为他在人道这些历练上啊，已经成就了他这个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已经成就了这样的一个功德。哦，见性平等。他已经看到了这个心性上的那一份本来具足、本来圆满的那一份精神食粮。哦，当然讲到心性啊，也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哦，超越精神物质啊，那就是我们的良知本性，无己的状态啊。哦，所以因为这个太高超、太遥远了，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了。你看太极而回复到无极，光太极那个状态呀，世间人到现在解释就不一定圆满清楚。那么要从太极回归到无极，那么佛陀讲的如来藏，我们要回归到那个如来藏的样子，如如不动啊。所以说，他说本来就没有修，本来不曾动过哦，本来也没有所谓的无明。那所以呢，这个阿难问他，如果成佛的时候，还会不会变成众生啊？那佛陀做了一个比喻啊，这个大地的金啊，你把它炼金，把那个金呢提炼出来之后，金就不会再变成杂金了，就是纯金了。所以修成佛的人呢，修成佛的佛，他不会再变为众生。但是呢，我们众生又是本来就有佛性，这又是怎么讲？所以呢，佛的讲法其实是讲说啊，这个佛啊，他是如如不动了，他是不会再成为众生了，那是纯金啊。那么纯金呢，会有这些外来的杂染啊，会来沾附它就是说外面的这些成员啊，这些众生啊，会来干扰它。当有一个干扰，它感应了，那它呢，它就起心动念了。哦，譬如说它发生的这种悲哀、喜乐的现象了，那么它就动心了，动心了就变成太极，
太极就生两仪，两仪就生四象，就是这么一回事啊，这么样的奥妙啊。所以呢，佛是不会变成众生的，但是呢，众生呢会干扰佛，让佛不得不再变成众生来度化他们。在《楞严经》其实是这个意思啊。那所以说，我们本来是佛，今天我们好好去修，把它提炼到纯金，我们当然可以成佛。如果我们不是佛，我们要修成佛，那根本是子虚乌有，没有可能的事情。就好像你煮沙怎么会成饭呢？磨砖怎么会做镜呢？这是不可能的。以幻的方法来要达成悟境呢，那么这是不可能的。知见立知是无明的根本。你本来有头了，结果呢，你去照相的时候，照镜子，认为解决人类的问题，绝对不是单单考虑人类的因素。最近在新闻报道上看到格陵兰的冰已经融化成这种小块的冰山，那四处在流窜。那么这些冰呢，它们几十万年来从来没有融化过，现在呢，渐渐的在融化。连南极的冰也没有办法保留下去。现在像我们现在是冬天你看现在天气还这么热，每一年都是暖冬啊。那么如果说这些冰真的都融化了，我们世间的这些土地土地上的这些生命财产，我们还能够有什么依存呢？地都没了嘛，人怎么生存？所以，在现在，各国之间有一个减碳的会议，在哥本哈根举行。那么现在还在进行。很多的环保团体去那边做抗议，尤其是小国家，那他们没有资源，他们没有能力，所以他们不得不呼吁，或者是说抗争，希望这些大国呢能够释出他们的爱心来帮助这些小国。那他们的诉求呢，由于太过激烈，所以呢，会造成各种抗争的现象。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看到这些太平洋的这些诸岛、这些小国家，已经渐渐的不能够生存，因为海水已经淹没了他们的土地所以他们必须呢，急起抗争，急起呼吁那这些大国家会认为说，你们国家没有了，跟我们国家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拿钱来补助你们？我要花那么多人民的血汗钱来补助跟我没有关系的一些人。所以呢，大国呢会因为呢各己的这种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没有办法来顺利进行这种减碳的这种协议那么我们从现实面来讲，的确要这些大国牺牲他们的权益来分享给这些小国，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么这个有什么办法呢？你小国你去抗争，绝对呢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你所抗争得来的，别人也不是心甘情愿要给你的，所以呢，你的灾难呢，注定要形成了。
那么这些小国如果渐渐的不见了，那么这些大国呢，也会一一被剥蚀啊。也就是说，整个人类的文明啊，会渐渐的毁灭。那这个几乎是没有办法抵挡的趋势。那这些政治家，乃至科学家，世界各国的这些有心人士啊，在讨论这个问题啊，都是从这个减量、减碳、这个绿化的能量在这边着手。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必须清楚了解，真正的问题不是从外在在着手，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内心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个碳的排放量会不断的增加呢？那么为什么全球的气候会越来越暖化呢？水资源越来越少，造成了人心惶惶。那么这些食粮，基本的生活物资啊，越来越贵。所以呢，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的局势啊，似乎呢一触即发啊。那么我们宗教人士，我们这些修行的人，面对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甚至说，我们会不会认为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我相信，接受大道洗礼的人他不会认为这个不是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解决人类的问题，你必须跟整个全世界联系起来想。不是头痛医头啊，脚痛医脚，这绝对是不可以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像现在科学家、政治家所在用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好，你们这些小国家，土地没有了，好，那就搬到大国家，划一块土地给你吧。这样可以解决问题吗？这些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孟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天下逆源自于道。”这个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那么科学家有科学家的做法，政治家也可以有政治家的做法，这些呢都不相仿悖。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心的晚化是整个天地结束是否降临的主要关键。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敬天地，这个天地啊，如果我们不是用一种非常谦卑、非常恭敬，一心向他学习的态度来面对他，那么我们迟早会被天地所覆没。那么如果地都没有了，人也没有了，天没有了，人也没有了。所以天是人存在的依据，天地就是根本。天地呢，就是自然之道。所以我们道之宗旨第一句话讲敬天地。每一个人现在归结的问题就是在于自己内心的那份诚敬的问题。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灾变的主旨依在于人心的那一份敬意。你对天地诚敬了，天地自然就对你诚敬。今天你对天地不诚敬，天地自然要反扑你。天地要用各种灾变，海水升高，海啸不断的发生，地震，台风，火山爆发，你看，
我们地球所组合的这4大元素：地、水、火、风。这个地、水、火、风呢，不断的受人类的垦伐、滥采、过度的浪费使用，所以呢，这些物质呢，它必须要跟我们要回来。地，你看地是土地，土地呢，滥垦滥伐，森林的这个地啊，越来越少。森林地越来越少啊，这个土地里面啊，它就没有养分，所以你长出来的农作物是没有根的农作物，没有果的农作物，所以呢，就造成粮食恐慌。现在呢，粮食变成一种黄金，叫做农金。那粮食变成恐慌了，好，大家呢没有饭吃了。水灾。那水灾几乎是每年都有的，不管是用什么形式啊。那么我们在我们台湾呢，我们看得到的是台风啊，去年88的台风，我们没有办法来化解，那表示呢，我们的这个善的力量啊，没有办法去对抗这种恶的力量。整个台湾人心的那个恶的力量啊，已经主导了这一切。那修行人呢，没有办法转化，所以呢，水就形成他需要报复的方式，来向人民讨回来。火灾，火山爆发，这个山林大火。或者是说，这个整个城市中这种火灾的事件频传，那么最大的火啊，就是我们说的碳的排放量。碳的排放量冲到这个天空之中啊，结果呢，把整个地球包覆住了。那包覆住了之后呢？太阳光照射进到地球，造成地球的这种空调啊失衡了，失控了。温度呢排放不出去，所以呢地球越来越热，越来越热，所以冰山就融化了。那冰山融化了，这个天灾地变的现象就越来越明显。这个是火。风呢？风就是一种流动的，各种流动的现象。我们说台风，我们说飓风，我们说各种这种寒流，这些啊，都是属于风的现象。甚至呢，干旱，这个都是。那么风呢？也是人心没有办法去稳定它，也就是说人心吃动了，人的那个念啊波动不已啊，所以造成这个风的流动啊就非常的快速，人世间的变化呢非常的快，物换迁移啊，沧海桑田，这个变化太快了，这个是风的现象。所以你看，从整个自然界来看，我们天地的现象啊，会发觉到说，现在世间的灾难啊，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那就是透过教育的方式来告诉世人，要敬天地。我们下一句还会讲到礼神明，敬天地礼神明这个部分啊，是当前解决我们天地灾难问题的主要关键。人们不敬了。以前呢，我们如果说吃饭，那个米粒啊掉到饭桌下了，
那个大人就会骂你，你呀偷贼呀，你公公是，你怎么可以乱丢，把这个米粒呢，吃到这个餐桌下呢？哦，你不能够用手指月亮，不能用手指这个太阳。这个都是我们小时候大人告诫我们的。那么，尤其是在儒家古时候这些读书人遇到这种天地的灾变啊，他们一定要呢这个静坐，在这个书房里面，在大厅之中啊静坐思过，哦。祈求呢，上天息怒，人的那一份心念啊，来呼应天心，希望呢把这个灾难呢降到最低。那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说啊，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君子住在这里，那么这个地方呢，天灾地变就会很少，甚至没有。那如果有一个贤人，有一个圣人住在这里，那这个地方的百姓呢，就有福气了。所以啊，我们在还没有要求大家做到诚敬之前呢，第一个自己就要做到诚敬了。我们至少要让自己达到君子的标准。哦，你看古时候的人，他每天呢要向上天呢祷告，这不是宗教仪式哦。哦，这是一个士大夫，他应该做的一个动作。我每天呢，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好坏，啊，无私的向上天呈报。哦，你的心呢，一心向上天表白啊。那么你的这个家，就因为你的忏悔跟感恩，所以呢，这个家呢就得到了它的一个化解的力量。哦，我们是说对灾难化解的力量。那么如果说这个人他的德性能够庇荫到整个县民，哦，我们现在说公司或者是说这个他的单位。他的德性呢，如果能够扩及到这样，那么他的整个这个团体啊，这个单位啊，他就会得到永久的庇护。哦，就好像我们当时老前人注释，老前人注释呢，他是一个圣人，所以呢，他在世的这段期间呢，台湾就可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啊，至少没有什么大灾变。可是老前人一不在了，那整个天地呢，台湾可以说乱得一塌糊涂。你看首先来的就是921大地震了，那接下来的这种天灾地变不断的发生，我们如何解决？今天讲到敬天地，天地是万物生成，哦，赖以为滋养的根源。然后天给我们成形，地给我们滋养，所以天地呢有大德大能。天地的大德大能啊，那他用道的方式啊，呈现在每一个万物上，每一个个体生物上。那个体生物之间呢，有相生相克之作用。相生相克的作用呢，就造成整个天地这样多元的变化。那所以，我们如果今天眼睛打开，你能够从床上起来，这个是无限的天恩啊！你打开门面对整个世界，那是无限的天恩啊，在支持着你，你才有办法这样子。我以前照顾过我的
母亲，那他到了晚年不良于行了，吃喝拉撒睡都需要靠别人。那他如果说突然可以起来走路了，那我们是不是要感激涕零？因为他没有办法从床上自己爬起来，所以一个人能够从床上能够起床，要走到世界去，那你还可以去做各种事情，无限的感恩呐，真是天恩呐！你再去做坏事情，那你真的是对不起天地啊！我们天恩师德给你这么多了，结果呢，你用了这么莫大的天恩去做坏事，去做恶事，去做贪嗔痴的事情，造成今天的社会没有办法挽救的一个劫难。那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办法挽救啊？有啊，现在还有办法挽救啊！只要呢，我们能够回归天地的教化，用诚敬的态度来面对天地。我们讲的天地是包括万事万物天不是那个有无我们看得到那个天空，不是地也不是我们看得到这个大地那是一种表象啊。真正的心地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这个性就好像天我们的心就好像地。那么性天心地啊，我们这一份能够把它保养好，存养好，把它呢恭敬的把它护养好，那么整个天地呢就会变得很好。这个就是说，我们整个人类的问题啊，必须把整个世界连起来想，小宇宙啊必须跟大宇宙连起来想，联系在一起，你这样才有办法完全解决，真正的解决。所以解决问题呢，不在外面，不是单单靠科学家那些减碳的这种节能的方法。当然他们那个也是方法，可是呢不是就近的方法。就近的方法是人人回归道，回归诚敬之道。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你的性本来是清净的，所以呢你要回归到清净。你的心呢本来是圆满的，所以呢你的心要回到圆满的还有完美的那个状态。这个呢就是敬天地最好的做法。我们说心，这个道之宗旨讲人跟心性的关系，人跟社会的关系，人跟自然的关系。你看我们道之宗旨这21句经文，通通离不开这3种关系。今天我们讲到第一句敬天地，好像看起来呢是表象的天地，表象的天地我们也应该敬，也应该尊，那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敬啊，不管是礼敬、诚敬，或者是说呢这个拜敬，如果不是出自于你内在的那一份诚的力量啊，那么你这个敬呢还是要打折扣你没有办法像天地一样这么样的谦卑这么样的浩瀚，这么样的广大，这么样的无限那么你永远不晓得天地的那种智慧跟力量。那么回归到我们这个小宇宙，我们的性是清净的，性是平等的，性是觉悟的。所以我们要让自己呢回归到那个止于至善的那一面
好了，那个这个我们本来是具有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做不出来。哦，好像说太阳本来就在了，可是呢，今天呢，看不到太阳了，看不到太阳，那是因为乌云遮住了。乌云遮住了，你把乌云把它扫开就好了。那这个乌云呢，就是我们心事的变化。哦，也就是说呢，性呢，它透过心的作用啊，它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性呢，你看不到，你也听不到，你也感觉不到，但是呢，它如如实实的存在着。它透过心的方式让你显现出来。所以心如果是这种清净的状态，它所显示出来的就是圆满的那个性的本体，本质具足，本质清净，本质圆满。所以我们的这个智慧、德能还有相好这些呢，在我们身上都可以看得到。智慧是圆满的，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能力，所谓的才德兼备啊，都是我们应该有的。相好，这是外在的这个相啊，是受到肯定，让人呢肃然起敬的。所以你看这些诸天仙佛，他们的相都是这样子，他们的智慧德能也是这样子，因为呢，他们的性呢就是清净平等觉悟。所以呢，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把尽天地的对象，把它收摄到我们的心性，我们就通了。你看，天生地养，天生我们这个肉体，地呢养我们这个肉体，这个是身。但是呢，身里面又有心跟性，心呢会演化成身的样子，然后你存在这里，让你依存在这个天地之中啊。那所以呢，这个身里面的身心，如果不是具足在这种很清净的状态，很有智慧的状态，那么呢，这个身呢，可能就会造作、造业，或者是说造罪。那身又代表天地啊，所以呢，这个天地呢就造罪了，就是我们看到了天灾地变了。所以人造罪了，天才会有天灾地变。这个道理呢，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所以你看那个江本胜他所做的这个水的实验，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也有看过，在网络上也广为流传。那么佛教的净宗学会特别在强调这件事情。那么水有见闻觉知，水会因为人的意念来改变它的分子结构。那么水是矿物啊，水可以改变，那么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改变。我可以改变米、面，我们的食物，甚至呢，我们改变我们的住家的这个磁场，住家的每一个事物，这个都是依靠我们的心来做改变的。所以为什么说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啊？这个一定是有它的道理。这个地理呢本来是不好的，但是呢，因为福人来住了，所以呢，地理磁场变好了。那这个就是绝对的道理啊！你心不好，你跑到什么样的好的环境，那个环境也会被你搞坏掉。所以好环境怎么来？好环境依照心来的。所以我们道之宗旨讲这个人跟心性的关系，人是我们这个身体，那么跟心跟性的关系，我们必须把它弄清楚、弄明白。自己如果都不清楚、不明白了，那么你敬天地理神明，接下来这些爱国忠志、孝养父母这些事情，你完全不晓得你在干什么。
哦，跟不懂了其他的作为呢，都只是人云亦云了，都只是呢两相对白了，那这是没有意义的。那回归到我们今天讲敬天地，敬天地用什么敬？用清净心来敬，用平等心，用觉悟的心。你看清净心，我们的心本来是清清净净的，本来是不受污染的。哦，就好像水，哦，那个水呢，你看跟牛奶泡在一起就变成牛奶，跟咖啡在一起就变成咖啡，但是那水还是水，水的本质完全没有变。那个 H2O 的值啊，都还在，它不受污染。哦，我们看起来好像水受污染，其实水没有受污染，污染的是那个污染的东西啊，附在它身上了。只要把那个污染的东西啊，把它拿掉，那个水还是水。那我们的性也是一样啊，性永远是清净的。那心今天不清净了，就是因为你的心是变化了，你把那个性掩盖住了。哦，我们的性呢，对待万物一体是平等的。平等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呢，都是他那个小宇宙，每一个事物呢，都是一个小宇宙。这个小宇宙呢，组成一个大宇宙。所以我们常常讲，老母是本灵，我们是分灵啊。那么我们这些分灵合起来，是不是就是那个本灵呢？就是那个明明上帝啊，就是老母啊。哦，所以我们之间哪有说谁比较大呢？没有比较大，大家都最大，大家都是第一啊。哦，你说这个玫瑰花最漂亮，还是牡丹花，还是兰花，还是莲花？我们说不出来。你要怎么样比较这些花呢？你没有办法比较，各有各的特色，个个都是第一啊。那你说玫瑰花是跟这些花都是第一，那么那个我们台语说的银芽灰的那个银芽灰长在水沟旁边，长在路旁没有人看的那个花，那也是第一吗？那也是第一啊。哎，银芽花是第一啊。玫瑰花它是它的艳丽，它代表了那一份爱情，那一份情啊，那是第一。哦，康乃馨，它的清秀代表了亲情，是第一。莲花它的脱俗，哦，挺拔，莲花的那一份高尚的心，那代表的这种道心的清高，第一。菊花是文质彬彬，代表的这种君子的修为，第一。你看各个花都有它各个的这种表法，所以你哪有办法比较什么花是跟什么花是最好的呢？你说不出来。哦，我们的五官里面谁是第一呢？你会说啊，头是第一，那脚要抗议了。脚才是第一啊！你没有脚，你头要走到哪里去啊？好了，脚说第一，那手要不要抗议了？那你腰要不要抗议啊？那你其他的毛发、其他的器官你要不要抗议啊？大家都想做第一啊，大家都认为他是第一啊。其实每一个都是第一啊，哪有谁是第二啊？没有第二。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没有第二，那这样就对了，这样就是平等，这样就是恢复性体，这样才是真正的敬天地。所以，当你在敬天地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随便的滥采滥垦，哦，你不会欺负河水，你不会跟水争地啊，因为呢，他们有他们的水道、河道，有山林之道。他们有他们的道，你去把他们的道抢过来，变成你的道，结果呢，他就生气了。啊，有一天呢，他有力量了，他就把你反扑回来，把你抢回来，
就造成一种抗争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呢，在万物之中，每一个都是第一啊，河水第一哦，水沟第一，这些树木第一，花草第一，每一个都是第一。那这样呢就对了，这样就是敬天地的态度哦。我们说亲近平等的态度。那么这个每一个万物呢，都有它表法的意义。哦，我们说这个玫瑰花，玫瑰花表那个爱情，那种忠贞纯洁，那个是第一，就是它的觉悟的一个本性。我们说悟的本性就是这样，你看到一个万事万物，你有办法悟到你的本性，这个是悟啊。你看佛陀夜睹明星，然后呢就开悟成佛了。看到这个星星在那里一闪一闪，他竟然就成佛了，那么厉害啊！因为他看到了他的性体，不是星星的性体哦，是看到了自己的性体，自己的性体跟那个星星的性体是合而为一，是一不是二，是二就有对立，是一呢就是开悟。所以呢，他尊敬星星，他尊敬自己的心灵，所以他就开悟了。哦，所以各个是第一，各个是清净，各个是圆满。所以我们讲到敬天地理神明，敬天地，我们敬的态度啊，是各个是第一啊。那么你今天就不会乱丢垃圾。哦，你就不会呢，这个丢，这个把这个米食啊，乱倒乱丢，你会很珍惜的去使用它，是把它呢发挥到淋漓尽致。譬如说这一支笔，你把这支笔的功能，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那这个就是敬天地最好的表现，因为你知道它的性。跟我的性是一样的，啊，我有佛性，他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不是二，所以呢，我会成佛，原子笔也会成佛。那你说原子笔也会成佛，这个未免太离谱了吧？原子笔哪会成佛啊？他有没有修行？可是江本胜的博士的试验不是告诉我们吗？水有见闻觉知啊。水会依靠人给他的意念而成就那种完美的那个分子结构啊。那么水是矿物啊，这个也是矿物啊，哦，也是矿物组成的嘛。那水可以，原子笔当然也可以啊。好了，那你问我说，原子笔什么时候成佛啊？我要回答你，当你成佛的时候，原子笔就成佛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因为你的佛，这依报虽的正报转嘛，这个物质是依附在我们的这种身心的状态之下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个物质啊，是因为你的心性的状态产生下来的一个东西啊，它是依附在你的心性的。那当你的心性圆满了，哦，当你的心性清净平等了，啊，觉悟的状态啊。那么这一支笔对你来讲就是成佛的状态，他随时在讲经说法。你看，如果说我们去听过林昌库在讲李天的状况，李天那个小河，那些小花，一草一木都在讲经说法。哦，所以呢，你看。释迦牟尼佛看星星在讲经说法，看月亮在讲经说法，所以他会开悟。你看古时候的那些大德，他们不断的反归自性，反归明师一指，他们知道这个性跟万物的性是合而为一的，每天都在做这个动作。所以有哪一天
石头碰到石头了，啪一声，结果呢，他就开悟了。哦，跳进水里面洗澡，他就开悟了。看到花开了，他就开悟了。为什么？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清楚了解，这个就是敬天地的一个结果。哦，所以敬天地这个道理可以讲得很深呐。当你的心性的开发能够开发到这个尽法界、虚空界啊，那么对于天地来讲啊，整个宇宙都是你的这种心性的充满、心性的扩充啊。所以你看这个地球，这些山河大地、这些花草树木，都是因为我心性的变现而变化的。所以我看他们，就跟看我自己一样啊，没有变化啊，哦，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今天我们刚才在讲那些小国家抗议大国家，哦，要重视他们的生命的权利，希望呢能够呢在这个减碳节能的会议上啊，能够有一套标准出来。那么这些大国家如果能够把这些小国家当成像自己的手指，哦，自己身体上的一个器官这样看待的话，那他就不会那么自私自利了，他就不会着眼于个人的国家利益考量，哦，而呢会去帮助其他弱小的国家，所谓济弱扶倾呢。因为只有其他弱小的国家，你都能够平等的生存下来，哦，都能够如实的立足于人世间啊。那么我们这个肉体啊，我们这个全世界，甚至说这个大宇宙、这个大本体啊，它才能够健康的活下来。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道理。你看，在这个生态系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断掉了，那么整个生态系是不是就破坏掉了？那生态系破坏掉了，那么这些生态系上的这些动物啊，一个一个就要灭亡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啊，一步一步在走向毁灭。所以这些小国家如果灭亡了，大国呢也是一步一步接近毁灭。啊，你要知道，这个是连贯的，世界是一体的，不是只有顾自己啊。那自私自利绝对是搞不通的。哦，自私自利的结果，大家呢都堕落到三恶道，然后要重新开始。那么儒家大道的教化，不希望整个世界的命运走向这样的绝路，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不断的来呼吁，每一个人都正视到自己心性上的圆满，哦，智慧上的圆满，道德上的圆满。我们在我们的本位上，好好的来力行我们的本分。哦，我们对于其他的种族、其他的国家，甚至其他的动物、植物，都心存的一种恭敬、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它。那么这个就是世界和平就有指日可待。但是这个目标因为太遥远了，所以儒家告诉我们，我们从父子有亲这个亲爱开始。哦，有等级的爱那没有关系，这个人性。但是呢，你要把这个亲爱扩大。你不是只有爱你的小孩子，你爱你的家人，哦，爱你的公司的这些同事、同学，爱你社区的人，爱你整个社会的这些族群，爱整个世界、整个国家的这些人，都要和平相处、相亲相爱。这个才是敬天地最重要的一个做法。
只有人相亲相爱了，那么天地才有可能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你光是去搞节能，这个节能减碳啊，人跟人之间不断的在斗争啊，你光去铺那块布啊，在这个冰棚上铺那块布啊，减少冰的融化，铺那块布能够解决问题吗？我们不能够说不能解决问题的，它解决一部分很局限的一种现象，但是问题那个根没有解决。解决之道是人相亲相爱，人呢要诚敬的面对天地。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2012世界毁灭，这是玛雅国它的预言。那么曾经也有一个预言，1999，这个恐怖的十字大王会降临到人间，人世间也会毁灭。但是呢，1999没有毁灭，为什么？这个我们只能够说，大家都有一个预期心理。那么大家都预期了这一天，有人预言会是世界末日，可是呢，真正世间上的那个善的力量就流露出来了。希望呢这个情况不要产生，希望呢我们的人性的那种光辉来抚平这个世界的伤口，让这个恐怖的十字大王不要降临人间，不要毁灭世间。所以这个善的力量起来了，整个磁场的波动呢又变化了，所以世界末日就没有到来了。所以你才知道说，这整个是人心的一个变化。心的变化如果没有掌握住，那么你很难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讲天地之前，要把静讲出来。静，那是良心的状态，是面对天地万物，面对所有一切所应该有的一个修为，那就是静。静呢，做到深层的，那就是诚。所以诚静是连在一起的，静是一种普遍的道德，但是呢，在深层的功夫呢，就是要做到诚静。做到呢一心不二，做到呢一念不生，这个叫是诚静。一念不生呢，就是说你不会起分别，你不会起执着，你不会起对待，你没有任何烦恼。你跟他呢还有这个二的观念，他是动物，我是人，不一样，那就是二。他是小国，我是大国，那是二。他是贫穷的，我是富有的，那是二。所以因为有这个二的对立啊，造成整个世界动乱的根源没有办法去阻止。只有人呢放下那个分别执着，那个妄想，让人处在这种亲爱和谐的状态之下，那才有办法达到世界大同，达到了天地和谐。所以我们古时候那些皇帝做得好，天地的灾难下诏罪己，闭门思过，斋戒3月，让自己呢
把这种天地灾难的这个罪啊降在自己的身上，不要降在人民的身上。人民都是我的子民，我是他的领导，我是他的主人，所以这个地方出了问题，主人要先担过，皇帝要先担过，这个皇帝有德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民主社会，民主社会的这个制度，这种民主的制度，这个主人是票选出来的，所以呢，他对于他这个国家那一份的那种专注力，那一份的爱心包容就没有那么多，因为那不是他的，他只是暂时来管理而已。以古时候的天子，他是把整个国家当成是他自己的生命财产，所以他必须好好的维护它。我们说家天下，那家天下呢，还是有一些圣王出现。如果说我们能够像尧舜这样子，这个也不是我这一家的天下，因为呢，这个天下呢跟我是没有分的。天地的性在我的体内，我就是天地的性。但是我们也不要说了那么遥远，我们讲到这种君主的制度啊，它还是有它的优点。这个优点呢，就是说它会关心到每一个国民。那么今天呢，有一个国民他受到灾难了，总统不关心，总统不用关心啊，总统关心什么？总统他是国家大事啊，他才关心啊，他关心你这个地区，你这个人民干什么？所以总统没有责任啊，好像没有责任啊，就大家就开始骂总统。那总统不关心人民就骂总统，所以又形成了对立的二。那形成对立之后呢，这个国家呢更加动荡不安。你看这样的世界呢，怎么会和平呢？世界永远没有和平啊。那么因为现在呢，太强调民主了，太强调民主，大家呢都想自己做主，拥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权。所以呢，一有什么不如意啊，就是怨天尤人，就是骂政府，骂这些领导，总是枪口就是对外。那所以这些人他内心存在的那一种愤怒，有没有把事情解决了？没有把事情解决，没有说政府来安抚你了，来补助你了。可是呢，你内在那份愤怒啊，你自己化解不了，你化解不了，造成你自己的堕落，造成你这个跟世界对立，你永远在对立的这种环境之中啊，所以你永远处在天灾地变的国土。你可能会投身在非洲这种天灾不断的国家，处在其他的不好的恶土上，这个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今天你还有一个福报，一个国家管着你，有一个政府可以让你骂，那是你的很大的福报啊。今天如果都没有人管理了，你要去骂谁呀？你看，就我们上次讲的，一条空船，没有人驾驶的船撞上了你的船，你根本连气的对象都没有了，你要气谁呀？今天我们的国家也是这样子。国家你把它看成是一个空的组织啊，它只是帮助人民事情上的协调跟运作跟沟通，它不是让你责骂的对象，你要知道啊。
但是我们看到了社会现象不是这样子，人们自私自利，民主扩张，自己要求要有权利，要有主张，自己要求更大的这种生存权，所以呢，就在不断的那里叫嚣谩骂，形成了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人心的不安，结果呢，天灾地变更加不断的产生，这个是人自己造成的，不是天地给我们，不是上帝给我们，是人自己造成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结果造成了天地不可收拾，只好了全部毁灭，重新开始。那你会说，可是有的里面还有善人在啊，一些有遵守这些礼法的人，有修行的人，你不能够把它也毁灭掉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道的产生，天降大道来拯救这些善人。因为你恶人你也讲不听的啊，怎么救也救不起来的你没有根啊，没有缘啊，大雨再大，你没有根怎么吸收？佛法再高，你没有缘也渡不了你。你看这个地藏王菩萨在地狱，那他法力无边啊，你看他的感应这么多。那照理讲，地狱的众生应该都已经被他渡光了，啊，他法力那么大，能力那么强，地狱的众生不但没有渡空啊，反而越来越多听说现在还有19层地狱，啊，18层已经不够了，还有专门在官司之辈的19层，因为这些人啊害人最多。这个当然是听说了但是呢，这说明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往内观，都是往外观，往外观造成自私自利的现象越来越明显。那么自私自利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就没有别人的存在，没有天，没有地，没有万物的存在。你没有这些存在，那你没有把这些人放在跟你一体的，你不要说跟他，把他看成像第一了，他跟你是一体的那种观念你都没有，你只有自己最大，自己最行，自己最要被受重视，自私自利。自私自利造成今天我们的天灾地变没有办法解决。那这种现象，如果我们今天不极力呼吁、极力去推动这种道德宗旨，中华文化的教化，我们今天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今天还有人在讲道之宗旨，整个道的流传，还有人在讲伦理道德。那么这个是世界的福音呢。我们希望这样的福音呢，不断的去流传，所谓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有大德力量，大德的力量呢，在辅助我们，那小德呢，不断的去流动。我们今天选择用流动的方法，用科技。你看现在学校发展远程教学，你不用出门，你只要在家看网络、看电视。所以你看，网络、电视并不是坏事要看你会不会用。你不会用，这个科技造成世界的毁灭；你会用，造成了富强康乐。那么我们今天利用科技，把这个伦理道德的教化，把这种道之宗旨的这种教化的力量透过科技，透过光碟，透过这个媒体在播放，
有缘的人自然会听到，听到了，我们不求他把它听完，只要听到一句话受用，赶快去做，赶快去做，赶快去力行，赶快去改变他的生活，改变他的家庭，救得了一个人，就救得了一个家，救了一个家，就能够救了一个社区，一个社区救到了，就能够达成这个社会的救助。我们说世界大同，那是指日可待。我觉得我非常有信心，世界大同会有来到的一天。我很向往孔子、孟子周游列国，谈道德，说伦理，弘扬大道那样的一个作为啊。那今天呢，虽然没有办法周游列国，可是呢，我们可以透过科技，透过媒体，透过我们的这些光碟，来到处散播这种道德思想、道德力量，这种伦理道德的教化，中华文化的这个美德。希望透过这个小小的力量来达到小德川流的作用。那么这样也就不枉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生来到这里修学大道的一个目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活在这个大道的自然之中，回归到大道的化育之中，让自己呢处在那种身心安顿、清安自在的生活。这个是我们讲敬天地最希望达到的一个基本的诉求。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早安。先天大道是还没有开天地以前就有的道，那么有了天地以后呢，道就变成了教，所以呢叫做后天的教。那道呢称为先天的道，所以没有所谓的后天的道，也没有所谓的先天的教。这个我们要清楚，先天就是属于道，后天就是属于教。那么我们今天讲敬天地，讲到有天地之后，那就都是属于教的部分。所以我们世间有所谓的三教的圣人，在传他们的这个心法，透过教化的功夫呢，来返归先天。所谓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那么透过修道的方法，来达到一个率性这样的一个境界。那所以呢，三教都是在讲性理心法，包括五教也是在讲性理心法。那只是因为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普遍接受的就是三教的思想，所以三教的思想呢，在中国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主要的部分。那尤其是儒家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主流它是贯通各家各派，但是各家各派呢，也跟儒家呢互相呼应。所以儒家讲存心养性，达乎忠恕之纲，以忠孝为功德。那么存心养性，是我们讲敬天地，其实上呢，儒家教我们存心养性，其实就是存养我们内在这个天地。我们讲到这个性就是天，心就是地。
那么性呢，它本来是圆满，本来是光明，本来是具足的。但是呢，落入后天之后，由心的这个呈现啊，它有所谓的好坏善恶，美丑对错是非这样的分别。所以我们今天讲修道，修道就是要把心调到那个跟性完全一样，因为性透过心来显嘛，所以呢，心当你调到跟性完全一样了，你心所现出来的就是性的那个样子。性本来没有样子，但是呢，可以透过心来呈现出那个样子。那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清净、平等、觉悟、智慧具足，真诚、慈悲，等等的这些德性，都是心跟性的一个呈现。那么儒家教我们以忠恕为纲要，忠恕在《论语》里面讲，尽己之谓忠，那推己及人之谓恕。那么忠这个字啊，一直是儒家他所强调的一个德范。那么甚至忠包括了孝，因为孝道的推广是到了忠，所以达到忠就是达到孝。那他说忠恕之纲，就是当你尽忠了，当你尽到你的这个本分了，你尽到你的这个良知本性了，那么这个就是忠。那恕呢？恕就是也帮助别人达到这个良知本性。推己及人啊，儒家讲正己成人，所以呢，要让自己达到这个忠，你必须呢26时中啊，时时刻刻啊，不能离开这个道体，离开这个心性啊。所以当你在敬天地的这个同时啊，其实就是在涵养自己的心性。所以敬天地从哪里敬？从你的心性上里面敬。当你的心有一丝好的染着，一丝好的偏颇，一丝好的欠缺的时候啊，那么你的这个性啊，就不能够完全显露出来，你的心就有所偏颇了，你就没有达到完全的涵养。所以儒家讲以忠孝为功德，这个建功立德啊，在忠孝的基本分上，好好的来下功夫，就可以达到存心养性，就是敬天地的一个功夫啊。所以儒家讲的是我们生活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注重的。所以儒家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呢很不容易做。你必须在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上做到这个忠孝的这个功德把人的本分做好那这个就能够扩及到其他的宇宙万物。这个是儒家讲存心养性，所以敬天地要从这里存，从这里养。那道家呢，他讲修心炼性，通乎阴阳之妙，以无为为丹药。道家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强调，当我们在讲儒家的同时，就是在讲道家。儒跟道呢是不能够分开的，因为呢日跟月呢是同时存在，你有日就有月，你有这个白天就有晚上，你光讲白天不讲晚上，那个是说不过去。但是呢，我们所讲的现在强调的都是讲白天，晚上呢把它忽略掉了。
晚上休息，晚上看不见，那么这个部分就没有讲，没有讲不是没有。所以道家的这个思想啊是没有讲，没有讲不是没有，他是在默默支持各种教法。所以他讲修心炼性，通乎阴阳之妙。你看阴阳之妙。如果说白天叫做阳，那么晚上就是阴啊。那么道家呢，就是要让你知道，你这个修心炼性啊，修在白天的时候呢，你可以完全的展露。可是呢，晚上的时候呢，你要完全的守静，你要动静呢都能够合一啊。这个就是通乎阴阳之妙。那么阴呢，它是守柔的，它是守静的。当我们动久了，当我们呢刚健正直了，已经是行持一段时间之后，那么我们必须要用柔弱之道、柔顺之道来默守。所以道家教人家要静，透过静呢来让你知道阴阳的这种变化。也就是说，当你晚上在休息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这个白天的作用。所以这个道家呢，真的是一个很无为的一个学派。所以后学一直认为说，我们中国为什么同样的时间跟空间会出现两个圣人呢？孔老夫子跟这个太上老君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那么一个时代为什么需要两个圣人呢？而且呢，在同一个这个环境呢，那可见呢，这已经说明了一个现象了，就是阴阳之妙，无为跟有为必须互相配合。那道家专讲无为，用无为做丹药。无为呢，就是说我没有所作为，但是呢，我让你有为发挥到极致。你看有为，如果是这个白天，那么我晚上好好休息，这个储存能量，我默默的这个支持你，那白天呢，让你好好的发挥，这个就是无为的妙用啊。这阴阳之妙啊，这个是要去懂得能够知道守静守柔，能够舍，这样的人啊，他才能够通乎阴阳之妙。所以这个无为的丹药啊，真的是无为心啊，纯无为心做有为事啊。无为，我们现在知道已经不是叫做什么都不做，无为是无所不为。那么无所不为，它是用无为的这个心啊，在支持它，所以它呢也能够成就所有的一切万事万物，宇宙天地。这个是道家的一个学术理论。那佛家呢，本着明心见性，真乎般若之机啊。那么他的明心见性，就是直指人心，点出我们人本来成圣成佛那一点至善啊。般若之机呢，就是智慧的应化。我们这个肉身啊，降临在这个世间，我们必须有这个智慧啊，来应化这个后天的这个一切。你要懂得去对应，甚至呢，你要懂得去度化，这个是般若之机。那么我们智慧呢，是跟我们的心性呢是一体的。心性怎么样圆满，智慧就怎么样圆满。那么心性怎么样无限，智慧就是怎么样无限。所以智慧流露出来的，就是自信的一个表征啊。所以般若
般若称为妙智慧。那么它加一个妙呢，主要是要跟世间的这些聪明有所分别。聪明不是智慧，聪明是视智变聪。那聪明是知识学问。真正的智慧是能够导引你生命的方向，让你知道如何面对整个人情世故。你要懂得要如何处理，尤其是天地的课题如何让天地跟生命合而为一体你要懂得知道，原来天地就是我的心性，这样的一个认知体悟，那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呢，达到这个般若的妙智。所以佛经在这个般若经上是一部很大的一部经典。那它呢讲述到人的那一份这种般若妙智这种心性上的圆满这个是在我们中国学术里面呢是很少看得到的。所以中国学术加入了佛家之后呢，整个呢就圆满起来了。照理讲，儒家跟道家已经把阴阳合起来了，但是呢，后来又加入一个佛家，佛家呢就把这个方外跟方内又合起来了。方外就是讲超世间的，那么超世间的跟这个入世间的合而为一没有分别，这个是佛家的作用。那所以这个三派的学说呢，形成中国三大巨流，影响的后代人心这次我们从尽天地谈到儒释道三教他们心性上的一个主张。所以要达到妙智慧，你必须要有存的菩提心。菩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清净、觉悟、真诚、慈悲这些等等的德目就是菩提心的。所以儒释道三家其实呢是不分而分，分而不分那么应机应现来成全度化各种人。那么你喜欢佛家的，你就用佛家的明心见性；你喜欢道家的，你就用道家的修心练性。你跟儒家有缘的，你就用儒家的纯心养性。那么不管你是用哪一派学说的思想都是离不开那个礼敬之道，那个诚敬，那一份恭敬那一份敬的心你都必须拿出来，你都必须呢入手。所以真正的入手的那一份敬是达到这个一念不生你没有什么任何的念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当你一切都可以放下了，那么你所进入了那份力量就是静的力量。所以为什么说呢？这个《礼记》《礼记曲礼》第一句话，它就是在讲无不敬。它第一句话就是无不敬。你对于天地万物，你对于这个人情世故，你对于所有的一切都是无不敬，没有不恭敬的。要做到了这个，你的心没有这个分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那个是真正的恭敬。所以呢，在这个四书注解里面他这个有一个范式他在注解《礼记》，他特别讲到学者必悟之要，之要者能守约，守约者足以尽博矣。经礼300，曲礼3000，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无不敬。
经理300，曲礼3000，也就是说所有的礼啊，那么用一句话呢来概括，就是无不尽。那所以你对于万事万物你必须恭敬，对于这些人情世故你必须恭敬。那么天地呢，就是包括了整个人情世故跟宇宙万物，你都必须恭敬。恭敬的来源是起自于心性，心性是我们今天必须努力的方向。所以修心养性，所以修心这个存心养性、修心连性、明心见性，都是在做敬天地的功夫。所以才知道说，敬这个字啊，是古来圣贤人、佛菩萨这个下手的这个入手处。你看，在《论语》里面，孔老夫子给我们的示现呢，他说了：“子入太庙，每事问啊。”然后就有人说啊：“所谓周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那子闻之曰啊：“是礼也。”那么他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孔子入太庙，太庙就是祭祀祖先，就是周朝的祖先的一个地方啊，称为太庙。那么呢，太庙里面的礼节呢是非常繁复的，所以呢，一般人如果说要学习太庙里面的礼节，他必须要把每一个这个动作，每一个这种礼器啊，甚至这种摆设啊，你都要很清楚。那所以呢，孔老夫子呢对于这套呢很有兴趣，所以每看到一个器具啊，他就问；每看到一个摆设，他就发问。每事问啊，然后人家就嫌他说了：“哎呀，这个周人就是周这个地方的人啊。”这个地方的人儿子，怎么会是知礼呢？孔老夫子那时候就以知礼闻名了。然后人家就说：“这个人怎么会知礼呢？根本都不懂啊，那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什么都要问。”那孔子才说啊：“是礼也。我是因为啊，要心存恭敬啊，心存恭敬的态度来问啊。虽然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但是呢，我还是要心存恭敬的来问，不管是对于当事人那个主掌礼官的人，还是对于这件事情，或者是对于整个历史的渊源，我都要存着这种恭敬的态度来面对它。所以面对它，我就是用问的方式。所以孔老夫子才说是礼也，这个就是礼节啊。我来到人家这里，表现出这种谦恭的态度，这种谦卑的学习，把每一件事情呢详详细细的都问过。那么你问，恭敬的问，人家就很乐意告诉你啊。但是就是因为问太多了，所以人家会认为说他到底懂不懂礼。然后孔老夫子才说：“我这个就是在眼里啊。你看这个礼是多么细微啊！真的是讲道理啊。孔老夫子以身作则，给我们做的最好。那礼的态度就是一种敬。太庙是祭祀鬼神、祭祀这个祖先的。那所以祭祀的礼之中啊，这透过这个礼啊，来达到自己内在那一份心。就是敬，所以你看这个敬啊，是很深的一个功夫啊。我们如果说把佛家比喻为定功，那么这个敬啊，在佛家里面就是所谓深层的禅定。所以孔子这个是礼也。那他已经入了深层的禅定了，
所以呢，他才有办法说每事问，把这个礼节呢，通通呢把它表现出来，那一份谦卑，那一份这个恭敬，那敬天地啊，这个敬字啊，是所有人修行人必须要好好的把握的。我们再看看佛家的这个普贤菩萨10大愿里面，礼敬诸佛，第一条愿就是礼敬诸佛。那诸佛代表圆满，诸佛呢代表尽虚空遍法界。我们儒家不讲尽虚空遍法界，我们讲天地。所以呢，这个礼敬诸佛，就是礼敬天地的意思。因为天地呢，在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尽虚空遍法界了。所以普贤菩萨第一愿也是讲礼敬诸佛。那么孔老夫子第一个作为也是在讲礼敬。我们道之宗旨将敬天地摆在第一个，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一件德目啊这么样的重要。你看敬在我们的修行上，你如果不时时存着敬的话，你怎么可能会有成就呢？我们说天恩师德，上课前讲感谢天恩师德，你的感谢是发自于什么？发自于那一份这个诚敬的心啊。那如果不是发自于诚敬的心呢，那么你的讲的天恩师德，你只是口头的天恩师德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你讲破了，你都没有恭敬心你找这个诸天仙佛，求诸天仙佛，讲破了也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你不是发自于诚敬。所以你不是在感谢天恩师德，你只是在做样子而已。那么真正的感谢天恩师德，是你在存心养性、修心练性、明心见性上，你真正的做到功夫了。这里讲忠孝、无为、菩提，你真正的发露出来了，这个的才是敬。感谢天恩师德之后呢，你面对的观众，面对的这些班员，你所讲的课，那你讲课呢，你也必须要存着一个恭敬的态度来对他们讲，要气理气机的讲，不是按照你准备的讲，按照准备的来讲，其实呢，这个就是呢，功夫不够，敬的功夫不够，你才必须按照准备的来讲。第一个你就没有办法气理气机了。你讲的有道理，可是呢，有道理人家听不懂，人家听不会，那也没有用。那么你气机了，你呼应了这个听众的讲法了，可是呢，你讲的没有道理。所谓气机不气理啊，那是魔说啊。魔很喜欢表演这种气机的现象。好，现在众生喜欢听什么我就讲什么。大家喜欢听这些贪嗔痴爱的事情，好，我就专讲贪嗔痴爱的事情。哇，大家鼓手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们看到道场在讲课的这些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讲得好的，是真正的要气理气机，那才叫讲得好。那他讲了一大堆故事，讲了一大堆笑话，让人家笑，结果呢，讲完了，内在的心灵一点提升都没有。那这样的怎么能够叫做气理气机呢？那么你讲的这个课你没有静，你没有达到静，没有沉静你没有沉静就是一种傲慢，你对于班员傲慢。所以呢，
你讲这堂课了，毫无功德可言。为什么？因为不是发出于你的诚经。那么你说我这个真的是修道功夫很浅，我只能够讲到这里，我只能够讲到这个程度啊，那也没关系呀，你就用你的程度好好的来讲。哦，好好的讲，我们说好好的讲，真的是很谦卑、很恭敬的来讲，真的是战战兢兢、临渊履薄这样来讲，然后把它讲述出来。那么听的人呢，他一定会感受到你这一份沉静，那么在他的心里就会激起一份这种生命的激荡。那么在道学上，他就会发露出些微的智慧。哦，有时候讲的人呢，他的智慧呢是在讲之中发露出来的，因为讲呢是讲给自己听，别人只是来评论你。哦，你讲不是讲给别人听，除非你是开悟的人。哦，你讲给自己听，好了，你有听进去了，那么你也是一种恭敬的态度。哦，因为天地，我们说敬天地，天地是我的心性啊，所以呢，你要恭敬天地，你要让你的心性流淌出来，这个呢是敬啊。好，现在讲课，你面对听众，那么你面对你的内容，你是不是有恭敬？也就是说，你讲的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啊，你是不是符合这个圣贤人的旨意在讲？孔老夫子说：“无述而不作。”啊，述而不作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有新的创作，我没有加入自己的作为啊，我只是传述古圣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叫做述而不作。哦，所谓佛回传本体，师密付本心呐。那么我只是将古圣人他所传下来的意思啊，再把它传下去而已。我讲的都不是我个人的意思，这叫述而不作。所以你看，同样的意思，在佛陀里面，他也讲过。啊，《金刚经》，他讲说佛没有一法可说啊，没有讲任何法。如果你说佛有讲法，那么你是谤佛。佛明明讲了这么多的经典，怎么会说没有在说法呢？因为佛他所讲的法，他不是自己说的，他只是传述古佛所传导的意思。所以把古佛的意思再把它传下来，再把它说出来，他没有加入自己的意思，他没有个人的这种私人见解，没有发明，没有新创作，都是古圣贤的原旨原意啊。所以你看这些圣贤人，他们所讲的是如此的恭敬，如此的谦卑啊，他怎么敢有自己的创作呢？所以为什么老前人他不喜欢道场这些新花样、新名堂一大堆啊？尤其是很反对立案，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呢，老前人他所做的完全是根据这个古圣人、师尊师母以前的祖师留下来的，以前祖师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没有新的东西，我不加入私人的见解。你看私人的见解，
你跟我们讲思想这个思就好了。哦，心上有田，田呢是一格一格的，你的心呢已经被画成一格一格了，这个叫思。想呢就是心上有相，你的心上有相啊，那么你就落入分别执着。所以思想是一种对自信来讲是错误的一种呈现哦，圣贤人没有思想，没有思想，他完全呼应古圣贤，呼应古德，呼应这些古佛。所以讲述而不作。那么我们试着要问呢，这古佛到底是谁？啊，古圣到底是谁？说穿了，古佛、古圣就是我自己呀，就是我们那一份良知良能啊，我们那一份良知本性啊，就是古佛啊，就是古圣啊。如果我本来就是佛啊，佛所讲的话没有错，圣人讲的话没有错，众生都可以成佛。哦，人人皆可以为尧舜，那么我也是佛，我也是尧舜啊。我本来是佛，所以呢，我传述的这种理念，应该是佛的理念啊。但是今天呢，今天你加入了个人太多的邪知邪见了，加入这些邪知邪见，加入个人的思想。所以呢，你已经偏离了佛的旨意，偏离了圣人的旨意啊！你不是尽天地哦，你不是佛回转本体哦，你也不是述而不作哦，你是不断的在创新哦，那不对哦。古大德教我们是原汤化原始啊，遵从古圣先贤的意思哦。立天地之心，率生民性命，继往上绝学，开万世太平。我们就是做这件事情。所以要为天地立一个心，那个心是什么心？就是古圣古佛的心。这个心呢，是流传后代永不变化的心。那个心呢，就是完全是性体的朗现，性体的对照。所以回归到佛的境界，当这个性透过心呈现出来了，是圆圆满满的，是这个具足的，本不生灭的，本无动摇的，没有加入个人的知见、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思想在里面。这个是空老夫子讲述而不作。我们讲礼敬诸佛为什么普贤菩萨第一条愿就是礼敬诸佛？要懂得这个敬真的是我们修道人必须下功夫的地方，而且呢，是第一个你要存有的这一份功夫你必须把它修炼出来的这一份功夫生活之中时时不离开那一份恭敬的心。所以古德讲，1分诚敬得1分利益，10分诚敬得10分利益。你对于天地有1分的诚敬，你就有1分的利益。对于这个古圣先贤，你有10分的利益，你就得到10分的利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的心呢是完全敞开的，你的心呢是完全性体的朗照。没有个人的这种妄想、分别、执着以及烦恼。完全的打开了，就是完全的加持，让古佛、古圣呢那一份智慧、那一份德能完全流过你的心头。这样的那个境界那是属于开悟的状态。
入甚深禅定的状态，你跟整个古人、整个这些古圣先贤呢，通通交融在一起。我们说天地就是这些古德，古智慧，我们说这些良知本性啊，通通交融在一起。所谓的性海般若，那是真正的一个尽天地的状态。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呢，必须透过理。我们下一段呢会讲到理。所以静的状态呢，是让自己对于事物无不敬。所以为什么普贤菩萨讲礼敬诸佛，区里讲无不敬，真的是一言以蔽之啊。修道如果没有从静开始入手，那么你的修道功夫呢，不能够得利益。这个就是我们尽天地所要告诉我们的。你看古时候的人，他们如果说遇到的各种打雷啊、刮风啊、下大雨啊、下得非常的猛暴啊、狂烈啊，好像天地在震怒的样子啊。那么古时候的君子啊，他们就会赶快去那个书房静坐，或者是去那个客厅去做祷告，去静思、去反省，跟天地神明祷告，然后呢，就会静静的坐在那里反省自己的过错，我是不是犯了什么过错，让天地呢这么生气？我的德呢，是不是可以感应天地，让这样的一个灾难呢赶快消除？古时候君子都是这么做，孔老夫子也是这么做，他穿得整整齐齐的，就站在那里静坐。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真的是真人静坐，在处于狂风暴雨的大环境之中啊，你要懂得真人静坐。你看我们现在的环境是不是狂风暴雨啊？几乎每一天呢，都是狂风暴雨，都是这样，民心思变啊，民心动乱不堪啊，人民的身心不得安顿啊。心里不得安顿，身体也不得安顿，没有一天好日子啊。每天我们在新闻上看到了这些报道啊，实在是不忍卒读。然后那边的人又自杀了，那边的人又相残了，哪里又被骗了，哪里又有八卦新闻了，太多了。最近那个国家地理频道，还有那个 Discovery 频道，他们推出一系列的报道，这一系列报道呢，名字就叫世界末日。那么世界末日的报道啊，在我们现代的这个时代啊，好像呢触目可及呀。每天我们看得到了，听到报道了，都有相关的报道。不是冰山融化了，就是海平面上升了，气候升高了，哪里造成大水灾了，哪里有海啸了，有森林大火甚至连太阳发出那个电波，太阳因子都会造成我们地球的毁灭。所以你看，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是组成天地的元素啊。那么这四大元素呢，如果瓦解了，那么人也随之瓦解，整个万物也瓦解了。
那么对于整个世界末日的征兆啊，我们怎么办呢？还是这句话，敬天地啊。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敬天地啊，赶快从敬天地着手。那么敬天地怎么着手呢？怎么入手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修心养性啊，存心养性，修性练性，明心见性。时时刻刻把自己的心性啊，处在一种清净的状态、觉悟的状态，处在一种这种平等的状态。当你对人恭敬、对事恭敬、对物恭敬，那么整个天地呢，就随之正起来。人跟人之间都没有任何的冲突，那么人世间的环境呢，就平和了。整个世界的环境呢，也安详了。怎么会有世界末日呢？世界末日怎么可能会来临呢？所以每个人的做法是什么？每个人的做法，赶快回归到我们做人的本分了。回归到做人的本分，那么世界末日就有可能会迟延，甚至呢不会发生。乃至说世界大同都有指日可待啊！所以世界末日这些危言耸听，我们听了都会很害怕。但是不要在灾荒之中把自己吓死了，你要懂得去改变。改变不是靠这些政治家的这个会议啊，像现在哥本哈根正在举行的世界节能会议。不是靠那个那个只是一个表象的做法，靠的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是不是对于万事万物存得敬，对于人存得敬，对于你的每一个当下都存了一个恭敬的心？那么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挽救世界大同，挽救世界的危机啊！这个就是修道啊。所以修道就是修正我们不好的脾气毛病啊，修正我们不好的行为啊、言语啊，没有比这件事情更重要了。今天我们要讲解决人类的灾难、世界的危机啊，就是从敬天地开始。今天我们白养的修士有责任来建立天地的新秩序，来为老水返潮啊做一个铺路的契机啊。那我们都知道，在道场老水返潮这样的一句话，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么通常老水返潮这个定义上啊，各有不同的说法。那最主要的一个认为啊，那就是呢，这个道啊重新回归到这个道的发源地。那我们知道道的发源地是在山东，那么回归到山东啊，中国的山东省圣人出世的地方。那么这样呢，就是一种契机，那就是一种这个世界大同的一个气象。我们期待世界大同，但是今天我们在讲世界大同的时候，却是不时传来世界快要灭亡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啊。所以呢，这个之中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呢，它一定有一个契机。为什么道劫会并降？为什么善恶要分班？这样的一个契机啊，从这里啊，我们似乎可以闻到一点味道。
你看我们中国的历史，这个地理这种历史的风水啊，是会轮流转的。那么地理的风水也是轮流转。你看我们知道地球的这个风水，哦，在这个18世纪，18世纪是西班牙人统治的整个世界，也就是说它的威力啊，扩及到整个世界。那么19世纪呢，就是英国人的世纪。啊，英国人当时号称呢日不落国。那么到了20世纪，我们知道是美国人的世纪。啊，这个是以前发生的这个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哦，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的确是这样的发展。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到底是谁的世纪呢？好，21世纪刚开始，就纷纷传来世界末日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讯息啊，会让现代人更加机警，哦，更加呢，让自己能够有那一份醒思的力量啊，来面对这个世界末日的到来，而且呢，要将世界末日转化为世界大同。那21世纪才刚开始而已。哦，今天09年末年了，快要跨入2010年了。那么玛雅文化预言2012年是世界末日，人心惶惶啊！哦，这个是从这个历史上看啊，这个地气的移转啊，从西班牙、英国、美国，那么现在的地气21世纪移转到哪里呢？如果我们再翻开中国的历史，来好好的看一下，会发觉到说，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兴衰啊，每700年有一次，哦，有一次的一种大变动啊。那么这个中国啊，是一个一统的国家的时代呢，是在周天子的时代，周朝。那么周朝周公治理作乐那个时代，是一个天下的共主，然后呢，封建出来的这些诸侯来护守的整个国家，那是一个大一统的天下。所以中国人第一次出现一个大一统，就是在周公的时代。时间呢是在这个西元前900年。因为呢，正确的年代啊，各家的考据说法都不同，所以呢，我们用一个笼统的数字，大概西元前900年，900多年。那西元前900多年，周公治理作乐，然后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礼乐制度。哦，周公的这个周代啊，传了最久，哦，800多年。那这个800多年，你看，在周朝，哦，到了东周的时代，已经是混乱不堪了。那孔子、孟子那个时代啊，已经是非常的凌乱了。那么在经过了一段时期，大概是700年。中国啊，每700年会再兴盛一次，所以周公之后，周公的时代是在康王，哦，周成王的这个时代，啊，时间是西元前900多年，那一直又过了700年之后，来到汉代了，汉代。就在汉武帝的时代，
西元前200多年。那么中国呢，又再一次的强盛。汉朝的兴起啊，可以说大汉天威啊。连当时的匈奴，号称呢这个是非常强悍的国家，都被中国的军队了打得落花流水啊。匈奴迁徙到欧洲啊，形成欧洲的这样的一个中世纪的没落，对吧？所谓黑暗时期，那是谁造成的？你看大汉朝造成的。所以黄祸有这种说法。那中国那时候很兴盛啊，这个汉武帝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啊，以儒家作为整个天下国家政策的主要方针，教育人民的主要的一个方法，儒家最兴盛，所以当时儒家是显学。当时的天下大概要跟这个汉武帝相比的，在西方就是罗马帝国，东方的这个汉朝。那汉朝在汉武帝之后呢，就又慢慢没落了。之中啊还经历一个东汉三国，在经过700年，来到中国的唐代，正好是在唐太宗那个时代，民国不是西元500多年，唐太宗的时代建立天可汗，整个这个天下唐朝啊最兴盛，所以叫做唐人现在呢，美国有唐人街，所以唐汉都是中国的一个代表。那当时的这个边疆啊，有所谓突厥人，匈奴已经不见了，突厥人也是臣服在唐的这样的一个威势之下，唐太宗被封为天可汗。当时的民间最兴盛的就是佛学，禅宗兴盛那我们说汉朝儒家兴盛，唐代呢学风是禅风兴盛。日本人大化革新来到唐朝来学习中国文化，把中国这一套东西学回到日本，延续了这个日本一直到现在成了一个这个大国在东方日本是一个强盛的国家。那当然了，现在呢它渐渐没落了，可是呢日本人的当时的兴盛就是因为他们来到唐朝学习中国文化，到现在他们对于中国文化这一套制度他们不敢放弃。后来他们也学西方了，但是呢他们把这个传统的东西完全保留住，这个是日本人高干的地方我们说做之君，做之师，做之亲，他完全做到了，而且呢把它发挥在整个这个企业制度里面，所以说日本人会兴盛是有它的道理。那当时呢唐朝也是一个兴盛的国家日本来讲这真的是小国家而已你看那个中国那个国力之强学术之盛是中国人可以代表的。那又唐太宗之后呢，中国又渐渐没落了一直要到明朝的时候，明成祖明成祖的时代，中国又兴盛了。各位，我们看明成祖，他那个时代是非常兴盛的，这国力很强不要小看明成祖明朝虽然说表面上整体来看好像不是很强，可是在明成祖那个时代呢，是一个国力非常强盛的。那
当时的民间学说呢，道教最盛。你看七真史传记载的，哦，你看这个全真教，在当时的这个民间啊最兴盛。哦，明成祖他本来建都在南京，在南京建立一个首都，然后呢又担心南京这个首都呢坐不安稳，迁移到北京，就是现在的紫禁城。紫禁城流传了700多年，哦，所以你看，他可以造一个北京城，这个紫禁城啊，这个是需要多大的国力呀？然后他还支援100多艘的舰队下西洋，哦，郑和下西洋，哦，这个历史真的是赫赫有名啊。当时的国家，全世界没有人有这样的实力呀，能够驱动100多艘的这种大船舰呐，哦，去国外宣扬国威，还下7次。哦，所以呢，当时中国又再一次的兴盛，1300多年。好了，明成祖之后，再过700年，就是什么？2000多年，2000多年，那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吗？没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以呢，中国还要再兴盛一次。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你看中共那边，中国的势力已经抬头了，啊，中国的下面有个印度，印度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国家。但是呢，21世纪要是中国人的世纪，那不是因为中国的武力的强盛啊。那么老水翻潮，我们今天看得到中国的这个学术的风气啊，一定会兴盛起来。民间的这个学派啊，一定会有一派独盛。那么这一派将会是什么盛？哪一派呢？儒家，儒家的思想会兴盛。那么现在在讲儒家的人是谁呢？真正的表现出儒家文化的人是谁呢？只有一贯道。你单单靠那些学者专家，靠那些教授老师啊，他们没有办法搞起儒家的文化，他们只是知识上的领域，真正的去身体力行，真正的去发扬光大，还是需要靠这些修道人。修道人不是别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这些白羊修士啊。21世纪要是中国人的世纪，要建立一个新秩序，就从你我开始了。建立天地的新秩序，我们不要让世界末日来到，不要让呢这种末法时期的这种机缘啊，一步一步的逼向我们。我们一定要呢把这样的一个危机啊，把它转化过来。转危机为转机啊，建立一个新的天地秩序，来迎接呢这个白羊普渡，弥勒收眼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的这个责任性啊，那是非常的重大。你看我们这些道亲，你不要说全世界了，你放到中国去就好了。台湾的道亲放到中国去，被人群淹没了，完全看不到了。所以我们需要有多大的力量来婉转这整个世界的局势啊？那需要每一个人的发心。所以我们说1分诚信得1分利益啊。你10分的诚信就有10分的利益。你如果能够让你的诚信的心呢，达到10分那种100%的流露啊。道之宗旨，我们讲到建立天地的新秩序，所谓敬天地的这个部分呢，那么我们上一次呢是讲到整个地气还有天气
整个风水之气啊，它的流转正好流转到21世纪中国这个地方，所以中国呢要再一次的强盛。那在中国还没有看到强盛的一个时局啊，也就是说真正强盛、真正一个主导的一个势力啊，它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呢，现在呢已经纷纷传出世界末日快要到了。尤其是我们如果看这些自然频道啊，国家地理频道啊、探索频道等等呢，不断的在报道整个世界冰山的融化啊，昨天还在报道冰的融化所造成的世界末日这样的一个景象，实在是人心惶惶。但是呢，有一派的学者、科学专家认为说，这个冰的融化速度的这种进展啊，还有整个气候的暖化，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它并不是突然变得很冷啊，突然这个冰山就融化了，或者是说突然水就很多了，它不是这样子。它不是像以前的那种大毁灭、恐龙大绝迹的那种时代那种方式啊。所以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老天呢会给万物啊，他们这种迁徙的时间、演化的时间，还有他们适应的时间呢。那所以呢，冰山的融化、气候的暖化。海水的上升等等呢，都是自然的现象。那都是自然的现象呢，我们这个人类啊，也可以在这种自然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适应点。像现在看到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啊。那这是全世界有名的跟中国的苏州、杭州一样哇，水道遍布啊，一出门就是坐船那威尼斯也是这样子，但是威尼斯这样子呢，那是因为呢，他们的那个地势太低了，海水倒灌进入到整个城市了，那整个城市呢，都现在呢。已经呢，一层楼的下面大概是膝盖以下的部分有时候涨潮的时候呢，都已经涨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了。那所以，威尼斯的科学家、工程师还有这些政府他们也在想办法，要来面对这个都市随时会被淹没的可能要做阻挡，所以他们号称呢做了一个摩西计划，要把水呢阻挡在威尼斯之外。那当然呢，科学家有他们的这个设计跟做法。那么我们讲到世界末日，那最近呢刚好。这个台北的学界传来讯闻，那这个讯闻呢，是白水圣地还有各类的各种仙佛诸天仙佛来到中坜雅德坛，慈悲指示，时间是98年11月14号，所以这是很新的资料。那么老前人他讲到，他这里问到说，最近大家常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你们会怕吗？会担心吗？那么我
们会怕吗？我们会担心吗？有心人士他会怕会担心啊。那么有一些没有感觉的人，他还是不以为意啊。那现在在丹麦所开的哥本哈根的节能减碳会议，可能今天快要接近尾声了，但是呢，到现在还没有出现结果。抗议群众不断了，涌入到哥本哈根啊，不断的要呛虾。那么这些弱小的国家没有能力来改变自然，所以呢，要求这些大国啊，开发中国家或者是说已开发国家，能够提供金援来帮助这些弱小的国家。那么美国跟中国这两大国纷纷呢都没有办法，意见相同。谁愿意拿钱来帮助这些弱小国家呢？其实啊，这是整个人类心态的问题，这也涉及到整个教育制度的问题。穷人跟富人都需要受教育，受谁的教育？受圣人的教育。也就是说，富人啊，他有责任来帮助穷人，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他们生活上的降低他们生活上的恐惧啊。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安存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富人啊，富国开发中的国家、已开发国家有这个责任。但是呢，你要也就是说，你凭什么要他们拿这些钱来帮助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大的金源呢？所以这个是富人要教育，也就是说，你要把他教导你要教导他，为什么你要帮助穷人？因为呢，穷人如果死了，富人大概也差不多快死了。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脆弱的部分啊，如果说受伤了，好了，脆弱的部分它会一直延伸到比较强壮的部分，连强壮的部分也会逐渐脆弱下来，所以呢，整个身体就会毁坏。这个是整个世界一体的这种观念。那这种观念呢，非常不容易建立，所以呢，要透过圣人的教育，才有办法让这样的观念呢深植到人心里面呢。那穷人也要教育，穷人为什么要教育？因为穷人啊，你不能够只是等着别人来救你啊，你要自救啊，你自己都不救自己了，光靠别人来救你，别人怎么救你啊？你自己不愿意发愤图强，那也不行。所以穷人要教育，教育穷人就是说，你为什么会那么穷？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自救？那么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这个就是因为呢，你自己以前没有努力，以前没有做好以前的这种因果业障做得太多，这些呢都是要教化的。当然讲到因果业障又牵扯到宗教，大家会听不下去。但是呢，并不是因为你不相信就没有因果，这个我们要很清楚。最近我们哲学系研究所的考试就是问了这个问题。你说人类性善但是呢，性善是这些圣人在讲的不一定每个人相信像这些政治人物他也不相信他也会作恶那么你要如何说服我说性善是确实的理论？那么我就回答说，性善呢是不需要人家相不相信的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子。就好像因果，你不用人家相信它还是会有因果报应。你即使不相信因果，你还是会得到报应，这个就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根本没有相不相信的问题。啊，人类性这个性善，性本善，人本来就是至善的，所以尧舜性也，众生必定成佛。这个都是呢圣贤人、诸天仙佛讲给我们的道理。那么你相信了，你去做，你自然就达到那个境界。你不相信，那你继续造恶，不接受圣人的教化，那么你当然了就继续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个之中呢有一个缘啊，这个缘呢是需要世间人来努力的，圣贤人来努力的，那就是要教化他。教化这些不知道的人，让他知道你真的是佛，你真的是圣人的本体。你只要呢好好的来力行，好好的去实践，去开发，那么你真的能够达到圣贤人的那个面貌。这个是我们讲到敬天地啊，讲到的这些话题啊，世界末日的话题。那老前人问：你们会怕吗？你们会担心吗？那老前人当然有给了一些答案哦，让我们自己来思考。他说呢，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说法而放纵自己，明白吗？不要因为说这个世界末日快到了，电视媒体都在播世界末日快到了，那么你就放纵自己。他后面又讲到，常常想想自己内德修好了吗？家庭圆满了吗？人生的功课及格了吗？自己内在品格若不健全完整，那么就是自己的末日到了。所以世界末日不是全部人毁灭，自己先毁灭。老前人他这样讲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世界末日的毁灭是在于人对于心性的不够尊重。所以呢，你内德修好了吗？你的心性修好了吗？没有。家庭圆满了吗？没有。人生功课及格了吗？你也没有。那么你自己品格不健全，你的世界就末日了啊！你当下就过不了关了啊！不要等到冰山来融化啊！不要等到海水来淹你啊！你自己就是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何况呢，这些冰山、这个海水是怎么来的？人心变现来的。这样的观念呢，我们在道师宗旨后续都会一再的强调，陆续会讲到。整个世界的一个形成。整个万物的起因啊，在佛经里面他讲的是最清楚了。那么我们道呢，当然透过佛法来演示出这个敬天地的道理，那会更圆满。那么我们先说老前人他讲的这句话。老前人在生前就一直强调，叫我们修内德。你度人的功夫啊，度不了那么多啊，没关系，你就修自己的内德。这个是老前人在世的时候就一直告诉我们。但是呢，整个道场的趋势啊，变成说你度人，你才有功德；没有度人，你就不是在修道。这个是一个趋势，变成这样子。那但是呢，老前人还是在强调，你的家庭圆满了吗？你的人生课题及格了吗？你看我们的内德没有修好，心性呢不好，那个心地呢常常贪嗔痴爱、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相对的你的身体就不好，你的这个整个看到的大环境都不好。那你的家庭圆满了吗？
我们说三纲五常五伦八德，有做圆满了吗？没有。人生的功课，你所要面对的各种的业力、你的愿力、你的责任跟使命，你都有去承担了吗？现在呢，自杀一死了之啊，问题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还要继续来处理，而且呢，利上加利。所以自己的内在的品格如果不完整、不健全，那么呢，世界末日随时都到。有形的我们看得到的是海水上升啊，洪水爆发啊，这些火山爆发啊，太阳风暴啊，这些的灾难呢，随时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啊。但是你内在那一份这个贪嗔痴呢，你那一份无明妄想分别执着呢，你降服了没有？你没有，结果呢，你内在的那个灾难跟外在的灾难结合在一起，那这样呢，真的是必死无疑啊！这个死还不是肉体上的死啊，而是呢，永世不得超脱，这个是很严重啊。我们今天道可贵就在这里啊，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再这样六道轮回下去了。我们早晚有一天能够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觉悟啊，超脱六道轮回，回归到原来的老家啊，回归到原来的面貌。所以世界末日啊，老先生后面讲，就算是明天是世界末日，今晚也要度过，是吗？那么好好的安住自己的本心，快乐知足的过每一天，好吗？好好的安住自己的本心啊，不要随之起舞。所以这个谣传在做什么，媒体在播什么，不要随之谣传啊！重点是你安住你的本心啊！我们今天呢，不得不来分析一下天灾地变到底怎么形成的。在《楞严经》里面，他说到，这个人的贪嗔痴啊，会引发天灾地变。那么我们这个《华严经》里面又讲到啊，整个世界的形成啊，它是我们心事的变化。所谓回心所现，回事所变。我们讲到心跟事那一个性里面，心跟事其实就是性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性呢，它是没有实质的，没有精神的，它是真空的，它是妙有的，所以性是圆满的，是具足的，是清净的，性是没有办法讲。但是呢，性透过心的方式来呈现的时候，那它就会有它的样子，有它的气息，有它的这样的一个色相。那事又是什么？事就是你个人的变化。所以心现事变，心把性完全呈现出来了，好，没问题。可是呢，心再加上事，那世界那就变化了。世界本来是圆满的，本来是至善的，结果呢，加上个人的事之后呢，事就是阿赖耶识、末那识，就是自己的六识，这些分别妄想执着通通加在里面了。所以呢，把世界呢，呈现成这个样子。我们今天看得到的世界，就是我们心现事变的结果。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性都是这样子，共业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来到这个国土，来到这样的一个国度，结果看到的现象就是这样子。我们有机缘生在台湾，我们是有大福报啊，
那么有的人呢，出生在这些灾难的国家，边地的国家，饥饿的国家，那么这个也是他们的这个业报啊。所以心现事变嘛，因为他的心是处在那种状态，所以他的意识变化出来了，就是那个样子。那他处在那个国家，是因为他的心现事变，让他呢出生在那个国家。但是我们台湾也有个问题啊，我们台湾每年都有台风，每年都有台风，结果呢，造成了每年呢都要呢为这个台风而损失生命财产。如果按照心现事变的道理，那么台湾的台风是台湾人心，或者是说这个沿海地区啊这一带的人民所呈现出来的共业现象，心现事变。你看马来西亚没有台风，泰国没有台风，柬埔寨这些国家没有台风。那他们呢，就是没有这个业。当然，他们有另外一种业，这个我们不去论它。那么，台风的业是什么？台风的业就是贪嘛，贪心是水灾。那风灾呢？风灾是愚痴。愚痴加上贪心，结果呢就变成台风。台风都是由带来水患了，所以两个是结合在一起。那么火灾呢？火灾是嗔恚所造成的，所以贪嗔痴，贪嗔痴造成了这个水火风灾，水灾、火灾、风灾，贪嗔痴。那么地呢？地的灾难呢？我们不是说地水火风吗？那地就是心地不平了，心地不平造成地壳的变动，造成地震了。那么干旱呢？干旱就是你心不忍，不够慈悲，人心都不忍不慈，所以呢就造成干旱。这个是佛告诉我们天灾地变的原因啊。所以为什么以前的皇帝，当他的国家出现天灾地变的时候，他必须呢下诏罪己，他必须呢昭告天下，斋戒沐浴，然后呢这个祈求上苍啊，把罪加在自己的身上，不要加在百姓的身上。那是因为皇帝做不好，上天加这个警告给你，如果你再不好好的这个修德，那么整个国家呢可能会因为你而败亡。这个在历史上非常多，这个例子啊可以说讲不完。你看周朝的发源地，这个契山啊，当时周幽王在世的时候啊，周幽王无道宠爱这个一个爱妃叫褒姒，那么不理朝政，淫乱宫廷啊，结果周朝的发源地契山就崩了一块地山崩掉了，大家就紧张了，这些天文学家赶快呢来劝皇上赶快呢斋戒沐浴赶快呢祈祷地德希望呢老天能够呢把灾难抚平谁要做皇帝皇帝代表这个国家，皇帝是这个天子，他要赶快修内德，赶快忏悔。但是周幽王是一个无道昏君，周幽王没有听所以周朝灭亡了。你看我们知道
周朝分为东周跟西周啊，那时候是西周啊，西周就没有了。还好又有一个有那个后代子孙啊，也就是说他的祖先的德还庇应的后代子孙呢，还有一个东周，让他可以立足。所以你看，世界的灾难，我们与其担心那些外在的这些现象啊，我们还不如修自己的内德。啊，这是真正面对天灾地变的方式，就是修好自己的内德。这样的道理啊，谁懂得呢？必须要有圣贤人的教育来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够知道啊。没有一件事情会无缘无故的发生在你身上。这个是美国的预言家凯西说的。我们今天所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呢，都有它的前因跟际遇，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因为我们累劫了太多这种轮回了，轮回不晓得几千年、几万年了，不知道了。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啊，那第一次来可以说是没有前因，没有后果，他是刚在造啊。但是呢，第一次来的人通常呢，都可以马上回天了，因为他没有前因嘛。那他没有前因，他是来这个来负责来管好这里的国度，那管理好就回去了，就好像尧舜那个时代。就好像那些原住民啊，他们可以随时回去啊。我们看那个澳洲旷野的声音这本书啊，那原住民他们自己讲，他们可以随时回去啊，他们有使命来这里，把这里治理好，把这里的人民教育好，然后呢，他们呢要回去的时候，把那个生命的开关把它关掉，那他们就可以回去了。所以对他们而言，没有老，没有病，没有死。为什么会没有病呢？没有病，因为他们呢，他们的病啊，是因为这个心态上，这个不够平稳，也就是说，他内在的那个细胞啊，发生的波动，所以呢，需要安抚。所以呢，透过安抚的动作，把那个细胞呢安稳下来。那他的病呢就好了。这个是旷野声音里面，他有举到一个实例啊。原住民摔下山了，骨头呢凸出来了，那个巫师啊，把它摸一摸，隔几天的那个凸出来的骨头自己又收回去，伤口呢没有抹药，没有抹药就好了。光是这样把它摸一摸而已就好了。你要知道不可思议啊！但是呢，对他们而言呢，哪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这个是自然的现象啊，正常的现象啊。所以他们称自己是真人啊。真人啊，你看到真人是我们道家的名词，那只有修行到那种神仙的境界，那才能够叫真人啊。他们自己叫真人，那可见呢，他们本身呢就具备这样的境界。那他们称文明人叫什么？叫变种人。变种人啊，从真人已经变种成另外一种人了。那文明人听了当然很不服气啊。那你们这些没有受过教化的这些原住民，竟然说我们是变种人，当然也不服气啊。但是呢，这些澳洲的原住民呢，他们有各种例证啊，可以来反驳你，而且他们的话呢，都站得住脚。他说呢，我们今天可以来试看看。我们都不要穿衣服。在下雨天淋个3天3夜。
你受得了吗？这一般人哪受得了啊？无名人哪受得了啊？可是呢，他们就有办法。他们在下雨天淋个3天3夜，他们不需要穿衣服，他们都是光溜溜的。所以我们看到原住民，他们几乎都不穿衣服的，顶多用一些树叶遮一遮。那所以呢，他们说这些文明人啊，就是我们这些都市人啊，是变种人，他们经不起这种打击啊。你看，我们的确经不起打击。你不要说这些自然的摧折，单一个流行性感冒，一个 H1N1，我们人类就受不了了，更不要说到 SARS 那种病毒啊。为什么会受不了 H1N1 呢？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抗体。人本身没有那个抗压性啊，抗疫的能力啊，但是在原住民身上没有这种，所以可见呢，我们人的这种智慧、德能、相好，健康、财富，通通已经丧失掉了，那本能都已经丧失掉了。我们本来是要健康的。如果照不老不病不死的话，我们本来是健康的。但是呢，为什么一下子一个感冒来就让我们躺个凉好几天，让我们受不了这个失去了。相好就是在外在的面貌，外在的面貌，我们跟古时候的人可能也没办法比。古时候的人个子高大。相貌庄严。你看三国那个时代，关公所表现出来那个样子，那个在我们现代人来讲，那简直是神啊！那在三国那习以为常，人都是这样子。那关公当然，他的长相更特殊了，更圆满了。德能就是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能力也都丧失了。道德伦常没有了，能力呢失去了。我们讲到科技事实上我们的科技哪比得上老祖宗？老祖宗要发展科技啊，今天世界早就毁灭了。老祖宗是不想发展科技啊。你看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他的科技继续留下来啊，现代的人依赖科技啊，早就灭亡了，哪还有到2000年啊？你看我们在《民圣经》讲到孔明，他发明的这些木牛、牛马，帮他们载运器械、载运粮食，那不需要石油不需要引擎啊。那随便用一些木材设计的，竟然也会自己走路，也会停止，也会倒退，哪那么厉害啊？他就是有办法。那他为什么不把这个技术流传下来呢？流传下来，造福后世，那我们中国人不是不得了了吗？到现在中国人还停留在这个冲天炮。只能够放烟火。各位，你想想，如果说中国人把冲天炮发展成太空梭、发展成火箭的话，那么现在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你看，在古代的时候就发展成火箭、太空梭那个状态啊。地球不晓得要死过几次了，不晓得要毁灭过几次了。想想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冲天炮来放烟火，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大家都有心情来看这个烟火，大家呢都有一种平和的状态，这种身心安顿的状态来存在这个世间，那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创造那些船坚炮利，创造这些科技？想想科技带给我们的便利性啊，是的确有，但是呢，对于我们的伤害性啊更大。两相权衡之下，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我们从科技的便利得到的，跟从科技的害处损失的得不偿失啊，没有办法平衡。我们失去的太多太多了。今天我们健康失去了，科技越进步，我们健康其实呢越脆弱。我们比不上那些原始人，那些这个原住民才能失去了。我们没有办法跟天互相沟通，我们看不到墙壁外面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没有这些神通了，所以才能失去了。道德伦，道德也没有了。以前人画地自限啊，画地为牢啊。画一画，你要关在这里几个小时，你才能够出去。几个小时没有过了，你不能够出去啊。现在哪有办法？你那个时候的人是因为道德纯善你要罚他站2个小时，他就真的站2个小时，反正他也不想跑，要跑也跑不掉。为什么说跑不掉呢？因为呢，那些画地的人他知道你跑去哪里了，自然有办法把你抓回来。那么被画的人呢，他知道说自己也跑不掉，但是呢自己也不想跑，因为呢他真的做错事情了，要受罚。你看画地自限，画地为牢啊，那种情境啊，多么温馨啊，多么让人家向往智慧，我们的智慧也失去了。我们没有佛那种智慧，没有圣人那种智慧，对于宇宙人生的这种知见啊，知道了太少太少了。对于心性的变化，我们知道了太少太少了，了解的太有限了。我们的智慧呢，人的这个脑啊，没有办法去了解佛知佛见。圣人的知见呢，真的是圣意难测。所以智慧、德能、相好、健康、财富，通通没有了，通通失去了。你甘心吗？今天呢？世界末日又要来了。你正要这个辉煌腾达，你正打算要老水还潮的时候啊，人家跟你说世界末日都要来了。所以你是不是也不想修办了，也不想有什么作为了？老前人说啊，不要因为这样的说法而放纵自己啊！不要因为人家在说世界末日啊，你就开始跟人家起舞。你不要对号入座嘛，对不对？常常会说啊，我们穿这样子，我们做这种事情会被人家笑死啊！笑死是他笑死，又不是你死，你在紧张什么？对不对？所以呢，他说世界末日，他去讲他的世界末日嘛，是他世界末日，又不是我世界末日，我在紧张什么？我把我的本分做好嘛，我的这个内德修好了吗？家庭圆满了吗？人生功课即可了吗？我把这个做好了，我的末日就不会来嘛。何况共业之中还有别业嘞，共
工业就是说大家一定会受到的，哦，气候变热了，好，大家会受到。可是呢，海水上涨了，有的人会死，有的人不会死啊。气候变热了，有的人会死，有的人不会死啊。就是工业还有别业呀。哦，所以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你也要今天好好的修行啊，好好的度过，是不是呢？所以呢，老前人告诉我们，安住自己的本心啊，快乐知足的过每一天啊。那人生种种的历练啊，都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成长。哦，即使跌倒了，你也学到一个很好的经验，跌倒的经验啊。那个经验呢，累积起来就是你的智慧，就是你学习的机会，就是你开悟的可能。哦，所以不能够放弃，不要放弃，好好的去冲，好好的去做。那这个就是真正尽天地的实意了。哦，我们说要建立新秩序，昨天讲到这个历史的轨迹啊，在周朝，在汉朝，在唐朝，在明朝，都曾经辉煌腾达过。那么我们今天要实际的告诉大家，今天如果中国人再一次的强盛，哦，那么我们绝对不是汉唐文化的那种强势。哦，我们不要汉唐再现，我们要什么？要周文的化育，周公治理作乐那种王道的文化来兴复起来。哦，那种王道的文化是济弱扶倾啊，哦，是帮助世界和平的。你看中国人，中国这个民族从来没有主动出兵去打别人的，从来没有。那么中国土地变大了，都是融入各类的民族，不断的融进来，兼容并蓄啊，让中原呢这样不断的在拓展啊。中国人是一个和平的民族，那他会保护自己，哦，会抵御这个外敌，但是呢，他不会主动出兵去打人家，不会为了自私自利啊去攻打别人，所以是这个和平的民族。我们的这个本心本性呢，就是一种和的状态。因为这个圣人不断的在告诉我们，哦，告诉我们敬天地，天地秩序都是从这种和、这种敬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的。所以你看，我们对于祖先哦，我们也没有看过啊，我们为什么要拜祖先？那么我们拜祖先，是因为我们对于父母有一份孝心，对于父母的孝，推而及到祖先，祖先再推而及到那个天地。哦，所以呢，整个新的出发点是因为心善、性善，所以呢，我要孝顺父母，我要敬爱祖先，我要呢敬天地，我要礼神明。那是有一个次第，有一个顺序，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道之宗旨讲第一句话敬天地，就是把那个最大的目标放在那里。我们来自于天地，哦，我们的根本溯源就是天地来的。那么天地还没有形成之前，有道。道呢，因为不可以形容，所以呢，道呢不可膜拜，道没有办法称说，所以呢，道我们人的知见、人的言语方法没有办法去称述它。所以到了当它形成天地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去诉说它。那零变成一之后，太极生两仪。啊，无极是没有办法称述的，无极生太极，太极再生两仪，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根源是什么。所以静的一个动作啊，是来自于对于根源的那一份感恩。对于根源的那一份感恩啊，是怀着无比的谦卑啊。哦，这种谦卑呢，让自己呢是一种道体的视线，让自己是一种道成肉身的展现。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来到这个人世间，是为了成就自己的这个使命。哦，我们是圣贤人的本体啊，道成肉身的本体。我们做出来的事情，我们讲出来的话，那就是道，代表那个根源，来帮助世人，来帮助这个世间，这个是我们的本分。这是尽天地的实义哦。所以，真的尽天地讲起来，它的道理含义那是很深奥的，可以推演的这个无穷无尽。所以现在2012年是世界末日吗？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明了刚才的这些道理，会发觉到说，即使是世界末日，我也是淡然处之。老子曾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在天地之中，那么没有天地呢，就没有人。可是呢，天地又必须透过人来治理啊，来赡养。所谓天不言，地不语啊，天地的造化，天地的德能，必须透过人。那么人如何知道天地呢？人不知道天地，所以呢，这个人之中啊，会出现像圣人这样的人。那么圣人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呢，天地的一个划线，也就是说，他跟天地是随时相通的。天地人并列为三才啊。那么圣人是人，一般人也是人。圣人要告诉凡人，其实呢，他跟圣人是一样的，性德是一样的，智慧是一样的。但是呢，今天他们没有办法跟天地一体，是因为呢，他们的这个心事啊，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染着，发生了无明。当你把这些染着无明通通放下，通通丢弃了，那么你又可以跟天地为一体了，你就是圣人的样子。所以人不晓得怎么跟天地学，就跟圣人学。圣人就是天地。所以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那么人都是站在土地上，这个地呢，长养万物，来供养人类，供人类居住，供人类生活。所以叫人法地，人要效法地的博厚，地的那一份包容，地的那一份这个大爱啊。所以地就像母亲一样，她这样照顾我们，呵护我们，然后呢，让我承载我们，使我们得以在这个地方呢，好好的来安养。那他说地法天，地法天就是这个地的一切资源啊，它是来自于天。天如果没有给地资源，地也没有办法生长。所以天地呢变成合起来，是合起来的一个体。那合起来一个体呢，再形成一种太极的作用，才能够运转，
才能够呢这个普遍到整个天下国家。那么人运转在其中呢，这个悠然自得。所以呢，地要法天啊，地要这个配合的天道啊来运行。所以光地道不行。哦，光地道呢是偏阴，没有办法运行。还有一个阳的来配合，这个叫天地之道，叫阴阳之道。啊，也是春秋之道。那天法道呢？也就是说，天呢有一个轨迹，有一个准则，有一个根源，那个就是道。那道呢，无形无相，道呢没有办法伸缩，道也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道也不是空，所以呢，道没有办法说，那就是一种准则、轨迹、根源在那里。那天呢，就按照那个准则，按照那个轨迹，按照那个根源来运作。这个叫天法道。道法自然呢？道法自然呢？自然就是一种周遍，所谓尽虚空遍宇宙了。哦，这个是自然的。那道性本来就是自然的。哦，道德性是自然的，所以道就是性，道就是自然，所以道性自然，无所法也。哦，道的性就是自然，这个道呢，生天、生地、生人嘛，那它的自然的，它里面呢有一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形成啊。哦，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样称述它，它就是自然而然。所以佛经讲，整个宇宙啊是一时顿现产生的。哦，有一个原点这样突然爆炸，突然出现。那这个跟科学家所讲的大爆炸好像又不太一样。科学家所讲的宇宙是大爆炸产生的，那个也是经过推论的，他也没有办法证实。但是佛法讲的，它是非常有理论依据。佛法讲的这个宇宙整个世界啊，是一时顿现，就突然出现了，有一个原点呢，突然出现了。这个原点呢，科学家把它说宇宙的原点。宇宙的原点呢，是这个头发的这个截断面呢，哦，比头发的截断面啊还要小100万亿，哦，比头发的这个直径还要小到多少？100万亿，哦，这个到底是什么数字啊？我们不得而知啊。但是这是科学家说的哦。科学家说，整个宇宙大爆炸是由这个100万亿的这个头发的直径啊，这么小的一个原点爆炸出来的，已经很类似佛家说的一时顿现。那么你看我们说的一时顿现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视，哦，拿着选台机，我们今天要看中视了，一转，哎，中视了。看民视的，哎，一转就是民视了，哦，看国家地理频道，好，一转就国家地理频道，那个画面就出来了。所以那个画面出来是一时顿现出来的，这个跟那个有点类似，跟这种现象。所以电视呢，电视这个例子啊，可以用来比喻我们的这个心现事变的一种现象。那么，所以天地怎么形成的？天地就是心现事变形成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整个世界、山河大地、整个国家这么样的，这个排列繁复，哦，人种那么多，这一时顿现。那现在呢，搞到现在，
冰山融化了，哦，海水上升了，气候暖化了，好了，没有办法这个去处理这个问题，只好呢又收束起来，整个大地又把它尘封起来，又回归到原始的状态，整个毁灭，收人、收地、收天，哦，然后再回归到太极，再回归到无极，无极一动而生太极，又生两仪，就是这样循环往复。这样的一个规则轨迹，我们就是说自然。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自然？不知道，因为自然没有办法讲嘛，没有办法讲，一念动而有无明嘛，这个无明怎么产生？这个就是一念动产生的，所以自然无所法，所以道法自然啊，这句话意思啊非常的深。那么如果说人类的道是性理，道降在人身上就是性理，降在天就是天理，物就是物理，这个我们是普遍知道的。那降在性理，人的性理要法自然，人要生活在自然之中，所以对人而言，道法自然是什么？你要法则于这个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的这个道啊，人的道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自然呢就是把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你把它做出来，就是回归自然。我们人不是要回归自然吗？我们不是想身处在自然之中吗？我们不是跟自然一体的吗？那你要道法自然啊，你要生活在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之中啊，那你才能够恢复自然，你才能够天地悉皆归。所以呢，儒家收圆是有它的道理的。今天我们讲太多的苦空无我，讲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无为啊，现在人听不懂了，因为我们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没有了，通通失去了。所以呢，要透过儒家这一道啊，你还是回过头来讲人，你讲世间的东西就好了。你把忠孝仁爱礼义和平，你通通把它做到圆满，你就是得一善福音，把一个字做圆满了，你就回归自然了。这个就是儒家说也要告诉我们，这个就是道法自然。所以解决世界末日怎么解决啊？解决这些天灾地变怎么解决？你就是回归自然，回归自然就是敬天地理生民。就是呢，儒家所讲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如果我们每一个道亲都能够教化到每一个的世间，让每一个世间的人接受儒家的教法，让他们开始去实践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开始去推动，开始去力行，那么我相信呢，天灾地变一定会转化。那么不是我相信了，而是呢，圣人告诉我们，心现事变嘛，心现事变，天灾地变也是心现事变啊。今天我的心改变了，天灾地变没有了，世界末日没有了。我们人人都能够回归到本来的面目，本来的面目就是我们圣贤人的样子。回归到本来面目，然后呢，整个天地呢，按照它自然之道，又开始去生成。该来的时候我们就来，不想来就不要来，这个才是自然之道啊。所以道法自然是一个真的是最高的境界。历史学家汤恩比他曾经说，他在19世纪的时候说过这句话：解决21世纪人类的问题，
必须靠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那么我们知道说，大乘佛法是辅助孔孟的一个没有触及到的一个点，真正的还是要放在孔孟学说。因为孔孟讲人世间，讲这个方内的，他不讲方外的。那出世间的部分由这个大乘佛法来圆满，但是呢，重点你的根就是孔孟学说要扎好，孔孟学说都没有扎好了，你要再讲这些无为的，讲这些空的道理啊，那都是虚花假景，那都是不实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为什么现在佛家的这些修行人回过头来推动儒家的文化，中华传统的文化。为什么？因为呢，他们知道这个才是根啊，这个根没有立足了，你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有智慧的人懂啊，净空法师有智慧啊，我是很佩服他。那他今天呢，回过头来弘扬《弟子规》，弘扬中华文化，弘扬这些儒家的教法。其实他懂得汤恩比强所讲的这句话，这个中华文化中孔孟的学说才是真正的根。只有把根扎稳了，你才可以建筑2楼、3楼，一直层层叠峦上去。你想要盖这个摩天大楼，你只要长出一棵大树，你没有根，你怎么长啊？你怎么建啊？你没有办法。道之宗旨讲到敬天地，敬天地，那就是人跟心性的关系。所以天地这个范围，它是一个形象的表征，也就是说，心性在整个宇宙之中所呈现出来的样子，那就是天地。所以整个天地怎么样复杂变化，人的身心就是怎么样复杂变化。那么身心在我们人生之中啊，它也是一个天地宇宙的呈现。那所以呢，人的身心运行顺畅，那么呢，身体自然健康，自然清安自在，无灾无病。人呢，如果说身心运行不顺畅，内在的贪嗔痴爱、烦恼妄想一大堆，外在呢又有这些五欲六尘来干扰我们，所以人呢身心会生病。那么生病的道理呢，可以说呢，演绎的很深很广。当时王凤仪老先生啊，他用这种道理来讲病，把人的良心翻出来，把你的心根啊立起来，那么他外在的这些病呢，就可以消除。这是一套修行的功夫。但是我们如果说知道这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就可以翻病根、立人根，把我们的内在的那一份脾气、毛病，通通把它翻出来，通通把它丢弃。那事实上呢，这个不容易啊。毕竟夙业是累劫以来我们所积习下来的，甚至你在道场已经是很资深的一个人员，那么累劫的习气毛病啊，仍然很难改除。所以啊，我们说要立觉志，
觉志就是我们的愿力，我们这个愿力呢要下得真切，那么你的力量才会大。就好像呢，我们的树叶是一滴墨水要掉进水里面一样。这是佛家的譬喻。那么一滴墨水要掉进水里面，佛是没有办法阻止这滴墨水掉下来。但是呢，佛可以教你，你掉下去的地方，你的水可以让它扩大。怎么扩大呢？你的愿水，你要下觉志这个愿力之水啊，你可以让它扩大。这个愿力之水一扩大，虽然那个业习种子、那个因果报应啊，还是掉进了你的水里面，可是呢，融合于无形、无相之中了。你一滴墨水掉进湖里面，有什么感觉？没有感觉。但是呢，你那个滴墨水是不是掉下去了呢？是的，是掉下去了。因果报应呢是呈现的，但是呢，不痛不痒。那不痛不痒呢，对你来讲是因为你的愿力大，你的觉志高，所以呢，今天你所承受到的整个因缘果报的接受啊，你是心甘情愿，而且呢，你是毫不在意。这个是明白我们的愿力。愿力既然下了，那么你就没有半途而废，你就没有退缩不前了。要知道，我们这一辈子啊，得闻名师这一子啊，那是天大的福报啊，莫大的佛恩啊，我们才有办法得到名师这一子啊。借着这一子呢，我们可以呢，这个翻出轮回，我们可以呢回到我们的本来面目。这个是真正解决整个天地所形成的灾荒啊、灾难的根本解决之道。我们训文里面有一句叫“云层躲劫”。那么“云层躲劫”啊，这句话呢，那么可见整个世界末日降临的时候，那么可能呢，天地呢都要把人收走了。但是表面上是收走了，但事实上呢，还没有，还留有一部分在云界，在云层啊。云层是哪里呢？云层就是弥勒祖师的净土。先暂时在那里，然后呢，等这个灾劫过后，再下来人间。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整个天地的秩序又重新整理。那么这个演变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云层躲劫的定义呢，有可能是在天地之中的某一个地方，大地之上，我们的地球之中的某一个地方，我们在那里躲劫。那灾难过去了，那么我们这些剩下的人，还要再来这个整顿天地啊，建立一个天地的新秩序。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讲到中国文化，每700年一次的这个兴盛，到了现在2000年，准备要兴盛的时候，但是呢，世界末日的预言竟然来到。那么可见呢，整个文运的兴起啊，必须呢跟劫数一起共生。所以道劫并降，道劫并生。道能够挽救人类，挽救整个世界生命，但是劫数呢，也可能收杀整个世界的生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遇到道的人，那么表示呢，他有机会能够逃出此劫。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呼吁名师这一点是这么样的重要？虽然说新颠很多宗教团体、很多学派都有各自的
理论，各有各自修行的方法，但是呢，没有名师这一支，他们所修行的都不只是变成一种世间的福报，因为呢没有办法见到功德，功德是真正的清净平等觉悟，真正的放下无明与妄想。所以今天我们要用王道的文化来建立整个天地的新秩序啊！不是说天地毁灭之后我们再来开始，而是呢此时此刻现在就要开始，现在开始要建立整个天地的新秩序，用王道文化内圣外王之道来拯救整个世间。那么你讲这么多，讲这么高，到底怎么做呢？我们必须先清楚，王道文化绝对不是汉朝那个时代的文化，也不是唐朝，更不是明朝，而是什么？而是周公治理作乐那个时代文化的复兴。一定要是周文的化育啊，才能够让天下呢走向这种平坦平和的一种大道。所以孔子他非常向往周公，常常梦见周公，常常呢这个提起礼乐的教化，恢复周文的化育啊。所以孔子在的时候，整个天下勉强维持一个小康的局面啊。但是孔子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恢复周文的化育。你看，孔子离周公已经是100-200年的事情了，可能要更久。那么到了下一次兴盛是汉朝武帝的时候，孔子呢又离了汉武帝呢，那么这个大概也有500年了。但是呢，孔子留下一种典范，留下一种精神，让整个中国的文运啊能够再次兴起。那么中国这次文运的兴起啊，要靠的就是这个王道的文化，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呢，是我们的对于圣贤人那一份的身体力行，那一份的自我要求，以及那一份的觉志理想，我们必须呢赶快来付诸实践，赶快来落实，这是内望的功夫啊。不要说你是善人，你是好人，这些话呢，都不要透过别人来说，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一个修行人，要求成为一个君子，这个程度啊，并不难。但是呢，我们起码要迈向贤人的标准不能够只以君子为标准。那么我们道场的大德者，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达到君子的标准。可是我们自己呢，要求达到圣贤人的标准。在佛家来讲，就是佛菩萨的标准。光在阿罗汉的标准还不够。虽然阿罗汉已经是出世间的圣人了，但是既然是名师所传下来的大道，名师在指引我们，我们就要有名师出高徒的那一份觉志，那一份愿心呐。这样来再营造一个整个天地的秩序。所以天地的一个新秩序啊，它不是说你立下了什么法案，科学家想到了什么方法来减少碳的排放量，或者是说用什么理论来解决，这个都是
治末节，治末不治本治根本的方法在人心。所以我们讲到尽天地，要讲到对于心性的礼敬对于心性的礼敬那就是真心诚意的把心性把它圆满表达出来。性是如如不动，心是应诸于万事万物，所以万事万物的圆满就是于你心的圆满。那么万事万物还有不圆满，那你心还不圆满，那你要继续把它圆满。那你为什么可以把它圆满？因为我的性是圆满的。我们的心不能被五欲六尘给干扰，不能被这个六识所转移六识、七识、八识所动转。主敬纯诚的一个态度是在于生活的当下。你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是那么样的谦虚，那么样的恭敬，那么样的虔诚。你对于整个天地就好像是你处身在一个你自己的心性世界一样，整个天地都是你。整个天地只有你这个观念我们会陆续强调掉。整个天地宇宙就是只有你，你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而呈现的他们为了帮助你开悟，为了帮助你走向圣贤之道，所以叫做心现事变。所以今天我们的世间人所追逐的这些外在的福报这个都是错用功夫虽然我们需要这些福报，但是那不是重点。一个觉悟的人知道把重点放在自己的心性功夫，自己的言行修为。所以你看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箪食一瓢饮虽然表象上他是吃着一箪食一个我们说大汤匙大勺子的饭一个大勺子的水，这样就可以温饱。但是这个衣这个衣有一点那个专一的意思，也就是说一箪食一瓢饮它是专一在他的一个心性修为上。那么外在的这些饮食对他来讲已经不是重点了，他要专一在这里，所以他不会被外在的饮食这个贫困的生活给干扰到居肉相，肉相就是什么？什么都没有。肉是简陋所以什么都没有，他自然不在乎外在的形象，不在乎外在的这些享受。他内在精神丰厚，那每天都快乐不得了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你看他的乐是处于那种心性上的乐，那种乐是无比的乐。也就是说他将有一个大力量，这个力量可以帮助他来成就他的一个愿望。那么透过他专一的这个修为不被外物所染，不被这个眼耳所惑，所以一箪食一瓢饮，那个衣那真的是我们修行的重点。那么今天我们讲心现事变，颜回给我们最好的例子他的心是追求圣人之道，
所以呢，他在外面呢，一切的这些物质上的享受啊，都只是支持这个肉体的生存而已，其他都不是重要了。那么，所以他30几岁，32岁归天，当然也有讲42岁归天，但是呢，不管32岁还是42岁，他都是一个在人的生命之中是一个很短的时段。那么很短的时段呢，他因为能够专一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性上啊，所以呢，他得以成就，他可以成就为圣贤人。所以今天颜回复圣，再把孔子的精神再恢复，所以叫做复圣。那么颜回这种修为啊，可以说是孔子功夫落实的最彻底的，也是把孔子的功夫啊完全的彰显的一名弟子。那么其他的弟子呢，就比较看不出来。第二个是曾子、钟圣。那么曾子的质啊，他的根性啊，就比不上颜回这么利。那么曾子他因为是力行孝道，力行孝道，从孝道里面入手，入到心性，然后得以成就，这个呢也是一个方法。我们不是说得一善而全福音吗？得一善而全福音，这个福音啊，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力行，不断的去动作，不断的去累积它。同样一件事情，你要不断的做到呢熟能生巧，做到呢呼之即出，做到呢这个随手反应。那么突然有一天，你会在这样的一个功夫上啊，就流露出智慧，你会定住在那里，那当你定住在那里呢，突然的功夫成熟了，你就开悟了。所以你看禅宗的这些祖师大德，他们开悟的那些故事啊，这些公案啊，不是就是这样子吗？突然听到一个鸟叫声，突然听到这个石头的声音，突然掉进水里面的感触，开悟了。所以开悟对儒家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进圣贤人的一种进路。儒家也有开悟，儒家不强调这方面，那么他着重在你对于这个人事的表现。因为你是一个人嘛，你是一个人，你来到人世间，你不做人的事情，你专做这个出乎世间的事情，那么人的这种意义啊，就相对的打折。你只是来这里念阿弥陀佛，念，然后就回天了，你对这个世界呢，没有一丝一毫的帮助。那么这个不是儒家所要的。儒家所要的是，我同时对人类有帮助，但是呢，我同时又可以回归本来面目。那么这个同时不是分开两件事情同时来做而是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在帮助众生，我在这个正己成人的时候呢，那么我同时也是达到一种回归本来面目的那一份状态之下，来成就自己。所以不是两件事情，而是一件事情。所以一切的难啊，我们比不上这些祖师大德，比不上前人啊，前人老前人啊。我们哪有什么难呢？一切的苦，我们苦得过这些佛菩萨吗？苦得过老前人吗？苦不。
那个境界来讲相差太多了。所以常常讲，我们在修富贵道，富贵没有道。我们古时候只有听过贫道，没有听过富贵道。那贫道是什么？贫道这个贫啊，就是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那一份专一。所以品是空无一物，毫无杂思，毫无杂物，毫无杂染的那一份定力。那你定力一现前，智慧就现前。所以呢，我们比不上前人的那些苦。我们今天呢，要怎么样呢？要好好的来修道，好好的在心性上下功夫，好好的去体悟它。透过什么来体悟呢？透过得一善而全福音。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前人辈这样开荒参道，对于先佛的那一份诚心敬意啊，我们比不上那些老人家。那么今天我还想回归本来面目，我们必须呢，赶快在这方面呢，好好的手持住了。譬如说你讲孝，你要在孝好好的做；讲忠，就把忠做好；讲诚，把诚做好。那么这个就是呢，建立天地新秩序的一种契机。谁能够晓得呢？这个世间的人，谁能够体会这种心现事变的道理？整个宇宙天地灾难是我变现的，这个山河大地是我变现的，整个天地就是我一个人。这种道理啊，太过玄远了，太过空泛了，太过深奥了，一般人是不会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那么我们修行人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就要知道，世间一切的现象都是为了成就我，为了成就我，所以我感谢他们，我要礼敬他们，我要有虔诚的心，面对这一草一木，一水一沙，这些点点滴滴都是道啊，都有道啊。我的心性要跟他们融合在一起，我的生命呢，要跟他们在一起，要和解共生啊，没有仇恨，没有怨怼，没有烦恼。你跟人呢，都是这样如如自在，如如的相处。你可以知道，原来整个天地之间是这么样的慈祥，这么样的慈悲啊！一时的起心动怒没有关系，马上把它放下。孔老夫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没关系，我还是有从心所欲，但是呢，我不逾矩。这个是作为一个人可以允许的欲望。所以佛教讲五戒，这个五戒呢是一种这种约束的力量，但是呢，在这个约束的范围之内，还是允许你做某一定的程度的欲望。财色名食睡，你需要世间的财，你需要吃东西，你需要呢这个世间的名，你需要呢这个色就是色欲，你需要一点正常的夫妻关系，你需要一点正常的睡眠，这个都是身为一个人所可以允许的。但是允许不是让你乱，不是让你超过。所以在言行之中呢，点点滴滴的，借着这个礼法来约束我们的欲望。这个因为欲望呢，用久了会放纵，会泛滥的，就好像呢这个河
合体已经溃体了一样。溃体了，就是理法已经没有了。那么你必须赶快用理法把这种溃体的河水把它补住，或者是说让欲望的河水把它消弭，让它不要这么样的泛滥，等等的，这个就是对治现在世界灾乱、整个世界末日的传言纷纷不断的一个最好的功夫。所以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呢？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尽些什么心力呢？其实用儒家的功夫，很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你把人做好就好了。人做好了，天地就不会毁灭吗？是的，人做好了，天地就不会毁灭。但是谁相信呢？这样问题是谁相信呢？你要知道，你不相信，那么不代表你就不会受到因果的报应。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考，不是因为你不相信就没有了。所以你不相信交通规则，那你就可以不用遵守交通规则，这是没有道理的。那么你不相信因果的报应，你就不会受到因果的惩罚，这个也是没有道理的。那尧舜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众生皆可以为尧舜，众生必定成佛。那么这样的观念呢，你也不相信。那你也不相信呢，不代表你没有佛性你没有这个智性我们说人性本善，那么你虽然不相信，可是呢，你的人性还是本善的，你那一份良知良能还是圆满的你的佛知佛见还是具足的。那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呢，圣贤人告诉我们，佛菩萨告诉我们。那么科学不告诉我们这个，现在的知识方法不告诉我们这个，甚至呢否定这个。但是我相信圣贤人的话，我相信佛菩萨的话他们留下来这些典籍、这些精神，在的告诉我们，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必定成佛如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个呢是圣贤人告诉我们。那么所以呢，整个世界的现象并没有存在一个你信或不信的问题如果说你信了，你就可以成佛；不信了，就可以不用成佛。那么呢，这样呢，整个世界就颠倒了，整个世界就会颠倒。那就是因为呢，太多人不相信，所以世界搞得一团乱。那么你凭什么让我们相信呢？凭什么？就是因为现在世界末日快要来了我们电视上报道这个天灾地变的现象频频传出最近花莲外海有一波这个地震，结果呢全台都地震到，那可能它的威力没有像921这样，所以呢台湾呢只是一阵虚惊当时我人在埔里，但是呢感受到那一份震动的力量是蛮大的。那新闻报道说台北高雄都感受得到，
所以整个台湾都感受得到。那么这个只是一时的能量释放不要在意对，不要在意。那现在呢，又有更严重的问题在等着我们石油快耗竭了，石油耗竭了之后，这个运输没有了，运输就停摆，运输停摆，经济就萧条，经济一萧条，人的生活呢就会过着那种非常慢的步调，就会过着就是忧郁不自在、不快乐那种心情指数就会下降，甚至呢整个医疗体系也会品质变差，人的寿命会受到影响，人的生存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是专指石油没有了石油没有了，就产生这么大的危机。那么现在粮食缺乏，物价上涨，那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气候是最有关系的。气候变热了，所以呢，种植在这些比较干旱的地区的这些植物不能够生长。甚至呢，暖冬的时期，我们的稻米所结出来的稻子里面是没有颗粒的，空包蛋这个花莲今年就是这样子。粮食危机，那还有呢，整个这个空气品质变差这个大量的冰河流到河里面让那个对流这个海水的密度不同，所以呢，整个这种北半球洋流的这些国家会受到这种大风雪的侵袭最近的雪灾也造成北美、北欧这些国家很大的伤害。这个都是我们最近一直听到的这种天灾地变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火山爆发。火山爆发呢，以前呢好像只是偶尔听说过死火山、活火山，很少听过有什么灾难呢。那最近火山爆发，引发海啸，引发地震它所带来的那个力量可以摧毁整个城市。那最近又研究另外一种这个天灾就是太阳风暴就是太阳光它的那个带电的电子冲到这个地球这边来。太阳只要释放它那个波不正常的话，不正常的波射到地球来，整个地球就要瘫痪整个发电系统就会停摆整个电脑、飞机、火车、汽车的这些电脑都可能会被损害等等的灾难不一而足实在是骇人听闻。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办。那么就在你不相信的时候，这些天灾呢不断在产生。你不相信，那么科学家用这种科学的论据来告诉你，现在真的有天灾地变。那么解决的方法，科学家提不出一道解决的方法。所以相信科学，科学是遥遥无期解决人类整个天地的危机科学家目前是束手无策。各种理论不断的翻新，各种做法不断的被提出来，但是呢，
都是呢可望不可及，都还在停止在这种理论的阶段，没有办法真正落实啊。要大到能够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生态啊，那是真的是遥不可及啊。但是呢，古大的圣贤人、佛菩萨告诉我们，心现事变的道理。现在天灾地变的呈现已经这么严重了，人人在不知道敬天地理神明，修养心性，那么整个内心的动乱发射到外，整个天地就造成了一个大震动、大变动了。那这些变动就产生了世界末日，那么人心的恐慌我们不得不极力呼吁。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现代的修行人，白样的儒家之士，我们要极力呼吁每一个人回归自然的生活。回归自然的生活，就是呢，回到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样的生活。那么，现代的众生已经不听这一套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呢，用各种方法来呼吁。脾气的标准是在自己的心，不是在科学家，不是在这些科技上。我们必须不断的告诉人，你必须把心安顿下来。当你的心安顿下来了，那么你才可以在你的生活上运作顺畅，你的家庭、你的事业，还有整个社会的体制那才会运作顺畅。所以呢，重点在人的心。所以我们今天呢，不敢要求一般人要立大愿、下决志下决志、立大愿是我们这些呼吁的人要做的。只要有一个人呼吁100个人响应，哇，那就不得了了，这个世间就有救了。你看孔老夫子一个人，他所成就的也只是72贤而已那么我们没有孔子那种智慧跟德性，我们呢就成就30个人就好了。其实先佛说过，2个人，你能够度2个人来成为佛、成佛，那么你就成就了。所以呢，先佛的标准是告诉我们2个人。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觉志跟宏愿是极其的悲深感觉到说2个人可能对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大同的期待可能要很久。所以呢，起码我们每一个人要带10个人，就是说1个人要影响10个人，帮助10个人成佛。帮助10个人成佛，那么呢，整个世界才有可能化解灾难。所以化解全世界的灾难，就是你要帮助人家成佛。怎么帮助呢？借由道之宗旨，借由先佛的这种教诲，圣贤的教诲，还有佛菩萨的经教，不断的去推动，不断的去讲述，不断的去力行，不断的去感化。现在用显化了，这个作用好像不够大了。你看我们道场已经没有先佛来借机显化了，因为呢，现代人不爱听不喜欢听你说不会在道场的法会大家都来听
不，我认为啊，在我们那个时代，大家都喜欢看仙佛表演。那么真正能够把仙佛的话落实在生活之中、自然之中，真的非常少，少之又少。那所以那个时代，是还有不少人成就啊。现在仙佛已经没有了，用开沙、批训来警戒众生啊。那么用开沙、用批训，这也只是权宜之教。仙佛不得已啊，用了这种天人合一的方式来教化众生啊。你看仙佛要扮小丑，在众人面前演戏，还被人家说成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仙佛这么样的用心良苦，众生感受不到啊，所以仙佛不来接窍了，其实也好。真正懂得自觉自正的人啊，他不需要仙佛，他不需要圣贤人，而是呢，他只要有这些圣贤的经教在，那么他就可以呢，依照圣贤的经教而走。他只要记住了，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这些大德啊，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天恩师德的事件啊，在他的话中啊，好好的来做功夫，好好的来力行，那么呢，他就可以成就。所以“得一善而全权福音”这句话呢，真的是一个我们修行的重点。你看，一门深入就是得一善而全权福音。你不用做多，你不要什么都会，你不要什么都包。你只要呢，在你的一定的工作岗位上，好好的用功夫，用到你这个入定，用到你开智慧，那么你就是真正的踏上圣贤之道了。你比如说煮饭，你煮饭，你没有各种杂念。没有各种染杂的心，没有分别对待的心，你就好好的煮饭。那煮饭不一定在道场哦，你在家中煮饭也是一样哦。你只要好好的对待煮饭这件事情，专心致志的来做，那么这个就是你的定功啊。所以家庭主妇是很容易修六度波罗蜜的。你把这个饭煮好，让你的家人呢都能够有一顿美好的这个三餐啊，那么你不是在做布施吗？别人对你有所批评，家人对你有所不满，对菜呢会挑剔，你也是和颜悦色的对待。这个不是修忍辱吗？你每天在煮，不断的煮，用心的煮，这个不是持戒吗？你煮了之后还要更好，希望能够把菜煮得更好。你看一个种菜的人他说了，他也可以为天地立心他也可以为生民立命啊。他说：“我把这个菜种好，那么我把菜种好了，不要糟蹋这个菜，把这个天地的资源呢，好好的让它呢长大。我也可以为天地立心啊，为生民立命啊。我把这个菜煮到这个表现它最好的样子，这是参赞天地之化育。”所以一个种菜的农人，他是在参赞天地之化育啊。所以哪一个人不是在参赞天地之化育啊？在于你那个心是不是跟通天啊？
你是不是惊天地啊？你有没有这个对于一切的事物啊，存着这种恭敬谦卑的心啊？在一念的转啊，一念的这个转念啊，是你成就堕落的根源。哦，我们说家庭主妇煮菜当作是一个修行的道场，把家庭当作是一个道场。哦，把这个家庭、子女，让他们呢能够安在他们的自然本位上。哦，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你教化他们，那么你是不是在这方面得到禅定，在这方面得到智慧呢？你是主父菩萨。那做先生的也是在修六度波罗蜜。做儿子的如果不懂，他接受了这些道理，他也在行六度波罗蜜。每一个人都在学习做佛菩萨，都在学习做圣贤。我们世间啊，社会和平了，世界和平了，天地的没有灾难，大同世界是指日可待，绝对是指日可待。那么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圣贤的教化，那要怎么做呢？有的人一辈子没有听过这些道理，有的人一直听到了不想听了。那么要用善巧方便。其实我们说这个软糖的显化，那真的是权巧方便，一时的便宜。软糖因应人心而发的。那软糖呢，现在呢走向问因果，治疗疾病，问前途，问感情，走向这个。